武魂殿对外发表声明，要严查毁灭两大宗门的凶手，同时提出建议，给现存各宗门1年的准备时间。1年以后，由武魂殿主持，以实力排序，重选7大宗门。哼，明眼人谁看不出凶手是谁？居然贼喊捉贼！就算明知是武魂殿动的手，没有证据，谁又敢质疑呢？更何况，武魂殿提出重选7大宗门，如果能排名其中，受益巨大，魂师界必会因此掀起轩然大波。谁还会在意真凶是谁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小刚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污蔑武魂殿，誓不为人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娜娜，邪月他们也去了很久了，可有音讯？星斗大森林是全大陆最大的魂兽森林，想必他们还需要些时日搜索。那你现在便赶去支援他们吧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快到万年魂兽的生存区域了，停下来稍作休整吧。长期与强大魂兽共生的蓝银草，竟然产生了紧张恐惧的情绪。森林里必然出现了对他们而言强大又陌生的事物，或者是人。以我现在的精神力与周围的蓝银草融合，可以清晰地感知直径500米之内的一切动静。如果瞄准一个方向集中精神力，则可以探查至1500米。至少20名魂圣级别的强者，什么组织能拥有这样的阵容？是武魂殿，他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菊斗罗既是武魂殿的长老，又是封号斗罗，竟然亲自带队，他们的目标一定不简单。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小舞？不，我绝不能让他们伤害小舞。我的蓝银领域
暂时没有发现小五的踪迹，说明他现在应该不在附近。但武魂殿有可能正在排查小五的位置，我该怎么做？无论是隐藏跟踪，还是绕开他们悄悄去找小五，亦或是与他们对战，在这支队伍面前，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。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想必他们已经感知到了我的精神力。接下来，该是一场恶战了。什么人？冰冷而充满嗜血杀戮的气息，这个人很危险，拿下他！好强的力道！可恶，让你尝尝这招！第六魂技，齿轮刃甲！这是。你是昊天宗的人啊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星斗大森林，除了猎杀魂兽，还能干什么？一个人猎杀魂兽？我看你是想找机会接近我们吧？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确是想找机会接近你们。我看你们人数众多，原本想与你们一起合作猎杀魂兽。既然想合作，为什么出手伤我们的人？不试探一下，又怎么知道你们是否值得合作？现在看来，完全没有合作的必要。哼，你以为你来了还走得了吗？看来你想留下我。刚才我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正在靠近，然后
你就出现了。那又如何？昊天宗，一个隐世而居的宗门，少有子弟在魂师界行走。而今日，我们正在此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你说，这个时候你的出现是巧合，还是有意？如果我说我不是昊天宗的人呢？哼！竟然派出了2名封号斗罗，武魂殿真是从小武来的。这样的阵容，只怕连那10万年魂兽泰坦巨猿也难以。不错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唐寅，娜娜，你终于到了。胡列娜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娜娜，你认识他？他是我朋友。唐寅，那你今天来这里，是来猎杀魂兽的吗？不错，我马上就60级了。你果然厉害，都快赶上哥哥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前来猎杀魂兽？这不是太危险了吗？不一个人，我又能请谁来帮我？你还有我呀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是朋友嘛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现在是我们武魂殿在星斗大森林执行目标，所有在这里出现的可疑人员，都必须拿下。耶！哼，星斗大森林是你们武魂殿的财产。你在挑衅武魂殿的权威吗？你是武魂殿的人，我不是。我只是一名自由魂师。挑衅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和胡列娜是朋友，和你却不是。这里不欢迎我。你再不住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娜娜，这个人蔑视武魂殿，我要拿他问罪。如果他离开后惊扰了我们的目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说过，他是我朋友。娜娜，小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刚才燕他太冲动了，你别介意。不如到我们营地去坐坐吧。我们也有1年多没见了。正好可以聊聊杀神领域的心得。还没进你们武魂殿的营地，都要被敌视。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被人说窃取情报？娜娜，你刚才说他也有杀神领域，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娜娜，你刚才说他也有杀神领域。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哥哥，他就是在地狱路救过我的唐寅。果然是你，那我可要谢谢你了。
你可是娜娜的救命恩人，只是互相帮助而已。我需要找地方休息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不能走。有一点燕说的没错，如果你离开后惊扰了我们的目标，而导致前功尽弃，就算是我也同样吃罪不起。这么说，我是非留下不可了。鬼爷爷，他不会的。要不我劝他先离开星斗大森林。娜娜，这可不像聪明的你。难道我们的目标就不会出现在森林的外围了吗？他从任何方向走，都有可能会惊扰到目标。不能走，不代表我们要对你不利。你的精神力对我们很有用。作为回报，我也会帮你猎杀适合的魂兽。考虑一下吧。唐寅，我还有考虑的余地吗？太嚣张了！武魂殿难道想要统治整个大陆吗？真当我天斗帝国不敢与之宣战？父皇息怒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出应对之法。除了大部分魂师，帝国境内的几座王国和公国也大都在武魂殿的控制之中。您可不能冲动啊！皇宫的防卫等级大幅度提升了。哎，我怎么能不冲动？宁宗主一心为帝国，却险些被武魂殿所杀。还有大师，如果我不有所行动，怎么对得起他们死去的族人？陛下，您现在要保持冷静，继续隐忍，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朕有100万雄师，难道还怕他们不成？不是怕，而是不能。武魂殿手中至少还有2万名强大的魂师和10余名封号斗罗，或许不敌您的100万雄师，但加上护殿骑士团以及许多小国的支持，我们所掌握的魂师力量太少了，更没有足够的领军人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忍。那大师可有什么建议？想要对付武魂殿，我们必须要联合所有与武魂殿相对的势力。你的意思是，要与星罗帝国联手吗？但天斗与星罗积怨已久，恐怕……陛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星罗帝国那边一样会对武魂殿的实力和手段感到恐惧，合作是必然的。而且，武魂殿已经开始行动，而我们还缺少强者，必须尽可能招揽自由魂师加入。毁灭武魂殿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。陛下最好做出长久打算。两位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如何招揽魂师，大师可有什么建议？宗门被毁，我心已乱，还请陛下原谅。但请您放心，我会尽可能地训练我方魂师，让他们能尽早投入到战斗之中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尽快商议。
昊天宗。鬼爷爷，这就是你留下唐寅的真正目的吗？不错，娜娜，你找机会打听一下，他离开昊天宗的真实原因。也许他可以为我们所用，探听到昊天宗内部的准确情况。鬼爷爷，昊天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大概位置，又何必非要多他这个人呢？哎，丫头，你果然是关心则乱。昊天宗的事，只是我留下他的一个原因。另外，就是为了你了。鬼爷爷，你别说了。想要和他在一起，他的身份就是你们之间不可避免的问题。劝说他加入武魂殿吧，你们站在一起，倒真是很般配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，要是你敢接近娜娜，我会立刻杀了你。你有那个能力吗？夜深了，都早点休息吧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进来吧，吃点东西吧。真对不起，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等完成任务之后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你是来说服我加入武魂殿的？自讨没趣的事，我自然不会再做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们武魂殿这次集结那么多人，来星斗大森林干什么？我们要捕捉一头强大的魂兽，有可能会遇到麻烦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才来了这么多人。10万年魂兽？果然是小五，得想办法从他身上掏到更多信息。娜娜去哪儿了？这么久不见，你变了很多。虽然昨天见面时你还是那么冷冽，但性情却变了，似乎更加沉稳了。你不也一样？老师耗费了大量精力，才让我控制住自己的杀气，而在这一点上，你的天分显然更高。我并不比你厉害多少。离开杀戮之都后，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杀气，将宗门搅得一团糟，也因此被昊天宗除名。原来那些沉稳的表象背后，都是痛苦吗？唐爷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你宗门的事我不问了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合适去处，就和我回武魂殿吧，老师一定会赏识你的。武魂殿和昊天宗势同水火，肯收留我一个出自昊天宗的人，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打动我的老师了。
准备出发。目标就在星斗大森林中心位置。昨天娜娜已经试探过他了，可信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先假意暴露蓝银领域作为投名状，再以未出名的昊天宗子弟身份骗取武魂殿的信誉。接下来是时候发动蓝银领域了。离森林中心越来越近，这是唐毅，怎么回事？他应该是遭到反噬了。这个气息是2只10万年魂兽的气息，小屋应该已经在附近了。欢迎来到星斗大森林。小屋5年了，终于。我得找准机会救下小屋。你们不是找了我很久了，现在找到了，为什么又不敢过来？森林之王，泰坦巨猿。所有封号斗罗中，曾经打败过泰坦巨猿的，只有唐昊。是小舞，小舞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难道当时他是在保护小舞？这下麻烦了。武魂殿，今天就做个了断吧。武魂殿，今天就做个了断吧。其他人原地不动，菊花关，
你挡住这大家伙一会儿，我先抓了那只兔子再说。一旦成功，立刻远遁。武魂真身。来鬼夜行！重力压制，武魂真！老鬼，你受死吧！回城，随着我。这是森林帝皇，天青牛蟒。紫花冠！老二，阻止他们！两极禁止令局！怎么会？快走！我们只能困住这两只魂兽一段时间，你们立刻去抓那只兔子，离开这里！快！动手！上！蓝烟草。唐三，唐寅就是我。哥，可恶，竟被唐三这小子摆了一道。小哥，走。为什么？
追！哥，我好想你，能再见你一面，已经晚了。傻丫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。越往外走，魂兽越多。哥，往那边比较安全。这回明明攻击魂兽速度极快，恐怕很快就会追上我们。那就让我们三五组合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小五，待会儿我能够直接解决2个，但之后我需要时间缓冲。等我发动攻击之后，就换成你带我跑，有多快跑多快，明白了吗？回影离纵。他们速度极快，只有正面击败他们。速度好快，不能耗下去了。第五魂技，瞬雷千闪。抓到你了！紫极神光！第五魂技，柔骨锁骨。动不了！一旦中了我的第五魂技，除非魂力在我1倍以上，或者我本身魂力耗尽，否则绝无可能挣脱。小五，第3魂技，瞬移。魂力已经到极限了吗？
第4魂技，无敌金身。娜娜，唐三就是唐爷。娜娜，你怎么了？20名魂圣仅剩9人，看来不远了。追！我的精神力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到？万年以上的人面魔蛛具有隐身技能，连精神力也能屏蔽。这只恐怕已经超过了3万年。无敌金身！没时间了，得逼他现身，正面解决掉。四期神光，再来！他们就在前面了。
强弩莫使，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？哥，哼！动手！ 这光芒是什么？魂力等级提升到了60级，我的魂力已经耗尽，泰坦巨猿和天境牛蟒又被举鬼斗罗困住，要想冲出重围，突破点就只有天空。竟然突破了！一起上！第4魂技无敌金，不能动了。哥，小五，你先走。不要！火力提升，前面3道攻击你根本无法承受，你逃不掉了。阿银，你也感觉到了吗？小孙，难道你遇到了和爸爸同样的命运？直接用腿攻击，所有底牌都用完了吗？唐三，唐爷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魂骨。
魂骨技能飞行，快走！哥，哥，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那就去抢他们，先踏后的尸体。小五，我说过会用生命守护你，一定要逃出去。唐寅，他竟然以自杀的方式剥离魂骨。娜娜，哥，对不起了，这一次我不能让你的计划完成。怎么回事？那个方向，难道是？刚才怎么一回事？我也是听闻，10万年魂兽死亡时，自身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场。不，10万年魂魄，没机会了。难道他是打算献祭自己？据说当年唐三的母亲也是。不一样，这只肉骨兔用的是一种更为霸道的方式，不但献祭自己的生命，同时也献祭自己的灵魂。什么？献祭灵魂？他将灵魂融入到魂环之中，将自己完完整整的给了唐三。在这种献祭情况下，无论唐三实力多少，无论他是否达到需要魂环的等级，这10万年魂环与他的融合都会绝对成功。唐三不是当初的唐昊，没有接近封号斗罗，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吸收10万年魂环。那小五呢？他的结果将会是永世不得超生。小五姐，
真的值得吗？值得。哥，你真的好傻好傻。难道你死了，我还能独活？还是不放弃？我不要去聆听所谓。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活着。真的好希望能够和你在一起生活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可是不行了，我不在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，不然我会伤心的。为了他，可以燃烧自己的生命，献祭魂款；他为了他，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，自杀取骨。难怪，原来在他的心中，早已有了这完美爱人。永别了，我的爱人。穿越山海的距离，携手冲破命运的荆棘，爱着你，未来的过去。你是我不愿遗忘的时光，哥，也是我奋不顾身的疯狂。听见吗？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你是我长发竖起的梦想，也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，你会隆重登场，牵着我去看那。断肠。不！
小五，小五姐的气息越来越弱了。小五，别离开我呀！相思断肠红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，外加护主，或许能……融化了，还有希望。小五，小五。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相思断肠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，也许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全生效。小五姐献祭了灵魂，就算能醒过来，恐怕武魂殿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！已经7天了，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不吃不睡。小五姐要是知道了，会很担心的。小五姐醒了，太好了，小五没死。他还活着，小五。唉，没有了灵魂的迹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哥，哥，小五，我就知道，那只是一场噩梦，对吗？
精神力也在急剧上升，这都是因为小舞把他的灵魂给了我。哥，你的魂力也升到了65级，太好了！你现在一定是全大陆最厉害的魂帝。这些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活着。小舞，将来你还会成长为魂圣、魂斗罗，然后是封号斗罗。哥，我的灵魂会永远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守护你。小舞竟然失去了神智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因为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。哭有什么用？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，那就救他活过来。你有办法救小舞？不是我有，而是你有。小无界为你而死，也只有你能让他重新活过来。他为了你献祭了生命，同时也献祭了灵魂，这是最为霸道的献祭，而这霸道只是针对他自己。你怀中抱着的是小舞姐的本体，但她已经失去了灵魂和10万年修为，只留下了这具躯壳。要怎样才能救回她？幸好那朵花给了她庞大的生命力，现在你还有机会，只要你能做到，就能够令她恢复。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一定会做到。小无界，你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这个男人确实值得你去付出。我和大哥仔细思考过，想救小无界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一共需要满足3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找到3种药草。哪3种？第一种是唤醒灵魂的圣魂草，至少要10000年以上的。圣魂草，我和大哥可以帮你解决。而第2种是脱胎换骨、重塑人形的至宝，10000年9品身王。冰火两仪眼已经囊括了大陆上无数的天才地宝，可我也从未发现过这样的极品。第3种则是能助魂体合一的宝物，一颗上古灵兽的内丹，这就得靠你自己了。上古灵兽，有了。这是一颗10首烈阳蛇的内丹，我在杀戮之都时将其猎杀而得，它能用吗？
没问题。现在我们只缺万年九品身王了。我和大哥曾经遇到过一株，按照他现在的修为，在北方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可以去北方一些有名的大森林中寻觅。万年九品身王已经堪比10万年魂兽，即便找到，我也未必是对手。但是，我会去找。不论如何，一定带回来。你要记住，必须把活体带到这里。它一旦失去生命力，就没有效果了。不过，你现在不需要着急去做这些，因为你还要达成其他条件。小五，我已经知道如何救活你了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但在那之前，蓝银领域，8株魂骨留下的毒素仍在。你逃不掉了。猪，小五，凡是伤害了你的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第一魂技，缠绕。诸神附体，诸神附体是人面魔蛛面对生死威胁时爆发出的特殊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人面魔蛛的攻击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。每维持诸神附体1秒，就将消耗他1年的修为。柔骨兔第一魂骨技能，瞬移。第五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第二魂骨技能，无敌金身。小五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
连敌友都分不清。亏你还是我选定的圣女。到后殿面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是，教皇陛下。教皇陛下息怒！息怒！两位长老，你们让我怎么息怒？胡列娜有错，你们呢？身为武魂殿长老之尊，封号斗罗，却让一个年轻人算计了，还导致10万年魂兽献祭而死。你们很好啊！算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多谢陛下不罪之臣。要不是我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们又足够忠心。但是那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，竟敢破坏我的好事。等我空闲之时，就拿你们来做魂环。不过现在，天斗帝国也该变变天了。这些铠甲好像把所有魂骨连到了一起。只要动用意念，就能瞬发技能。因为这只人面魔蛛被我吸收时是诸神附体状态，才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吗？可是，这4块魂骨，每一块的感觉都不一样。背部是灼热，右臂是温柔，头部是冰冷，右腿是慈和，好难受。解除！魂骨产生了冲突，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情况。也许这个问题，只有老师能给我答案。重力增强。3倍重力。我身为帝国魂师总长，受陛下之命训练你们。对战技巧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你们的体力和意志力。就在几天前，上3宗已去其2，七宝琉璃宗、蓝电霸王龙家族几乎全灭，天斗帝国必是下一个目标。今日你们疏于训练，
来日的代价就是死亡与毁灭。小刚每天不眠不休地训练军队，研究武魂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身体根本受不了。我也没有办法。蓝电霸王龙家族被灭，他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麻痹自我。注意，你的前上方。也许只有小三回来，才能让他稍微开心一点吧。近几日，我把分散在各地的族人聚集了起来，发现根本不足100人，实力也都平平。实在无法。帝国那边有眉目了吗？正在和星罗帝国接洽，有慕白和竹青在其中帮助，再加上2大帝国的共同利益，联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们虽有余力一搏，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开始，那将是全大陆的灾难。小五，我们就快要离开这里了。等我成为封号斗罗，找到万年9品身王后，把你带回这里，你就能活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将会失去什么？你要归还小五姐的魂骨，并把封号斗罗的9个魂环全部赋予她，这相当于是把你自己的武魂转移到她身上，多年修为毁于一旦。武魂又如何？修为又如何？小五，没有你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20年内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唐三离开了。他真的能做到吗？他们之间的感情我无法理解，但我相信唐三一定能救活小五姐。希望如此吧。小五姐真的好傻，这个唐三也很傻，可是他傻的却有些可爱。现在我必须先回趟学院，问下老师关于8蛛魂骨的事。小五，你一定也很想见见2龙老师吧？
卖伞了，卖伞了！这个怎么卖呀？哎，这伞便宜，又好用。来，来，给我一个。放心挑，放心挑。闪开！都闪开！什么人？胡子不耐烦了！你干什么？混蛋！给我杀了他！这少生暗含魂力，且实力不低。车上的究竟是……他居然敢得罪4皇子，麻烦大了！哎呦，不过他可真厉害啊！这可是皇家禁卫团，号称天斗帝国皇室最核心的战士，是吗？居然被他这么轻易的就给打倒了！动手啊！可恶！这个雪崩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。不想死就不要动手，交给我吧。不对，雪崩就算再横行霸道，怎么说也是个魂师，也该知道我的等级高他太多。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向我出手，他就这么自信老怪物会帮他，还是他是故意？年纪轻轻就拥有领域和相当可观的魂力，就算是小怪物也不可能这么出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老怪物，好久不见了。前辈，就是前面那个小子在前面捣乱。你是？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谁吗？我，小怪物。老怪物，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。啊，误会一场。他是我朋友，这里你善后。老怪物，你的眼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差了？少来这套！虽然一切迹象都证明你是小怪物，可小怪物不长你这样。废物，还不快给我收拾！是。小怪物，原来你真的是怪物，你竟然有魂兽的血统。老怪物，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，但有我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人类。只是没想到，命运如此相似。如果不是武魂殿，我们一家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此仇不共戴天。没想到小怪物竟背负了这么多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找武魂殿报复？不是现在，等我力量积蓄足够的时候，才会向武魂殿动手。老怪物，你怎么还跟雪崩这种人在一起？这种人值得你去保护吗？唉，小怪物，有些东西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很多时候，你要透过外表发现真正的本质。你知道雪崩为什么那么纨绔吗？
其实都是被雪清河逼的。你是说雪清河有问题？雪夜大帝原本有4子，其中雪清河为长，雪崩最小。4子中最出色的并不是雪清河，而是二皇子。可二皇子却在12岁那年夭折了。第2年，3皇子也死了。难道2个皇子的死与雪清河有关？没有证据，谁也不能肯定。只是在二皇子死的前2天，雪夜大帝刚与几名重臣商议过立太子的事，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倾向于二皇子。会不会是雪清河背后有什么人干的？其实2位皇子皆因中毒而死，但当时4个皇子都生活在皇宫中，衣食起居都由雪夜大帝的亲信负责，外人无法接近，也绝无下毒的可能。因此2位皇子的死成了无头公案。后来雪夜大帝派遣雪星亲王彻查此事，雪星亲王从蛛丝马迹之中发现2位皇子所中之毒并不是毒药，而是魂师的武魂之毒。这也不能证明和太子雪清河有关呢。没有证据，就要去寻找利益获得最大者。2、3皇子夭折，4皇子年幼，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谁？如果是外人所为，那为何留下了长子？不久前，雪星亲王找我为雪夜大帝诊治，我发现雪夜大帝中了一种混毒，诱因来自于一种香料，而这种香料，皇宫中只有雪清河一人在用。此人绝不简单。哎，那你跟着雪崩是为什么？你就不怕这样做会让雪清河对他下手吗？雪清河固然心思缜密，但雪崩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故意不努力修炼，让魂力停滞，用嚣张跋扈伪装自己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。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……那混毒和雪清河的事，雪夜大帝知道吗？我只告诉他中毒了，并让他维持现状。不过我给了他药，帮他缓解剧毒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皇室内斗，老怪物，你最好少牵扯其中。皇室的事我不愿意管，但天斗帝国若能稳定，也有利于对付武魂殿。你刚回来，还不知道另外2件大事吧？什么大事？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武魂殿偷袭。什么？七宝琉璃宗以超过2/3弟子死亡为代价撤入天斗城，但蓝电霸王龙家族惨遭灭门，只有少数在外的子弟得以幸存。你得尽快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武魂殿的行动恐不止于此。好狠的武魂殿！老怪物，皇室这边的事你多查查，我要赶回学院看老师。老师，小三，小三，这是
老师，二龙老师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。什么？你说这只兔子就是小舞？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小舞。哼！武魂殿，李壁东，我要杀了你！二龙老师，您别冲动。冲动？我怎么能不冲动？唐三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跟我一起去武魂殿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闹他个天翻地覆！够了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难道你还要让小三和你一起去送死吗？小五的事也不能怪你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早日达到封号斗罗级别，帮他复活。你明白吗？武魂殿的血海深仇，我们还要从长计议。老师，小刚，小刚，老师，你怎么样？老师，小刚。该死的武魂殿！小三，你受苦了。院长，我没事，只要小五能复活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那你这次回来准备怎么办？我打算先修炼一段时间，并且再制造一些有用的暗器。蓉蓉和红俊都在学院中修炼，你们正好可以一起。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。现在天斗帝国对我们全力支持，各种资源都不是问题。院长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你一路劳顿，先去休息吧。
对付武魂殿，光靠这点力量还远远不够。对呀，有了这些，必能与武魂殿一搏。胖子，进步不小啊！三哥，胖子，我想成立一个宗门，希望你能帮我。成立宗门？三哥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武魂殿不是要在1年之后重选7大宗门吗？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捣捣乱。哼，捣乱啊！嘿嘿，我喜欢。三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。哎，三哥，你要弄个什么宗门啊？要不我帮你出出主意？我们怎么也要弄个拉风的名字。宗门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唐门。唐门？怎么听起来有点怪啊？唐门，如今只能以这种方式怀念你了。哎，三哥，你自己创了一个宗门，你们昊天宗不会有意见吗？我虽已认祖归宗，但昊天宗已经封闭，唐门与昊天宗实则并不冲突，今后可以是相互依附的关系。三哥，你真是个有理想的人。反正我就跟着你干了。现在唐门啊，就我们2个光杆，你是宗主，我做副宗主，好不好？你要做副宗主就做好了，宗门具体的建立方式我已经想好了。等跟老师商量过后，就开始操办。没问题。蓉蓉，蓉蓉，你们7宝琉璃宗的现状如何？还能怎么样？爸爸带着族人们在学院中暂住了一阵，后来在雪夜大帝的邀请下，就搬到皇宫去了。蓉蓉，我有事情想和宁叔叔商量，你能否请他到这里来一趟？好，我这就去找父亲。就今晚吧，你看行吗？没问题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麻烦什么？我们还需要说这种话吗？对了，切记保密。放心吧。哎呦，你们这话太暧昧了，要是让别人听到，还以为你们关系特殊呢。死胖子！当着小五的面别乱说。我走了。我先去找老师一趟。有杀气，武魂殿派来的人。这声音是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有24桥明月夜？为什么和宁荣荣在一起？这个声音竟有几分熟悉。我和蓉蓉的关系，关你什么事？蓉蓉，叫得好亲热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和宁荣荣在一起？我和蓉蓉的关系，关你什么事？蓉
肉搅得好亲热。诸葛神弩。欲鹤烈焰，好强的气势！第4魂技，蓝银囚龙，镜像头骨，分身。有分身，昊天锤。昊天锤，蓝银草，小三，小，真的是你！小，你这家伙能活着回来，太好了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走，跟我回学院，我解释给你听。等一下，我不能去学院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聊聊。摘一下你的斗笠。你这家伙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回学院？七宝琉璃宗发生的事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你刚才对我那么强的敌意，是因为看到我和蓉蓉一起走出来，吃醋了。唉，我这个样子，还怎么去见蓉蓉？能够在暗中看她几眼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就因为这道疤痕，你可知道蓉蓉这些年因为你受了不少苦？哎，你当蓉蓉是什么人？你以为蓉蓉会因为你破相了就不喜欢你了？小三，你不明白的，蓉蓉比5年前更美了，我本就配不上她，现在变成这样，你让我怎么去找她？你可能因为自卑而伤感，但是我就算再悲伤，现在也无法再见我的小五。小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请慢用。他就是小五，我的小五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变得英俊了又有什么用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变得奇丑无比，也不希望小五受到任何创伤。那天，我和小五被父亲救走后，父亲让小五与我暂别，随后带我去瀑布练习锤法。现在你知道我的10万年魂环从何而来了吧？如果有选择，我只想要我的小五。小，珍惜眼前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，再后悔也来不及。小三，对不起，没想到
你和小舞竟然……不要和我说对不起，你应该和蓉蓉去说。我懂了，走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。不论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，哪怕只是守护在他身边，我也心满意足。小舞，你看到了吗？蓉蓉和小傲终于能在一起了，你也替他们高兴吧？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在一起的，我保证。小三，嘿嘿，摸一下，一下，让我摸一下，哎，就摸一下你。你这道疤是不是贴上去的？哦，老师，三哥，你醒了？放心，你无大碍。应该是你最近太过伤心，外加修炼操之过急，没有好好休息导致。老师，也许还跟我进化后的八柱魂骨有关。哦，我看看。老师，上次不是这样的。啊！当时我其他3块魂骨也都出现了变化，延伸出铠甲与这块铠甲相结合，让我的实力提升了不少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，很有可能你会获得那种特殊的技能——魂骨融合技。魂骨融合技，老师，您以前似乎没给我讲过。那是因为我不认为你这一生中有接触到魂骨融合技的机会，可没想到，你却如此得天独厚。魂骨融合技究竟是什么？所谓魂骨融合技，就是自身所有魂骨融合在一起之后，产生出的附加技能，极其强大。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的领域。现今魂世界有可能拥有这个技能的，只有1个人。哎，一个人身上需要几块魂骨才会产生这种技能啊？一般来说，需要集齐全部6块魂骨，而且必须是一种魂兽出产的才行，然后才有1/1000的运气出现魂骨融合技。啊，简直比登天还难啊！可是三哥现在只有4块魂骨啊。所以小三的这种情况，可能是魂骨融合技的前兆。可我的魂骨并非同一种魂兽出产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是因为你的8株魂骨作为外附魂骨，它多次进化，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，
能像桥梁一样帮你沟通所有魂骨。因此，今后能否出现真正的魂骨融合技，还要看你以后能获得的魂骨。大师，您说可能拥有这个技能的人是谁啊？历史上唯有武魂殿拥有这样一套传承魂骨，却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够将那6块魂骨完全融合的。但我猜测有一个人有可能，就是比比东。比比东，唉，小三，小五的事你也别难过了。既然他有复活的可能，我们总还有机会的。这次回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老师，目前看来，武魂殿恐怕是要图谋统治整个大陆，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不可能扭转这一切。你选择依附于天斗帝国，但我却不想这么做。那你想如何？借助天斗帝国的实力固然是可行之法，但我认为皇室内部的情况太复杂。之前我遇到了独孤博前辈，他的一番话令我感触很深，您也要小心才是。这其中的关系过于复杂，独孤博前辈所知，也未必是全部。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仇恨中，竟都没有好好考虑过。这样看来，这个雪清河很不简单啊，恐怕连宁宗主也被他蒙在鼓里。只是，难道还有比毒斗罗更厉害的用毒魂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比毒斗罗更强的用毒的魂师未必没有，但这样出色的魂师却为雪清河服，说明这名魂师背后必然有庞大的势力支持。难道是星罗帝国？不，我最怕这背后的势力是武魂殿。老师，我也不认为那个雪崩会比雪清河更好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以自身的力量发展。我准备自立一个宗门，但要托庇于一方势力之下缓冲，慢慢发展。你想让我去帮你？现在雪野大帝对您信任有加，您不能走。能够帮你的，我一定不遗余力。详细说说你的计划吧。三哥，我回来了。嘿嘿。真难以相信，武魂的变化会彻底改变一个人。你好，宁叔叔，好久不见了。这位是？宁宗主，柔柔，我回来了。柔柔，等我10年，10年之后，只要我不死，我就一定会成功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柔柔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奥斯卡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不要你强大，我只要你回来！
宁宗主，柔柔，我回来了。宁叔叔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，想和七宝琉璃宗商谈，但我不希望和天斗帝国有什么交集，您看可以吗？小三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啊，领域？哦，用它来隔绝声音，外人就无法听到我们的谈话了。每次见到你，你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惊讶。看来这次也不例外。你更美了，可我却变丑了。不。是你更加成熟了，现在的你，更让我有安全感。蓉蓉，这5年，我一直很想你，不论多么艰难，只要心中浮现出你的样子，我都会充满勇气。这次，我一定要征得宁宗主的同意，再也不和你分离。小三和宁宗主他们呢？都怪你，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的。那就让他们笑好了。宁叔叔，那就说定了，今后唐门就要仰仗您的支持。这是互惠互利的合作。唐门定制后，我会秘密送来你所需的物资，有时记得让蓉蓉传话。我们以后减少会面，以免引人注意。您放心。哦，宁宗主，傻小子，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宗门虽然有规矩，但难道我就不会考虑女儿的幸福？你同意我和蓉蓉的事了？我只叮嘱你一句：我宁风致一生只有蓉蓉一个女儿，你明白吗？您放心，我已经拥有能够保护蓉蓉的力量，我会用生命守护她的。宁宗主，小奥要是对蓉蓉不好，我们都不会放过她的。奥斯卡，蓉蓉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我一直将她视为孙女。你说已经能保护她，那就让我们看看你这5年的成果。小三，借一滴你的血。第6魂技，照虎化猫，镜像长。
小三，你的血液效果未免也太强了。赶快展示你这第6魂技吧！展示总需要一个对手。胖子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，来亲热亲热吧。小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要和我切磋？看在蓉蓉的面子上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谁要你手下留情？来吧。手写魂师，居然想用强攻击魂师来近身战，力量好强！小豪经历多次生死危机，身体素质早已超越一般15星魂师。小豪居然能复制3哥的魂技，但控制小魂师最欠缺的就是爆发力。胖子也认真起来了。第4魂技，疯狂哮天击！蓝银皇虽能冰火双免疫，却挡不住增添了爆裂属性的疯狂火焰。火焰右臂魂骨技能，疯狂爆裂击！真香啊！胖子的爆发力虽然很强，但是攻击范围较窄，小奥算准了这一点。飞行魔物上的时效到了！原来那个是小奥的镜像分身，漂亮！先用镜像分身吸引视线，本体趁机完成蓝银霸王枪的蓄力。第5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第5魂技，疯狂流星雨。这大晚上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还来啊！你居然连双生武魂都能复制！小三，你的昊天锤也太重了。小奥，哇，你现在简直强的变态！我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这5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等你找到那个最想守护的人就知道了。
只是魂力消耗太大了。你的魂环魂骨是同一只魂兽所出，对吗？没错，任何人服用镜像肠后，3分钟内都能发挥出提供血液的魂师身上70%的威力。我制造出镜像分身后，威力还能提升到80%。奥斯卡，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：小三准备建立一个名为唐门的宗门，但我希望你能加入七宝琉璃宗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就同意你和蓉蓉的事。爸爸，丫头，七宝琉璃宗需要奥斯卡这样的人才，让他为宗门效力，你们的事业能少一些阻力。你努力这么多年，为的是什么？赶快答应宁叔叔，这是你最好的机会。对不起，宁宗主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小傲，我爱蓉蓉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爱她。但唐三是我的好兄弟，现在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。如果我选择离开，我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。那蓉蓉呢？我也不会放弃蓉蓉，无论要花多长时间，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打动您。小傲说的对，爸爸，我们史莱克七怪是一体的。三哥要建立唐门，复活小舞，向武魂殿复仇，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？奥斯卡，虽然你的答案很狡猾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。宁宗主，您还叫我宁宗主？叫岳父！岳父！哎，这又太早了一点，跟小三一样，叫我宁叔叔。宁叔叔，蓉蓉，蓉蓉。小舞，唐门又添了许多助力，但想要完成我们的目标，还远远不够，该去见见老朋友了。少主，前辈，哼！武魂殿欺人太甚，不仅害得主人漂泊半生，还对少主你再三下手。主人啊，老奴一直在等你回来，你却……前辈，父亲现在能守在母亲身边平静的生活，也是一种解脱。我来是有事和您商量。少主请讲，只要我做得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我准备成立一个宗门，名叫唐门，我希望能得到您和荔枝一族的支持。将来昊天宗重现一世，会与唐门合并吗？如果是，那请恕我拒绝。荔枝一族不愿再做昊天宗的附属。您放心，我既然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，就不可能与昊天宗合并。那就好。少主果然高瞻远瞩，我这边没问题。三少，我也要跟着你。那今后，泰坦前辈就是我唐门的首席长老，我们尽快商议一下唐门的选址。就在我这府邸好了。少主想怎么改造，我全力支持。
荔枝一族经营多年，将此地作为唐门根基，再合适不过。前辈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还叫我前辈，该叫我长老了。我也该叫你宗主才对。快起来，不必如此多礼。宗主，我明天要出门，唐门的前期筹备就交给泰诺了。你要远行？哎，昊天宗的附属宗门中，以玉之一族、泯之一族、破之一族和我立之一族这4个单属性宗门为最。昊天宗封闭后，我们各自谋生，约定2年聚首一次。原来如此。最近武魂殿动作频频，1年后又要重选7大宗门，的确需要聚会商议。长老，我可否与您同去？同去倒没什么，但另外3族因被武魂殿迁怒，元气大伤，对昊天宗积怨已深。您要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，恐怕是白费口舌。是昊天宗对不起他们，那就让我与您同去吧。我想为他们做点事。宗主处事果然全面。那明早我们便出发，前往星罗帝国内的龙兴城，拜访玉之一族。长老，我需要一批铁匠，必须是值得信任，而且铸造工艺精良的上等铁匠。您能帮我找到吗？宗主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立之一族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4大宗族素来各有优势，我们立之一族精于铸造术，战斗特点是力大筋大。这次我们要去的玉之一族则擅长建造房屋，战斗特点是偏向防御。泯之一族擅长探查，是最好的斥候。破之一族最擅长制药，战斗特点是霸道的攻击。虽然4大宗族都还没有恢复元气，但加起来也有接近1000人了。原来如此。宗主，你要铁匠干什么？是要打造什么武器吗？哦，哎呀，人生真是太艰难了。唉，刚逃过天斗帝国的抓捕，好不容易来到星罗，还没在天斗的时候赚得多呢。唉，我仅有的家当了。我也就这点了。我有。我有个屁！哎呀！冷静冷静！听说最近单属性4大宗族要重聚了。今年的重聚地点选在玉之一族。也许我们可以。小心，有毒！啊！长老，你把朱可神弩拆了？我可是大陆铁匠协会副会长，若论铸造技术，我自认天下第2，
绝没人敢认天下第一。即便是主人，在火候上也要差我一些。但拆开这诸葛神弩，会触发弩箭机关，机关上有剧毒，您是怎么？这是我们荔枝一族特有的掌功——断铁手。有了它，铸造时手掌就不容易被磨损，也可以隔绝大多数毒素。这诸葛神弩的设计真是精妙啊！质地均匀，韧性十足。宗主，你放心吧，诸葛神弩的批量制造就交给我们荔枝一族了。那就辛苦长老了。打造完后，我们就可以和天斗帝国、星罗帝国交易了。不久前，我刚与七宝琉璃宗达成合作，唐门将以暗器交换七宝琉璃宗的相应物资。这样一来，唐门的筹建也有了资金来源，将来对付武魂殿也会大有帮助。宗主心思缜密过人，这暗器既然这么厉害，我们何不多做一些？我也正在考虑，以我们现阶段的工艺，能做到的暗器，其实还有一种。它至少能够破开魂圣级别魂师的防御，包括武魂真身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竟有如此杀伤力！这件暗器在发射时，犹如孔雀开屏，辉煌灿烂；而就在目眩神迷之际，已夺人性命，所以名叫孔雀翎。孔雀翎为圆筒状，长1指，其上有2处按钮，第一个按钮能瞬间上激光，第二个则用来发射暗器。孔雀翎内共有365枚暗器，共12类。这12类暗器分别有穿刺、炸伤、剧毒等12种不同作用。威力最大的陨灭阵和七杀阵，更是可以瞬间夺灭。这就是孔雀翎。宗主，你快跟我讲讲。三少爷爷，你们都讨论一路了，明天还要去玉质一族呢，你们不休息会儿吗？我们不累。你要累，你自己睡去。来，宗主，我看看。好。武魂殿的说客已经在路上了。爸，难道我们真要归附武魂殿啊？与武魂殿合作不过是与虎谋皮。我身为玉之一族族长，却也别无他法。爸，昊天宗，唐昊，你当年大战教皇的时候，可有考虑过我们？宗主，这图纸真是太精妙了，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我无意中得到一本秘籍，这种武器在书中被统称为暗器。我在斗罗大陆成立唐门，也正是为了将这些暗器发扬光大。唐三必以自身所学回馈唐门，
再造唐门巅峰。宗主年纪轻轻，际遇竟如此非凡。不过宗主，你刚才说要打造孔雀翎，还需要一物。此物是什么？此物名为玄铁。玄铁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称呼。它比普通精铁要重一些。如果由纯粹的玄铁打造武器，可以克制绝大部分金属类武器。你说的应该是黑纹铁吧？它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上许多，一向是打造金属中的王者。不错，正是黑纹铁。黑纹铁可不好找，须得去一趟金属之都更新城。大陆铁匠协会总部也在那里。想要什么好东西，铁匠协会都能帮你。那么，深海银母呢？啊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上次和您提到的孔雀翎，在失传的3大击阔类暗器王者中排名第3，而排名第1、第2的，分别是佛怒唐莲、暴雨梨花针。佛怒唐莲是最强的群伤暗器，区别于暴雨梨花针与孔雀翎，它最大的特点是需要超高浓度的火药装备，从而达到极致的瞬间爆发力。它的外形看似是一朵普通的莲花，但它的伤害范围之广，威力之大，甚至能令封号斗罗为之色变，堪称绝世暗器。我曾经有幸研制出佛怒唐莲，但可惜是我而来，是我而去。佛怒唐莲算是唐三最后留给本门的礼物。暴雨梨花针虽然在击阔类暗器中排名第2，但论单体攻击力，连佛怒唐莲都比之不及。27枚暗器在瞬间爆发，令人避无可避，一旦发动，必定见血。太厉害了，实在太厉害了！要做成暴雨梨花针，要由深海沉银的银母来打造。深海沉银本就是一种比玄铁还要昂贵10倍的金属，至于它的银母，更是珍贵不已。宗主，这个东西等到了更新城，去问问铁匠协会会长楼高吧，他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来，看了你这些图纸，我有了几个诸葛神武的整改方案。不行，你的方案不行。臭小子，哪里不行了？他们讨论暗器都讨论一路了，累不累啊？哼，这一老一少的，怎么一说到暗器就跟疯了似的？老子可是星罗帝国的人，告诉你们，凡是要进入龙兴城的，通通要交出你们的魂导器。长老，不乐，不认得小爷我了？哼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猥琐啊？死胖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小五姐8段摔的滋味儿还不错吧？啊！好啊，原来是你们，害得我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，还把我挂在广场上示众。这简直就是耻辱！我们找了你们好久，想不到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哥，用不着你出手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胖子，你能行吗？哼，不就是一个魂王和2个魂帝吗？
我今天一定要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，一雪前耻。那你小心点。小胖子，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呀！嘿，小胖子，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呀！哎，第二魂技，浴火凤凰；第三魂技，马术催化。又是这招，凤凰火线。你忘了吗？你的武魂被我克制，现在乖乖跪下磕头认输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嘿嘿，我的武魂早就进化了，想不想尝尝爆炒鸡爪？怎么可能？第六魂技，屠龙宝刀，居然一上来就使用第六魂技屠龙宝刀，这应该是天涯目前为止的最强一击，再加上敏攻系魂师鹅考的配合，不知道胖子能不能接住。你这个笨蛋，慢一点！第五魂技，无形之气。哦，是魂技锁定了。哼，不如……哎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啊！你个死不赖，我们也在黑屋里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嘿嘿，让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狡猾的胖子！可恶，受死吧！哼！火焰右臂魂骨技能，凤凰爆裂击！胖子，别！喂，死不了，还打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好了，我不杀你，你打了我，我也把你打了一顿，咱们之间两清了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不行。你和我之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，但是你欠他们的呢？小胖子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
其实我也并不是那么的恨你啊。快走！死胖子，老子打不过你，恶心死你！你还是嫩了点儿。问题是，你不仅恶心到了他，也同样恶心到了我。哎呦！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呀，这个便宜。胖子，这几年你变了不少。那是，我不但魂力提升了，人也变帅了不少。刚夸你一句就没了正形儿。不过你现在战斗不再只是为了获胜，还懂得了守护，这一点真让我刮目相看。嘿嘿，没有啦。精英赛那时，三哥你为了保护小舞姐，奋不顾身对抗武魂殿。我事后一直在回想，觉得很惭愧。惭愧？惭愧啊！我追求过那么多人，却从来没有认真过。好，胖子，你明白就好。之后我会写信给戴老大，让他们派人把伯乐三人带走，交给星罗帝国处理。来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份平静，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。您好，尊敬的泰坦族长，欢迎励志一族莅临我族。哎，不用客气。老犀牛在没在宗门呐？宗主在，您稍等，我们已经派人去回禀了。呵，好你个老猩猩！我人还没出来，就听到你那大嗓门了，居然敢叫我外号！哼！不服气？有本事我们比一比力气。你赢了我以后，就不叫你老犀牛，怎么样？这就是玉之一族的族长。好你个老猩猩，力量又有所长进啊！不过我虽然没你力气大，但你也别想勒断我这身老骨头。哼！谁不知道你皮厚啊？泰龙，过来，给你牛皋爷爷见礼。您好，牛爷爷。泰龙，你小子很壮啊，有你爷爷当年的风采。我看将来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你爸爸。哎呀，泰诺那小子还是瘦小了点。啊？哎呦，就那样还叫瘦？走吧，还不带我们进去？难道让我们在这里喝风啊？这不是见到你兴奋的忘了吗？走，进去吧。你最喜欢的烈酒，我可给你准备好了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兄弟可要不醉不归。三少，泰龙怎么对这小子如此恭敬？老猩猩，你还没给我介绍这两位呢，这可不像是你们励志一族的风格呀。这两个都是我孙子的好友，一个学院出来的。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看看。老猩猩跟兄弟我，难道你还要藏着掖着？这小子到底是谁呀？你怎么会带他来参加聚会？牛皋前辈，您好，在下唐三，家父唐昊。什么？老猩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昊天宗难道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要不是那唐昊，我们怎会沦落至此？哎，老犀牛，你冷静点儿。难道没有当初主人的事，武魂殿就会放过昊天宗吗？我也同样恨昊天宗，将我们这些附属宗门当作弃子，但这与唐三有什么关系？老猩猩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早就将他赶出去了。你让他赶快离开，
否则，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那好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们荔枝一族也不用参加这次聚会了。前辈，且慢。牛皋前辈，我为当初昊天宗和父亲给丹蜀四宗族带来的麻烦，向您道歉。我知道，这样的道歉并不能代表什么。我这次来，就是希望能找到弥补四宗族的方法。你们昊天宗解封了？宗门依旧封闭，我只代表我和我的父亲，并不代表昊天宗。哼！不管昊天宗有没有解封，都与我们玉之一族无关。我们过得很好，用不着你补偿什么。再说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又能补偿得了什么？牛皋前辈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留在这里参加这次聚会。机会？当初昊天宗宣布封闭的时候，是否给过我们四宗族机会？当初你父亲与武魂殿争斗的时候，是否想过我们的利益？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啊？混，你给我滚！否则，别怪老夫对你不客气。好强的威压，只是为波及身体这块无法动弹。好你个老犀牛！太丹前辈，让我自己来处理吧。杀神领域，竟能抵挡住我的威压，不愧是唐昊的儿子。好，你想留下也行，我们就在这比试一场。只要你能在我手下坚持1炷香的时间，你不但可以留下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也一笔勾销。此话当真？我老牛是一族之长，难道还会说话不算吗？哎呦，很好，看来今天是不用走了。老星星，你对这小子就这么有信心？这2年我魂力已经达到了84级，他才多大？我说的可是坚持1炷香的时间。老犀牛，别怪当哥哥的没提醒你，唐三的天赋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能让老星星这么说，这小子绝不简单。牛皋前辈，你是长辈，我们这比试就简单一点吧。怎么说？胖子，用你的火在地上画一个圈，稍大些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前辈，我们以此圈为限，在不使用武魂魂技的情况下，我们仅用魂力攻防。若1炷香后我还能留在圈内，您就让我留下，如何？啊，三少，牛爷爷的防御力在大陆上数1数2，况且魂力也比你高不少，这样对你实在不利啊。他怎么年轻人，你很狂啊！在2位前辈面前，晚辈怎敢狂妄？只是不希望伤了和气而已。行，就依你的方法。前辈，请。比赛开始。小子，你先来吧。那好，前辈小心。小子，你耍我吗？三少小心！小子，结束了。将杀气凝聚于丹田爆发，这就是杀神领域的进化技能——杀神突击。好小子，我也不会客气了。这下要完了。
真想要玩了。我这继承魂力的拳头，你别想挡下。蓝衣领域，杀神领域，开！什么？不愧是宗主，竟能想到用主动向前发出的力抵消向后作用的攻击力。太好了！三少都站稳了，怎么还在原地出拳？不对，这小子的出拳方式变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不能让他完成。宗主刚才回拳，并不只是为了抵挡，更是为了分散注意力，好趁机蓄力。乱披风！我快扛不住了！这就是唐昊的儿子吗？乱披风！九归！老犀牛，快用武魂！没办法了。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小子，你赢了。刚才我用了武魂，是我输了。不用等一炷香结束，老夫说话算数。从今以后，我们玉之一族与你父亲还有你之间再没有任何仇恨。是前辈大意了，才让晚辈有时间蓄力去抢。行了，输了就是输了。难道老夫还是不认输的人吗？你这次就留下好了。我看你就像是不认输，你在最强的防御上都输给了人家年轻人，也不表示表示。表示什么？难道还让我带着玉之一族向他臣服不成？那倒不用。不过，最近宗主和我准备成立一个叫唐门的宗门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？去。哼，少来这套！难道你还没上过昊天宗的当？还打算让我们再经历一次浩劫不成？老犀牛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但你知道我为何要加入唐门吗？为什么？我看中的是宗主的实力。你知道5年前那届魂师精英大赛吗？当然，我们宗门中也有几个小子去了，但成绩都不怎么样。这你就不如我了吧？泰隆这小子可是最后冠军队成员之一。行啊，小子，你都这么厉害了，我可听说了，那次的大赛乃是最近几10年来最为经典的一届啊。我只是替补队员，最后的比赛我都没上过场。我们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武魂殿黄金一代，那都是三少厉害啊！哎，我也是主力啊！泰隆，你怎么不夸夸我呀？是，胖子也是主力，他也比我强得多了。走，
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宗主的优秀，连武魂殿也要为之妒忌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可是，不久的将来，恐怕整个魂师界都要重新洗牌，我不得不为族人考虑呀。爸，泰坦伯伯，象甲宗宗主呼延震来了。呼延震，他为何来这里？牛大哥，最近还好吗？托福，不知道天象驾临，有何贵干？这位老哥身板如此健壮，不知道是哪位啊？哦，这是我大哥泰坦。原来是荔枝一族的泰坦老哥。正好，正好，他来了这么多人，干嘛呀？一趟。他带了这么多高手，难道是？你有话直说。好，牛大哥应该已经收到武魂殿的信了，想必也已经知道，如今上三宗名存实亡，武魂殿已颁布法旨，1年后重选7大宗门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瞒老哥，小弟这次想夺他个上三宗之位，所以这才登门拜访，希望能得到大哥的支持。什么？啊？我们2族联手，还有谁的防御能与我们抗衡？只要大哥同意，象甲宗副宗主的位置就是您的。如何？联手，听上去冠冕堂皇，其实恐怕是要吞并玉之一族。难道你忘了，当初是谁逼迫的我们如同丧家之犬？大哥，难道您还看不清武魂殿现在的实力吗？您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？就算我满足不了，还有武魂殿。呼延震，你愿意做武魂殿的走狗，你去做，老子没兴趣。牛狗，我尊你一声大哥是给你面子。7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下场，你没看到吗？当年虽然昊天宗对不起我们丹蜀4宗族，但我们都是依托于昊天宗发展起来的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有本事，你直接来灭了我！这么说，你是给脸不要脸了？想对付我，我劝你还是多调集人马再来。要不是大力神泰坦也在这里，单独对付你一个玉之一族，绰绰有余。好，牛皋，后会有期。希望下次见到你，你还有这样的底气。
这些混蛋究竟想干什么？武魂殿是在威慑。啊！大小宗门中，像牛前辈这样不具强权的又有几个？1年后，只要武魂殿举办的7大宗门重选大会顺利结束，7大宗门就都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了。他看得倒是透彻。我认为，7大宗门争夺战结束之时，武魂殿必定会站在明面上和2大帝国叫板，甚至一旦战争发生，不利的必然是2大帝国。之前老猩猩私下给我介绍了你们唐门那个很厉害的什么诸葛神弩，我能不能看一看？就是他，这能有多大威慑力？你想掩饰？没问题，我们玉之一族的宅邸坚不可摧，你随便试。我的，老犀牛，没想到吧？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。当初7宝琉璃宗幸免于灭门，多亏了上百架这种暗器。那场战斗，那它的确不简单。如果能批量生产，到了真正的战场上，我们与武魂殿还有一拼之力。牛皋前辈，晚辈诚心邀请您加入唐门。我知道前辈您忘不了当初昊天宗的抛弃，我可以向前辈保证，唐门永远不会被昊天宗收编。宗主选择说服的时机恰到好处，呼延震触犯了老犀牛的底线。作为一族之长，他不会不在乎家族存亡的。哎，你我兄弟这些年以来一直分处2大帝国，真的很怀念当年一起天天喝酒吃肉的日子。老犀牛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赌这一把？武魂殿欺人太甚。好，老猩猩，我就一起跟你赌一把。唐三，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。好兄弟，欢迎你加入唐门。牛前辈，欢迎加入唐门。走，喝酒去，喝个痛快。走走走，就跟咱们以前一样，至少喝个1天1夜。说到以前，要是老白鸟和老山羊都在，那就更好了。咱们就喝个3天3夜。既然咱们唐门有前途，不如把老白鸟也拉过来。他那命之一族日子本来就难过。那家伙最讨厌别人叫他老白鸟，你小心他怒火。不过，倒是可以考虑如何算计算计他。他们2个竟然这么快就一起谋划白爷爷了。宗门热闹一点更好嘛。请来，既然都是宗门人，别客气，大家一起喝。对嘛，这才是年轻人应有的豪气。来，再来。哎呦，你们2个家伙有好酒喝，竟然不等我！来，既然都是宗门人，别客气，大家一起喝。前辈，晚辈实在是酒量低微，恐怕只能陪您这一晚。
好，老夫也不逼你。刚才比试输给你，总算让我在这酒桌上找回了面子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家伙有好酒喝，竟然不等我。老白鸟，没想到你也早到了。哎呀，是闵之一族的族长白鹤爷爷，还有他的孙女白沉香。老犀牛，老猩猩，有酒喝也不等我，一会儿你们得自罚3杯。老白鸟，你想喝酒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两位爷爷好。好，我们香香又漂亮了。来，我们进去说话。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呼延震，老犀牛，他来找你的吗？呼延震代表武魂殿来招安我族，我拒绝了，又担心会遭到他们的报复，所以决定举族迁徙到天斗城和老猩猩一起混。老白鸟，我们以后帮不到你了。唉，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恐怕我们闵之一族早就不存在了。惭愧呀！到现在，我们一族仍然……老白鸟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我这小兄弟是铸造界崛起的奇才，他制造了一些武器，我觉得很适合你们一族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啊！他叫诸葛神弩，当初七宝琉璃宗弃灭于灭门，可多亏有上百架这种暗器。对，它威力强横，可破40级以下魂师防御魂技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已经试过了，一点都不夸张。牛爷爷，难道就是他将你家大门洞穿的吗？不错。这么厉害？它的有效杀伤范围是多大？50米以内。的确很适合我们一族，能够弥补我们的攻击劣势。好，这东西我买了，多少钱？我要200个。既然您和泰坦前辈是朋友，那就120个金魂币。好，这里是100个金魂币，剩余的20个等破之一族来了之后给清。前辈，您似乎弄错了，我说的是120个金魂币一个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耍我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前辈息怒，我们唐门做生意，童叟无欺。这一点我可以替他证明，这个价格几乎是成本价了。你如果愿意，可以买上1架用来防身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这架诸葛神弩就送给前辈当做见面礼吧。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收。这样好了，晚辈素来敬仰闵之一族速度惊人，不如我和白姑娘比试一场。如果我赢了，这100金魂币归我；如果我输了，这架诸葛神弩就当作赌注给前辈，如何？你要跟我们一族比速度？好，我和你比，要怎么比？时间一炷香，就在这会客厅内比试。只要你能碰到我身体任何一处，就算你赢；反之，我赢。好，闵之一族白沉香，请赐教。唐门，唐三。唐门？
哎，老白鸟，这个年轻人可不简单呐！他建立了唐门，准备和武魂殿对着干呐！我和老邪曲都入伙了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得先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要开始了哦，请。鬼影离踪，好险！速度竟比想象中还可怕。竟然都躲过去了，脚法灵巧玄奥，难怪会提出比试。不过只有脚法，恐怕还不够。动作好美啊！尖尾羽燕武魂，尖尾羽燕是飞行速度最快的一种鸟类，难怪听说渑之一族走的是全民修炼路线。想想用上武魂了，宗主能赢吗？你看老白鸟的脸色，刚开始还挺轻松的，现在已经沉下来了。哦，所以你说呢？嘿嘿嘿嘿。怎么烧得这么快？第三魂技飞行，没用的，紫极魔瞳是速度的克星。第一魂技幻影，啊，幻影，他竟然还有这个魂技。每次都是看上去要碰到他了，却又被他预知式的瞬间闪开。哇！没想到三哥的蓝银皇右腿表，除了附带技能，还能用来加速的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头晕了。反正三哥赢定了。唐三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嘿嘿，时间到！你耍赖！一炷香的时间哪有那么短？嘿嘿，再给你一炷香，你也碰不到我们三哥一根头发呀，结果还不是一样的。你，他说的对，是我们输了。愿赌服输。白姑娘承让了。哼，有本事我们比远距离速度。够了，人家和我们渑之一族比速度，自然应该选择方式。是你自己修炼不到家，还敢逞强？失败并不可怕，但你必须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。嘿嘿，哎。好疼！哎呦，这姑娘还真有个性。阁下的步伐很是奇妙，这一场我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是晚辈取巧了，纯论速度，无人能与贵宗相比。唉，那又有什么用？单属性四宗族里，就属我们渑之一族最没用。贵宗只是没有合适的施展空间而已。前辈，不如我们再来比上一场。如果前辈输了，我希望前辈能加入到唐门之中。唐门将提供给贵宗全部装备，以及一切必要的资源，并且不会对贵宗进行任何命令式的要求。您看如何？小伙子，你好大的胃口啊！哎，宗主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年轻人有点傲骨没什么，可要是骄傲过了，只能自找苦果。
老白鸟的速度可是无人能及的。如果我输了，愿意免费为贵宗提供全套暗器装备，包括1架诸葛神弩、2套无声袖剑、1架简背花桩弩、1架含沙射影，以及2柄腿弩。宗主，这一套下来，少说也得500金魂币。闵之一族有200多人，那就是10万。前辈意下如何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就和你赌上这一场。如果我输了，闵之一族就加入唐门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将来唐门与武魂殿有什么关联，我们会立刻退出。唐门与武魂殿唯一有可能出现关联的情况，就是将其毁灭。前辈，那我们开始吧，还是1炷香的时间，条件不变。屋子里太窄，我们去外面过招吧。好，请。柔骨兔第1魂骨技能。瞬移，好险！光靠归隐迷踪根本避不开他。哼，瞬间转移，难怪你自信十足，有意思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瞬间转移能够闪几次，小心了！魂骨技能瞬移也大幅增强，仅需消耗少量魂力就能连续使用。这也太快了！三哥不断的改变瞬移的方向，才勉强避开追击。哎，这只是老白鸟武魂增幅下的纯粹速度，如果他使用了魂技，这就是魂斗罗级别的闵之一族速度，自己魔动和精神力释放到了最大程度，也只能勉强跟上他的身影。瞬移了上百次，也不见你的魂力消耗多少。小伙子，你很厉害呀！看来我必须得更认真一点，才能抓到你了。哼，倘赛输定了。倘赛输定了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释放武魂真身，一般会令身体变得更庞大，以承受更多魂力。怎么白老爷子反而缩小了？你懂什么？爷爷这招可是将魂力强行压缩，以爆发极致的速度。唐三，我本不想用武魂真身欺负小辈。
不如展示下你那暗器的功效，看能阻我几分。好，前辈小心。该小心的是你。为器，到底哪个才是本体？每一个分身都可以是本体。哪怕是最强大的封号斗罗，也不可能对上一夜飞身的极致速度。唐三竟然……我三哥真正的厉害之处，你还没见识过呢。紫极魔通，制胜的关键就是要找到本体。你三哥再厉害，那也是他的本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现在！就是你了！什么？全穿过去了？不好！哼，我看你也不过是他的一个跟班吧。随你怎么想，我们兄弟的关系，其实你可以理解的。香香。三哥，白老爷子，只剩半炷香了。唐三，你无路可逃了！10万年魂环。那是什么？这魂技竟然如此诡异，完全碰不到唐三了。我并没有施展魂技，难道是？小五，原来你的灵魂真的一直陪伴着我。白鹤前辈，我认输了。你的第6魂技如此霸道，为什么认输？那是我第6魂技的形态之一。虚无能免疫一切物理攻击，削弱一切能量攻击，但这已经不再是速度的比拼，
是我输了。不，我既然是以第8魂技来增强速度和控制范围，你也可以施展任何招数，避免被触碰，这是公平的。继续下去，输的只会是我。行了，你们也别相互谦虚了。这场比试就算是交个朋友，不分胜负。至于唐门，老白鸟啊，情况我都听他俩说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唐昊的儿子。你和唐门的实力，我今天也见识到了。但是，来吧，老白鸟，你们明之一族不是渴望变强吗？有了咱们唐门的暗器做保证，还怕什么？我明白你们都是好意，但这些年老山羊一直在支援我，我总得顾虑他的想法。以老山羊的脾气和对昊天宗的怨念，恐怕很难认同唐门。前辈，如果破之一族同意加入唐门，你也会带领泯之一族加入？但老山羊可不像他俩那么好说话，我最了解他。他为人孤傲又刚愎自用，若非如此，当初破之一族的损失或许不会那么大。想要说服他，绝非易事。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如果成功了，四宗族就可以团聚了。哎，老山羊恐怕要明天才来。我们今天啊，先喝个痛快啊！来来来，三哥，刚刚那是小五的灵魂，我以后绝不会再使用了。至少我可以肯定，小五一直都和我在一起，这就足够了。只要他还真实的存在，我就一定会将他复活。你呀，再喝一碗。喂，白姑娘，有事吗？今天你也很厉害，我不该说你是唐三的跟班。你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没想到还有美女向我道歉的一天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一般的世家小姐都不会拿正眼瞧我，更不用说给我道歉了。我算什么世家小姐？这么多年，宗门中人生活困窘，只能依靠别的宗族接济。爷爷不得不放下尊严，四处求人。但是我听说，四宗族都拒绝了武魂殿提供的魂师补助。谁要接受他们的恩惠？要不是武魂殿，我们怎么会有今天？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振兴家族，让魂师界看看我们泯之一族的厉害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实力不济，说这种话
还没有自知之明啊？我只是想起了我的几个兄弟。你是说唐三，还有我三哥，还有其他5个朋友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。他们都跟你一样，有目标，也有为了目标奋不顾身的勇气和决心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没什么志向，只要能快乐的活着，不愁吃喝就行。不过，如果是为了我在乎的人，我也能那样奋不顾身。嗯。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哼！今天谢谢你救了我，但这不代表什么。你最好赶快收起你那些花花肠子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！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。前辈过奖了，我只是习惯了早起修炼。小三，私下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？当然可以，您是长辈。其实你的奶奶是我亲姐姐，从辈分上来说，你应该叫我舅爷爷。姐姐死得早，她的几个孩子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也包括你的父亲。舅爷爷，当年的事，我知道，你父亲绝不会只因一时冲动而与武魂殿结下血仇，所以我们从未真正怪过他。但这并不代表老山羊会顾念这份旧情。杨无敌前辈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的实力是我们4位族长之中最强的，无论是老猩猩的力量，老犀牛的防御，还是我的敏捷，都不足以抵挡住他的那个破字。再加上他们的制药术。制药？药？舅爷爷，您的意思是？老山羊痴迷炼药，废寝忘食。你现在的实力与他相差不小，想要说服他，只有从药物上下手。这也算是敏之一族的传家宝了。我一直藏着它，就怕被老山羊看见。你拿上它，或许会有帮助。啊，水晶血龙，天生8品，万年进化。这是5000年的水晶血龙参，再过5000年便可进化为9品。这等仙品药草，世所罕见，是无价之宝。舅爷爷，我不能收。小三，这是舅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。敏之一族的未来，就交付在你手上了。我相信，我不会失望。为了让我获得杨无敌前辈的好感，舅爷爷竟然愿意拿出如此重宝。小五，小五，不是我舍不得给你吃，而是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应该服用的是万年9品参王。水晶血龙参
药效过于霸道，恐怕你难以消受。不，小五。 小五，小五，你的身体可以承受这水晶血龙参的药效吗？看小五刚才的表情，这水晶血龙参对他应该有很大的好处。这样一来，复活的希望就更大了。应该是在吸收药效，小五的选择一定不会有错。 三哥，进来吧。破之一族的人来了，泰坦长老让你过去呢。小五，先委屈你了。三哥，那破之一族的族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，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，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。 别乱说话，咱们先去看看。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看他，这老东西。哎，三哥，那人就是。水晶血龙参已经没了。 要说服四宗族最强族长杨无敌，只能靠实力。嗯，来，老山羊，我给你介绍个小朋友。老猩猩。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小的朋友了？哎，我这小朋友可不是普通人，老山羊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他。老猩猩，这是我们四族聚会，我不希望有外人在。我还有事情要与你们商议。老山羊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？老猩猩能带来的肯定不是外人。 行，你是主人，你都不介意，我介意什么？那就让他在这里吧。老山羊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你这脸色怎么还沉得跟锅底似的？还不是武魂殿那些王八蛋欺人太甚。 那象甲宗竟然来找我，让我加入他们宗门，不然就将我破之一族夷为平地。老猩猩、老犀牛、老白鸟，你们要当我是兄弟，我们就联合起来，组建个宗门，好好和武魂殿拼上一场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单属四宗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 嗯？怎么？你们怕了？我们四宗联手，也有将近1000名魂师，绝不会比下四宗任何一宗差多少。老山羊，你是不是吃亏了？你平时可没这么冲动啊！吃亏？哼，
何止是吃亏？再不行动的话，明年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老山崖，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。如今武魂殿势力嚣张，我们单独一宗，今后恐怕都很难生存。所以这次聚会，就是要商讨下建立宗门的事。哦，那正好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组建宗门，就到星罗帝国首都去。那边武魂殿的势力不太强，我们破之一族也有点积蓄，短时间支持各族生活绝无问题。老山崖，我对星罗帝国那边不看好。啊？为什么？星罗帝国首都我们都不熟悉，也没有人在那里常住过。我和老犀牛、老白鸟都商量过了，准备一起到天斗城去。去你那儿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破之一族的营生都在星罗帝国，如果去了天斗帝国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哎，放心，养活大家不成问题。单凭你们力之一族的经济能力，恐怕也无法养活大家吧。我们准备建立的宗门名叫唐门，这不，我刚要介绍宗主给你认识，你却不肯理会。他做宗主，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哼，老猩猩，我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思跟我说笑啊？老山羊，谁跟你开玩笑？唐三不但是我们唐门的宗主，他还是主人的儿子。啊？什么？他是唐昊的儿子？嗯。哼。哎，老山羊，你干什么？你们都向昊天宗妥协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里没我的位置，我走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。哎，先别冲动，难道你就这么信不过这些老兄弟吗？让我留下也行，先让那个叫唐三的小子滚出去。还有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唐门二字。杨无敌前辈，能否让晚辈说几句话？我发过誓，昊天宗是我永远的敌人，趁我还能忍耐之前滚出这里，不然别怪我令你失衡5步。舅爷爷，麻烦您让开一些，我想看看杨无敌前辈如何能令我失衡5步。哼，连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敢跟我叫嚣了！老白鸟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我会给他留一口气的。打吧打吧，还是用实力说话更合适。杨无敌前辈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哦，你也配和我赌？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几个回合吗？不，我要和杨无敌前辈赌胜负。如果我战胜了前辈，就请前辈答应我一件事；如果我输了，任由前辈处置，如何？哼，好个不知死活的小辈！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和我比胜负。只要你能赢我，别说是一件事，就算是10件100件，连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。嚯，三哥这招真是管用啊！向前辈请教了。无敌82级强攻系战魂斗罗，晚辈唐三66级控制系战魂帝。竟有10万年魂环！
难怪这小子如此嚣张。你的武魂不是昊天锤？前辈会看到我的昊天锤的。啊，这是我的外附魂骨，八蛛魂骨。哦，小三，你究竟还隐藏了多少实力？好强的专注力！这一战，我必须全力以赴。你准备好了？请。第4魂技蓝银囚龙，破之一族强攻击，弱防御。这场胜负的关键就在于用限制破掉其攻势。第1魂技战。好恐怖的气势，身体快动不了了。蓝银皇竟然完全不起作用。瞬移。不能再耗下去了！子母追魂夺命胆，雕虫小技，没用的。小子，你总算让我认真起来了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宝山崖动了真火，他是要将我这会客厅全毁了呀！蓝银霸王枪。连我的最强单体攻击也被破开了，难道真的毫无胜算了吗？只能赌一把了。杀神突击！无敌金身！无敌金身只能维持3秒，我必须。避不开了！先用无敌金身让攻击暂时失效，再利用这个瞬间找到对方薄弱的防御。三哥之事只是死地而后生。宗主，三哥，又是小五。三哥精神力消耗巨大，已经无法压制小五的灵魂。这是什么？又是小五。明明尽力克制了，但凭我现在的精神力，根本无法压制小五灵魂的冲动。
小五怒了，近身八段摔的第一摔就这么狂暴。第8摔，太可怕了！小五，手下留情！还好小五没有完成8段摔的最后一下，1080度凌空旋转爆杀摔，不然他至少要丢半条命啊！小五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他的伤怎么完全好了？得益于蓝银皇右腿骨的第2个技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原来如此，你们俩先去看看老山羊怎么样，宗主这边交给我。小五只如100宝囊是什么意思？前辈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等杨无敌前辈醒来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希望能和他好好谈谈。没事就好，快去休息吧。三哥，门在这边。哦，三哥，我扶你。我还以为小五……是啊，老星星。唐三呐，这小子被破魂枪贯通，如果不好好治疗，会有后遗症的。什么意思？他怎么了？啊？难道他死了？不，我并没有想伤害他。好了，老猩猩、老犀牛，你们就别误导老山羊了。唐三他没事，那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还厉害，伤口竟然能自行愈合。自行愈合？我输的还真彻底呀！那小子提了什么条件？他只是让我转告你，你先休息，稍后再和你谈谈。看来我真的是该休息了。哎，这一战不仅摔掉了老山羊的倔强，也摔破了他的自信。但从某种角度来考虑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这一次我们单属4宗族真的要重聚一堂了。老白鸟，我发现了啊，其实你这个家伙才最狡猾，昨天还装模作样的，其实你听说唐三的身份时就已经愿意了吧？啊！你才装模作样呢！我外孙有本事，我高兴得很。
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外孙呢。我开始有些憧憬唐门的未来了。又是一场梦。三哥，你好点了吗？胖子，什么时候了？已经是晚上了。三哥，吃点东西吧。拓之一族的族长等着你提条件呢。胖子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哦，小五，你终于活过来了。小五，太好了！小五，小五，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？为什么你那么傻，要用献祭来救我？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那一线复活的机会，我已随你而去。小五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激动了。抱疼你了吧，小五，你怎么了？我和大哥仔细思考过，想救小五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一共需要满足3个条件。3个条件。圣魂草、万年9品参王和上古灵兽内丹。看来千年水晶血龙参的功效足以媲美万年9品参王，但还不足以真正复活小五，只能恢复身体。小五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帮你灵魂归体。跟我走，好吗？小五。劳烦各位前辈久等了。他叫小五，是我的爱人。只是他当初为了救我，现在神志已逝，不能向各位前辈行礼，请各位前辈见谅。杨无敌前辈，我想您没有忘记我们上午打的赌吧？当然，我杨无敌说话算数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是希望前辈能够收下晚辈的一件礼物。好，拿来。老白娘，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背着我？幽香绮罗仙品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小三，我给你的那株水晶血龙参呢？舅爷爷，他被小五吃掉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肯将它送给我？领悟则主，他跟着您，应该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。晚辈也对药物有些研究，希望今后能够聆听前辈的教诲。以后老夫就跟你干了，你怎么不早拿出来？我也不至于和你打一场丢人现眼了。
我找了他一辈子，没想到会这样得到幽香绮罗仙品呐！有了你，今后还有什么我不敢制造的毒药呢？这东西难道比我那株水晶血龙参还有价值？好你个老白鸟！原来你真的背着我跟你外孙合谋。哎，算了，不提了。你的水晶血龙参或许价值更高，但对我来说，幽香绮罗仙品是无价的。有了它，我在炼制任何药物的时候都不需要担心会中毒。它的香味还能令不少药物产生异变，让我用命来换我都肯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此一来，竟两全其美了。这么说，你肯和我们一起加入唐门了？肯了，肯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回去，带族人到你那里混吃混喝。完了，老山羊让这么朵花给弄疯了。唐三，真有你的！还叫唐三吗？我们现在可都是唐门的一员了。各位前辈都是我的长辈，以后也都是唐门中的长老，是不能再叫唐三了。不如各位前辈称呼我为小三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，让呼延震那老混蛋想报复都找不到对象啊！哎呀，到史莱克学院了。终于到家了。哎，三哥，你现在编辫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嘛？小五对我太依赖，没办法假手于人。走，快回去看看老师他们。他们要是知道小五复活了，一定非常高兴。三哥，泰坦长老说建设唐门大概需要3个月，我们这3个月是不是好好放松一下，出去玩玩？可以啊，你先把魂力修炼到60级，然后我陪你到魂兽森林去玩。除了小五以外，现在就你还没到60级了。我和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都成双成对的，心无旁骛。要不你帮我也来个五皇2次觉醒，有你一半帅就行。努力修炼，变得更强，难道还怕没有欣赏你、喜欢你的姑娘吗？三哥说的对，我一定努力修炼，争取得到白姑娘的芳心。白姑娘？都中午了，大家应该都下课了，怎么人这么少？怎么是他们？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都是老熟人啊！怎么，当初输给我们不服气，今天特意来砸场子的？哼，我们4元素学院受天斗帝国皇室邀请，将迁址到天斗城，今天就是来打个招呼。哼，你们分明是打伤了看守的学员，硬闯进来的。不服气的话，调史莱克七怪出来再打一场。可惜呀，戴沐白和朱竹清身在星罗，唐三也不知所踪。你还对我三哥念念不忘呢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啸天早就在一起了。倒是你，小五，唐三对你那么好，
你怎么能背叛他，选个小白脸呢？风兄，好久不见。阁下是？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难怪各位不认识我了。我是唐三。什么？也是，小五和你的感情我们都有目共睹。小五这是？小五。小三，小五他，身体恢复成了人形，但还是没有灵魂，只有一些本能的反应。三哥，你别难过，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。各位此来，到底有何贵干？实不相瞒，史莱克学院号称天斗第一学院，占地广大，我们也想搬进来。这次就是来谈判的。可惜弗兰德院长他们都不在。谈判？你们连番挑衅，就是为了引我们出来吧？没错，我们是想看看你们实力进步如何，同时也希望通过你们与贵学院商议，购买土地及拟态修炼地。我们地方虽大，但要是你们4所学院一起进驻，恐怕也容不下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去天斗皇家学院？我们可不想被那些纨绔子弟影响到学院的风气。说的好听，想的更美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愿意被我们学院吞并，我们也没什么意见。死胖子，你！唐三，5年前我输给了你，今天我们代表各自的学院，再赌一次如何？风兄，你能做主？4元素学院合并之后，啸天被破格任命为副院长。这次谈判可以全权代表学院。啊！不如这样，我来单独领教3位的绝学。如果我输了，任凭处置；如果我赢了，就请各位不要再打我们学院的主意。你对自己这么有信心？这么嚣张？啸天，答应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，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。风啸天他们实力相当出众，又在一起配合多年，小三准备怎么应付啊？哎，放心交给三哥吧。小五，你和蓉蓉待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来，小五。哎，快过来！5年前的魂师大赛上，唐三制造了太多奇迹，我们不能再次成为他创造奇迹的对象。54级控制系战魂王，53级强攻系战魂王，61级敏攻系战魂帝。请指教。原来风兄你是魂帝级别，难怪能成为副院长。你打算现在就认输吗？还不亮出你的武魂？
66级控制系战魂地，请。第3魂技，暴龙之怒。他的蓝银草比从前更坚韧了，快！第5魂技，风卷风刃，火焰流星。封住火势，火尽风力。看来他们又研究出了新的双人融合技。没用的，三哥的蓝银环可以火免。什么？唐三，你能免疫火，却无法躲避风，正面迎战吧。正有此意。杀神突击！小天，小天，你怎么样？无法躲避，就让风停下来。好一个唐三，看来必须有那招了。第5魂技，幻化火龙。又是第5魂技，不惜消耗大量魂力。他们是想第3魂技，疾风双翼。这是疾风魔牢36手斩。原来你们是想为他的蓄力拖延时间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吗？第4魂技，蓝银突击阵。该死，这招有眩晕效果。第5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小天，当心！34、35，他的蓄力要完成了。唐三，速度更快了。唐三，我这招早已进化了，现在叫做疾风魔狼54连斩。三哥。41、42，好，双翼的战士好像被封锁了。这翼呢？这一次我绝不能输。小天。还要继续吗？还是你想和我的乱披风锤法再比一比？3对1，还是输了。史莱克万岁！史莱克必胜！唐三，我努力修炼了5年，还是没能超越你。看来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小天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5年而已，我们可以再去修炼10年、20年，无论你要去哪里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如果小舞能够恢复正常，我不要这一身修为又如何？魂师的实力固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他更重要。
唐三，关于签校的事，可否再考虑详谈？哎，你们赌约都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风兄，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你们之所以签校，是因为武魂殿的缘故吧？唐三，和你打交道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没错，武魂殿那帮混蛋一直想要吞并我们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到天斗城。从你们今天的表现来看，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主导地位。我怕将来双方会产生矛盾，毕竟你们的学员数量众多，整体实力也在史莱克学院之上。我们只是……看来我们与史莱克学院是无缘了。将来对抗武魂殿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我们。告辞。哎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等老师他们回来定夺吗？4元素学院未来或许是我们的盟友，但目前来看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必须要掌握主导地位。这些事情等院长回来自有定夺。哎，那4元素学院都要被剥层皮喽。那是论压榨啊，不，论经济头脑，谁能比得上我们院长呢？我去！这次你们真没白去，一下子咱们唐门就有上千名魂师，看来用不了多久，人数就能超过我们七宝琉璃宗了。唐门以单属4宗族为根基，除非是绝对信得过的魂师，否则绝不招新人。而且一切事宜，除了我们自己人和宁叔叔以外，都要保密。唐门暂时还悬挂励志一族的牌匾。哎，小三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啊？等老师他们都回来了再说吧。史莱克学院也是我们的家，总不能再让人上门欺负了。哼，回头我把骨头爷爷请过来，看谁还敢来闹事。蓉蓉，如果你真的请古斗罗前辈来给学院镇场面，那我们倒是可以趁此机会出此远门。这次可少不了你这唐门财神。没问题，爸爸已经将第一笔资助唐门的资金给我了。三哥，那我们去哪里呀？我们唐门制造暗器需要大量的金属，普通的金属励志一族不缺，但稀有金属却很匮乏。我和泰坦长老商议，要尽快去一次金属之都更新城。哎，泰坦长老这一路上都念叨着暗器呢。距离7大宗门重选大会开始只剩不到1年时间了，我们必须要制作出一批成品，到时候才有力量与武魂殿抗衡。这次说什么也要给他们制造点麻烦。哎，蓉蓉，你干什么去？当然是回去搬救兵啊！骨头爷爷来了，我们好走啊！对了，小奥，我们走这些天，天斗城没什么变化吧？天斗城至少表面上还算平静，只不过听宁叔叔说，现在皇室内部的情况很紧张，雪夜大帝重病缠身，令所有御医束手无策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要变天了。蓉蓉，如果你真的请古斗罗前辈来给学院镇场面，那我们倒是可以趁此机会出此远门。距离7大宗门重选大会开始只剩不到1年时间了，我们必须要制作出一批成品，到时候才有力量与武魂殿抗衡。我们唐门制造暗器需要大量的金属，普通的金属励志一族不缺，但稀有金属却很匮乏。我和泰坦长老商议，要尽快去一次金属之都更新城。哎，有老犀牛在真好啊！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都交给他，我这次可是要当甩手掌柜了。有牛皋前辈负责建设唐门，您才能放心呢。换个人的话，恐怕你还舍不得交给他呢。这倒是，在建筑方面，恐怕整个大陆也找不出比老犀牛更强的了。有他在，说不定等我们回来，唐门就建设的差不多了。小五，小五，我们到了。
真的来对地方了。更新城是拥有铁匠铺和铁匠最多的城市，有很多其他城市的铁匠专门到这里来进行铁匠考核。如果能通过高级铁匠考核，就能够留在这里。虽然铁匠并不受两大帝国重视，但军队的武器装备、农具、建筑、家具都需要铁匠的参与。越是高级的铁匠铸造的东西，就越值钱。太太长老，铁匠也分等级的吗？铁匠一般来说分为7个等级，由低到高，分别是初级铁匠、中级铁匠、高级铁匠、铁匠师、铁匠大师、铁匠宗师和神匠。哎，那您是什么级别的铁匠？问，这还用问吗？泰坦长老身为铁匠协会副会长，当然是神将了。长老，大陆上一共有几位神将级铁匠？3位。当今铁匠协会的会长，我，还有你父亲。你也别想太多了。主人有你这么个好儿子继承他的衣钵，他也可以安心的隐居。宗主，有机会带我去见见他吧。当今铁匠协会会长、神将之王楼高再传弟子，亲手打造辉煌亮银铠，只此一剑，有老楼的再传弟子也需要沿街叫卖吗？楼高，楼高就是铁匠协会会长，说他是神将之王也没什么错。你父亲隐退，在铸造方面，我算是和他平分秋色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可是神将之王楼高再传弟子亲手打造的辉煌亮银铠啊！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只此一剑，有会出手了！各位上眼瞧一瞧，这个可是楼高再传弟子亲手打造的。这辉煌亮银铠，这铠甲看似坚硬，但每一片甲叶都很薄，根本就起不到防御效果。老家伙，你说谁是垃圾啊？我说那件铠甲是垃圾，铸造铠甲的铁匠也是。老家伙，我老师可是当今铁匠协会会长楼高前辈的再传弟子，你敢说我老师铸造的铠甲是垃圾，就是对我们神将一脉的侮辱！哎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了。好，那我就说清楚给你听。别说你那什么老师，就算是楼高在这里，说这铠甲是他打造的，我也一样是垃圾2字封错。这人说的不对吧？对，我合着有问题啊！对呀，你们不服气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说给你们听。这套铠甲乃是用锁子连环甲方法打造而成，你们可以仔细看看。这每块甲片的大小都有细微的区别，表面看上去倒是光鲜，可实际上本身质地却很薄。还亮银铠，这用钢铁打磨出来的甲片上镀了一层银，比纸糊的也强不了多少。哎，我这套铠甲本身就是为了装饰用的，又不是为了上战场。每一片甲叶打造的薄才见功力，哎，这样重量轻，穿起来才不会累。装饰品，你懂什么叫装饰品吗？啊，那甲片大小不一样，你怎么说？这叫不和谐的美。是我
我师祖楼高神将教导的，你懂什么啊你？楼高确实打造过一件辉煌亮云铠，不过你这仿造的也太离谱了。楼高铸造的辉煌亮云铠，铠甲甲叶乃是用纯银经过提炼，化为银晶打造而成。甲叶虽薄，但防御力却相当强悍。虽说是装饰品，但实用性同样很强。说你是垃圾，都是抬举你了。哎呀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是个骗子，这种人简直侮辱了我们铁匠的名声。教练，一定要给他点教训。你让你以后不要再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了，否则你休想在更新城继续混下去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呀呀！是谁在这里闹事？那个，就是他！我正卖我的最新作品，这老家伙前来捣乱，不但指证我新出造的铠甲，还出言侮辱楼高神将。快把他抓起来！哦，难怪敢打着楼高的名头乱来，原来还是有点背景的。带走。泰坦大人，真的是你！欢迎回来，我是斯隆，好小子，越来越壮实了。斯隆大人竟然给他行礼，难道他是三大神将其中一个？哇，没想到啊，泰坦前辈在这金属之都，竟然有如此地位。这下想低调恐怕都不行了。那个行骗的家伙真的是楼高的弟子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应该是被武魂殿收买，想抹黑我老师楼高大人的。迈尔斯主教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敢在武魂殿主殿的地盘上闹事，我看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给我盯紧点儿。是。你们现在也被武魂殿欺压？何止是欺压，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这些年你们不容易，宗主，我们还是上马车吧。等见过楼高之后，我再陪你好好在更新城中转转。啊，宗主，能让泰坦大人这样称呼的人，一定不同寻常。难道泰坦大人是陪他来更新城买东西的？到了，各位请下车。哦，这里就是铁匠协会总会。
多年不见，还是老样子。走，去见见老朋友。总会分为5层，第1层是交易区。相对来说，在总会价格会比外面高一点，但所有物品都经过协会鉴定，绝对有保证。2层是高级交易区，能够在这里开店的都是有一定底蕴的。这里卖的东西要比1层柜台的东西高级很多。3层是铁匠注册考核区，注册考核都是常规流程，没什么好参观的。4楼是贵宾区，也是拍卖区，白天不在拍卖时间段，所以没开放。明晚就有一场拍卖会，会开放。那好，我们明天晚上再来。宗主，那我们直接上5楼去见楼高吧。好。这里第5层是铁匠协会的办公区。这5楼就是专属于高等级铁匠的私密铸造区。每一名宗师级以上的铁匠在这里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不知道楼高这老家伙最近在研究些什么？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谁都不许来打扰我！老师，是我，对不起打扰您了。但是，泰坦副会长来了。泰坦？你这老东西还活着！楼高，你这死胖子比我还大好几岁，你都活得好好的，我怎么可能死呢？这就是天下第1的神将。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老东西。三哥，你父亲也是天下3大神将之一，难道也是这个样子？哎呀，你这老东西来得正好啊！快来，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。我琢磨了很多天呐，研究出这东西的人真是个天才。给你看看这个，竟然是一整座玄铁打造的铸造炉。没见过吧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从武魂殿手里弄来的，说不定我们铁匠以后的地位能靠它翻身呢。不过在拆除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弄坏了点零件，制造出这东西的，绝对是个天才呀！泰坦，你看傻了？怎么不吭声啊？这些图纸上的东西，竟与诸葛神弩有极高的相似度，难道？不愧是天下第1的神将，楼高前辈，这叫诸葛神弩。您说的那个天才制造者，恐怕就是在下。你小子哪儿来的？说什么呢？你，这，太好了！楼高前辈，
您这是干什么？小子，你躲什么呀？过来！告诉我，怎么能让他恢复原样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研究出他的？这架诸葛神弩是我当初卖给七宝琉璃宗的。看来当初武魂殿突袭七宝琉璃宗，顺便劫掠了不少诸葛神弩。我在诸葛神弩内专门做了防拆卸装置，一旦有人拆动，就会触动里面的机皇，令内部最关键的部位损坏，以防外人模仿。我刚看了您的图纸，虽然已经很接近正确设计，但没有这最关键的部位，只能是个空壳子。哦，那如何才能修好它？前辈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，我不能帮您。什么？臭小子！你是泰坦的徒子徒孙吧？老夫可是铁匠协会的会长。前辈，您是神将，我要是在您面前把诸葛神弩恢复了，那其中的秘密，您不就都看到了吗？这可是属于我们唐门的秘密。唐门是什么？小子，你很嚣张啊！哎，泰坦，你也不管管？哎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位可不是我的徒子徒孙，而是我们宗门的宗主。我已经加入唐门了。哦，泰坦，你力之一族的族长，就算做不下去了，也可以回铁匠协会呀。哎呀，老哥哥，其实换了你是我，也一定会加入唐门的。这诸葛神弩虽然不错，但在我们唐门中，还只是普通的暗器而已。对了，这种武器被我们统称为暗器。非本门核心弟子，我们是不会透露秘密的。这好办呐，那我也加入唐门算了。以我的铸造手艺，成为核心弟子没问题吧？子龙，滚过来！老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铁匠协会的会长了。老师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我的那些作品就都留给你们师兄弟了。以后我不在铁匠协会，你们要齐心协力。要是有处理不了的事，就派人去力之一族找泰坦。这恐怕是史上最简单的交接仪式了。啊，老高，你不是当真的吧？哼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老子非要加入这唐门不可！小子，你敢收不敢收？敢，当然敢。前辈愿意加入唐门，今后就和泰坦前辈一样，都是唐门长老身份。那我是不是能知道这诸葛神弩的制造方法了？啊？放心，我不外传。哼，在唐门的时候我不泄露，难道等我学会了，我还不能退出唐门吗？诸葛神弩怎么能配得上前辈？只有本门最顶尖的暗器交给您来制作，才符合前辈的身份。还有顶尖暗器！一旦制作成功，您就是开创了先河，这些绝世暗器上都将铭刻着您的名字。绝世暗器呀！前辈，您先研究这张图纸吧。好，好啊！四龙，那个其他事儿都交给你了。是，老师。前辈，那我们先去买东西了。去吧，去吧。
宗主能得楼高，简直是如虎添翼。楼高前辈虽然狡猾了些，但却极有可能成为唐门的一大助力。暴雨梨花针、孔雀翎和佛怒唐莲都有希望重现了。我先请各位吃顿午饭，再挑选金属如何？还是你懂事，我这里有份单子，辛苦你帮我采购了。泰坦副会长，没弄错吧？铁金10吨，纯银5吨，钨钢5吨。我还从未听说过谁买这些贵重金属是论吨的。别忘了给我们打折就好。哎呦，司龙大宗师，您来了。老地方吧？对不起，司龙大宗师，今天那个房间已经被人订了，给您换另一间包房吧。今天我要宴请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包间被我们定下来了，啊，惹不起我们。司龙大宗师，你也知道，迈尔斯可是武魂殿的主教，权势滔天的土皇帝，我们都得罪不起啊。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听说他跟铁匠协会总会一直不对付，难道这次又来找茬？小声点，小声点。原来是迈尔斯主教。司龙大宗师，要不要我们把包间让给你们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可怜你也有70多级的修为，却是个无用的气魂师。司龙啊，只要你能说服楼高，让你们铁匠协会并入我们武魂殿，我就把包间让给你。迈尔斯，旁边就是铁匠协会总会，你仗势欺人也得看时候。那又如何？就算是城主见到我，也要客气几分。司龙，你是从哪里拐来的2位姑娘啊？老狗不挡道，滚开！长得真漂亮啊！哎呦！你这欺男霸女的人渣！魂斗罗级别以上的强者，他是……长老令！还不快滚！走。等等，三哥说的是滚出去。哦。还不带路！各位贵客，快请，快请！武魂殿的长老令，那群人什么来头？请。
你们是武魂殿的人？放心吧，我们和武魂殿只有绝对的敌对关系。那长老令，这是我老师意外获得的。临行前，他特意把令牌交付于我，方便我们在大路上行走。当时应该追出去，狠狠教训一下这群嚣张的混蛋。你要是动手了，武魂殿会将这笔账记在铁匠协会身上，到时候协会就会有大麻烦了。司龙前辈，我看铁匠协会与武魂殿的关系似乎很僵。在武魂殿看来，我们铁匠协会就是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但迈尔斯那个混蛋，想收编铁匠协会来捞外快，屡次派人来闹事，已经打伤我们不少人了。更新城的武魂主殿在哪里？就在城东。迈尔斯今日受辱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胖子，稍后你去监视他们的动向，但千万记住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司龙前辈，请您尽快准备好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明天铁匠协会的拍卖会，也请安排我们参加。小奥、蓉蓉，还有2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交予你们。泰坦叔叔，你们究竟给了老师什么东西啊？这2天老师不吃不睡的研究那张图纸，痴迷的不行。坦白说，老师一个人离开我实在不放心。我和四弟商量过了，派2名宗师级铁匠去照顾老师。宗师级与神将也就是一线之隔，有了他们，再加上楼高这个神将，咱们唐门真可谓如虎添翼呀！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善待几位前辈的。我们回来啦，三哥，我们这次可是满载而归哦。这是半金发金，纯度比我之前得到的那块还高。这就是龙须针吧？这块钣金至少能制作上千枚龙须针了。好重的寒气。宁小姐，能让我鉴定一下吗？司龙的武魂是金刚凿，最擅长的就是对各种矿石甄别和精巧物件的铸造。他至少得了楼高80真传，在铸造界地位极高。力度极大，没有半分杂质。寒心铁金，真的是寒心铁金？又见面了，寒铁铁母，不，寒心铁金。有了它，我便能再一次亲手做出唐门独一无二的绝世暗器。这是大楼上最为坚硬的金属，整个更新城也找不出超过5公斤的。
而这块足有数百公斤，价格是天文数字。我只花了不到1个金魂币，还有那块钣金也只花了1个金魂币。宁小姐，你能否告诉我这些矿石都是如何找到的？哈哈，拥有7宝琉璃塔武魂的魂师，有着极强的鉴宝能力。蓉蓉的鉴宝能力甚至要超过宁宗主。他买的这些矿石被混在一堆精铁之中，老板根本认不出。还有这个，接着，这是老板送的。我感觉这块石头的价值好像才是最高的。不会这么巧吧？好强韧！如果说寒心铁晶是最坚硬的金属，那么这块金属就是最坚韧的。品质甚至在寒星铁晶之上。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奇特的金属。蓉蓉，这次你可真是捡到大宝贝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深海沉银的银母。这么说，暴雨梨花真可以？不好说。它实在是太坚韧了，而且不会被任何火焰所融化，只能依靠活生生的锤炼。无论是您还是我，或是楼高大师，现在都没有这种能力。恐怕也只有当年的主人才可以了。孔雀翎、暴雨梨花阵、伏怒唐莲，我们终于又要见面了吗？如果能够成功制作出这3种暗器，哪怕是武魂殿，或许我真的有办法。不过这件事得之后再办了。真羡慕老师，作为一名神将，能用神铁来锻造，该有多幸福！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各位，请。东西需要极硬极韧的材料才能打造吧？前辈果然好眼力，我们已经搜集到了合适的金属。回到唐门之后，还要仰仗前辈的神技。或许这是另一条改变铁匠地位的道路。我定要做出几件传世珍品，让武魂殿那些家伙看看，铁匠也可以和他们达到同样的高度。我相信您会成功的。欢迎各位贵宾光临，在下司敌，楼高神将的弟子之一。今日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下面进去，拍下来，一定是拿下。好嘞。这是今天的第1件拍卖品，一块纯度高达90%、重231公斤的黑纹铁。这个厉害了，是吗？黑纹铁又称为玄铁，以它作为合金材料，可以大幅提升其他金属的强韧程度。这么大块的玄铁，品质又极高，真是世所罕见的珍品呢。
它的底价是2万金魂币，每次加价最低100。现在各位可以出价了，23000金魂币。这位贵宾出价23000金魂币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24000、25000、26000、27000。3万。3万金魂币1次，3万金魂币2次，4万。这个人是4万金魂币1次，4万金魂币2次，4万金魂币3次，成交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一块纯度极高的精金，重量为50公斤，也是难得的佳品。起拍价为1万金魂币。3万。啊，这谁呀？什么人出手如此阔绰？他不会是专门来捣乱的吧？哼，他是武魂殿的主教迈尔斯。啊，怪不得他毫无负担的高价竞拍，因为他根本不会付钱，只需以武魂殿的名义做担保，然后拖延到铁匠协会妥协。那个混蛋！前辈稍安勿躁，蓉蓉，接下来只需竞拍珍稀金属，但是迈尔斯出手时，别跟他争。成交。成交！成交！成交！今天的拍品几乎都被这两人瓜分了吧？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2件拍品，他们的制造者正是我的老师，铁匠协会会长楼高神将。爸，楼高神将已经很久没出作品了，这2件是绝对的宝物啊！它叫做八宝如意软甲，强韧程度可以承受强攻系魂师的第6魂技。它虽然是用金属制成，本身却极具弹性。最为神奇的是，它是用8种不同金属，按照特殊配比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可延展记忆金属。目前只有楼高神将能提炼。去吧。拥有弹性的金属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他研究了整整10年，找了众多稀有金属反复试验，真的研究成功了。看来我还是比不上他。我以生命和灵魂向各位保证，这绝对是一件神器，底价20万金魂币1件。现在大家可以出价了。这种神器，一件我自己留着提高实力，另一件进贡给教皇冕下。2件我都要了，一共100万金魂币。我想不需要再拍卖下去了吧？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者？好，100万金魂币，成交。今日的拍卖会到此结束，请各位来宾退场。刚才那个竞拍者是迈尔斯，
他说回去筹钱就直接走了，不会是要赖账吧？放点少喝了，我跟你讲。再来点儿，怎么能喝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给灌倒。哎，你看，跑！不好了，三哥，我按你说的去监视，却发现迈尔斯正集结人马呢，说是要血洗协会，杀人夺宝。该死！他还惦记着师父的其他宝贝不成，又无法收编我们，索性……放心吧，老伙计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抢走你的宝贝。泰坦，我知道你的实力，可你能帮我抵挡一次，却不能永远抵挡下去。主教大人，我们去抢夺铁匠协会的东西，会不会有麻烦啊？哼，别忘了，我们隶属于神圣的武魂殿，铁匠协会的东西提供给我们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他们拒绝加入我们，必须受到教训。前辈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啊，小子，你是想月黑风高，杀人夜。
虽然没有意识，但依旧能感觉到我身上的血腥气，本能的远离。一夜之间连人带武魂主殿被彻底毁灭，这种事在整个斗罗大陆还从未发生过。哼，这叫替天行道。只是三哥，我从武魂主殿带回来的财物，为什么要交给铁匠协会啊？那都是更新成的民脂民膏，让他们还给民间才好。而且正因此，铁匠协会才答应将昨晚的拍品都以50%的价格卖给我们，包括那2件神器。蓉蓉，让我们也欣赏一下那东西的防御力有多强。四弟大师说，这软甲能经受60级以下魂师任何形式的正面攻击。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小奥，这件男士的你穿着吧。三哥，小五现在的情况比我更适合，而且罗高前辈答应以后还替我们制作这种软甲，到时我再向他要一件就是了。现在该叫楼高长老了，他可是咱们唐门的人。楼高长老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宗主，你上次说搜集到的能够制造暴雨梨花针的金属是什么？是寒心铁晶吗？我和太太研究过了，要制作暴雨梨花针，起码要2公斤寒心铁晶。但整个更新城也找不出这么多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那些矿石混在晶铁中，老板没认出。而拥有7宝琉璃塔武魂的魂师，恰恰有着极强的鉴宝能力。但要制作暴雨梨花针，寒心铁晶硬度足够，韧性却不足，不如用深海沉银银母。哦，宗主，我现在有60%以上的把握能够将这件绝世暗器制造出来。前辈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深海沉银银母不会被任何火焰所融化，只能依靠活生生的锤炼。而以我们现有的能力，很难对它进行铸造。恐怕也只有当年的主人才可以了。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吧，楼高长老。我会帮您找到一位合适的合作者。有了寒心铁晶，我便能再次做出唐门独一无二的绝世暗器——佛怒唐莲。若楼高长老还能铸造出暴雨梨花针，那这2件暗器的存在，将给唐门增加一个重重的砝码。距离7宗重选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唐门的发展必须加快了。宗主，3位长老如何知道我们回来了？宗主，别忘了我们闽之一族的特长。现在天斗城内都有我的族人进行监察，
城内变化也会第一时间传回宗门。什么这族那族的，以后我们都是唐门的。唐门已正式成立，再出现宗族称号，确实不妥。此次前往更新城，收获颇丰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请回了一位神将级的前辈。这位是楼高长老，曾担任铁匠协会会长之职，如今也是唐门的长老。宗主，咱们边走边聊。来，你也看看我们这段时间的成绩。想不到老犀牛你已经把宗门建成了。唐门目前的建设情况可容纳1500人的数量，而随着宗门的发展，还能再扩大。宗主，目前唐门建筑主要分为5个区域，东南西北分别是4族驻地，中央拱卫宗主府。所有建筑除了进行加固处理，还加了发射暗器的地方。一旦宗门遇袭，所有魂师可随时进入作战位置。玉之一族不愧是建筑界的翘楚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。唉，可惜没对外墙进行大规模改建，不然我有把握将唐门建设成一座堡垒。牛高长老，您做得非常好了，只是当今魂师界的形势，暂不必对外宣扬唐门。单属性4宗族都是唐门的基石，今后还要仰仗各位长老共同努力，令唐门发扬光大。哎，宗主，你不用对我们客气，唐门今后如何发展，还是要你来领路。我有个提议，希望与各位长老商量一下。我想将单属性4宗族盖下称号，同时也为长老们安排具体职能。宗主，请说的具体一点。我的计划是将单属性4宗族改为4堂，由各位长老担任各堂堂主。破之一族更名为药堂，负责炼药兼本门防御；力堂主暗器铸造；玉堂掌堂门防御及建筑；敏堂专攻情报和侦查。楼高长老负责唐门所有尖端暗器的制作。我相信，未来唐门出产的暗器中，凡是带有楼高2字的，都是神器级别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增设对外战斗的5堂，由马红俊负责。后勤和财务分别交由奥斯卡和宁荣荣。最后，我想是该告诉各位长老他的身份了。小五，我的爱人，他和我的母亲一样，都是10万年魂兽。他为了救我，选择了献祭，幸得2大仙品的帮助，他才能再次成为人类。但他的灵魂，却随着献祭与我的第6魂环融为了一体。在场除小五以外的各位组成议事堂，凡是本门大事，我们共同商议，投票表决，每人1票。各位长老有什么意见？宗主的安排很系统，我唯一的意见就是觉得宗主你的权力实在太小了。我建议，宗主的投票权变成2票，就算加上小五姑娘的1票吧。同时，宗主拥有1票否决权。现在整体构架和分工都明确了，宗门很快就能运转。到时候，
武魂殿就算发现了唐门的存在，也无法轻易出手。说到武魂殿，宗主，我们的人发现最近城内突然来了至少1000名魂师，这么多，看来城内将有大事发生。这样吧，小奥，你和蓉蓉先回七宝琉璃宗去看看宁叔叔，我和胖子走一趟学院。更新城，唐三，吩咐下去，计划提前。那些骑兵中并无贵族装束的人，为何敢在街上奔行？难道他们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？胖子，我们走快点，先去学院看看情况。是，你说的是。学长好帅。福老大，你又撂挑子了。今年学员这么少，你这家伙都不管？不是我不想管。武魂殿最近整合了大量高级魂师学院，年轻魂师大多加入了那边。要不是我们史莱克学院还算有点名声，恐怕情况会更差。魂师在学院学习后，总要寻找出路。红俊、小三，你们回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商量关于魂师的事情。你们的唐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？现在已是万事俱备，宗门马上可以开始运转了。接下来，等我们生产的暗器具有一定规模和存量后，宗门就算是站稳脚跟了。今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学院帮助的，就尽管说。半个月后就是毕业考试，届时我会挑选出实力与人品俱佳的一批学员交给你，加入唐门。希望你的唐门今后能够成为魂师的新出路。原来老师早就在为帮助我们而准备着，老师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院长，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史莱克学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4元素学院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咱们史莱克学院一切都好。4元素学院也正式并入我们学院了。如今只论实力的话，史莱克学院绝对称得上大陆第一。啊？什么？4元素学院并入了史莱克学院？4元素学院根本不足为惧，难道还指望他和我们在天斗城分一杯羹吗？那也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你这个奸商。
先生去和人界学院谈条件，还会吃亏吗？4元素学院是被古斗罗和毒斗罗吓到了。2大封号斗罗坐镇，不怕他们不妥协。独孤博前辈来过。他是来找你的，好像挺急的。大概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，没待多久就匆匆离开了。有什么事情能让老怪物这么着急？难道是？不久前，血腥亲王找我为雪夜大帝诊治，我发现雪夜大帝中了一种混毒，诱因来自于食物中的一种香料，而这种香料，皇宫中只有雪清河一人在用。宁家那小丫头说小怪物回来了，布兰德，我在你这里吗？小怪物，雪夜大帝要不行了。什么？老怪物，上次你不是对我说雪夜大帝中的毒已经被控制住了吗？当时确实是被我控制住了，可谁知道，不久前雪夜大帝突然再次毒发，而且这次发作的更加猛烈。你是怎么解的？我用碧鳞蛇皇之毒，采取以毒攻毒之法，将混毒中和，再用药物慢慢调理。可每次中和之后，没过多久又会产生新的剧毒。我仔细计算过，等到第7次中和之后，一旦毒发，就会立刻要了他的命。那你已经用了几次？用了6次，而他体内毒发的时间也在缩短。如果雪夜大帝中的不是简单的混毒，而是多重混毒，那就麻烦了。赶快跟我到皇宫走一趟。如果你也没有办法，那天斗帝国就真的要变天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找一个人，带他一起去。怎么，你还认识一个擅长用毒的人？走吧，路上再说。老师、院长，我们先告辞了。胖子，你留在这里等蓉蓉和小奥。如果天斗帝国真的变天，那我们的计划恐怕也要发生变化了。你们方才所说的种种症状，正是多重混毒发作的迹象。如果找不到具体的源头，就无法对症下药。看来此人对毒的研究功力居有在我之下。可有方法解毒？只要找到毒源，我就有一定的把握。太好了。让开！我们有紧急要事要觐见陛下。陛下已经休息了，
太子殿下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宫打扰，违令者杀无赦。你没看到我手中的金牌吗？这是太子的金牌，怎么会？事情有变，太子改变了主意，快放我们进去。你见过这些皇室侍卫吗？没有。老师并未向我提及皇室魂师调动之事，恐怕整个皇宫已经被血清河封锁了。能让老怪物如此忌惮，看来这人的魂力等级都在老怪物之上。原来唐寅就是唐三，在月轩时我竟然看走眼了。唐三兄弟，你来了，为什么不直接让人通知我呀？我接你进来多好，雪珂还一直念叨你呢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你好。太子殿下美意，唐三心领了。此番前来是受独孤博前辈邀请，替陛下诊治，不知能否让我们先进去为陛下治疗呢？家父之事就不劳贤弟了，贤弟好不容易入宫一次，不如让为兄做东，我们好好谈谈。看来守在这里的应该全是武魂殿的人了吧？太子殿下。唐三，你胡说什么？此地乃我天斗帝国皇宫禁地，怎么可能有武魂殿的人？太子殿下，你还是露出了破绽。你身边这两位都是封号斗罗吧？为什么他们不去保护雪夜大帝，却围着你转呢？况且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都屈指可数，除了武魂殿，谁还会有这样的实力？第二，你将皇宫侍卫全部替换成魂师，真的是为了保护陛下吗？哼，那为什么要瞒着魂师总长，也就是我的老师呢？第三，你一见我就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对我手中这块令牌却丝毫没有疑惑，所以我可以肯定，你与武魂殿必定关系密切，才会从他们那里得知唐寅就是唐三。太子殿下，我想我判断的应该8、9不离10了。不愧是史莱克七怪中的灵魂人物，仅仅从蛛丝马迹中就能猜出这么多东西。可是你又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猜测呢？很简单，只要让我们见到陛下，一切自然就能证明了。不过，你怎么可能让我们破坏你的计划呢？不错，你猜对了。这次我确实借助了武魂殿的力量，不过眼下皇宫内忧外患，我这么做实属无奈。唐三，留在皇宫帮我吧。金钱、美女、地位，甚至魂环、魂骨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需要你帮我一起建设天斗帝国。薛清河，你认为我会跟随一个弑父弑君的逆贼吗？哼，唐三，你如此聪明，
难道就不明白？你把我的事情全都说漏了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。你又何苦如此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自然是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因为当一个人的道德和良心都已经死亡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是人，而是像你这样的禽兽。动手！小三出事了。史莱克学院预谋造反，杀无赦！包围次殿！将七宝琉璃宗全部拿下！看我的！毒刺，剧毒！土斗罗，不用试图抵抗了，你的毒在他们面前毫无作用。该死的魂力压制，要等待时机才行啊！毒火，快成为我的养料吧！没用的，毒素只会被我吸收，去死吧！原来是这样，老怪物！毒火越挣扎，魂力就会被我吸收的越快。嘿嘿，又一个来送死的！还不明白吗？毒只会增强我的力量。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胃口！老怪物，快用毒！无脑的抵抗！
然如此强横。一残魂技，猎影就斩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蓝银领域，杀神领域。削弱对手，增幅队友的双领域。在这领域的加持下，刺血同时完全被压制了。第5魂技，破！就现在！第4魂技，蓝银囚笼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再来！休想！第5魂技，雷鸣爆碎杀。无敌之身。唐三，你总是能够创造奇迹。不过，你认为你今天还能幸免吗？你就算放了信号弹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因为7宝琉璃宗和史莱克已经被我派人包围，自身难保了。什么？不如我们来谈谈条件如何？谈什么条件？唐三，很快我就能继承皇位，成为天斗帝国的新主。只要你臣服于我，条件可以任你开，我甚至可以让你成为天斗帝国1人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存在。我承认，你给的条件很诱人，不过我提出的条件，你恐怕没办法答应。你还是小看了我的承受能力，说不定我能够答应你呢。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在我面前杀光所有曾经在星斗大森林中围攻过我和小舞的人，包括菊斗罗和鬼斗罗。你能做到吗？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，但要等你成为分号斗罗之后，你带给我的利益大于那2位长老时，我才会兑现。至于其他人，我记得胡列娜并未对你动过手，除了她以外，其他都不算问题。血清河竟能轻易代表武魂殿做决定，
而那2位封号斗罗不仅不反驳，反而对他忌惮不已。难道唐三，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？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到？不怕告诉你，我本名并不叫雪清鹤，也并非雪夜青子。说起来，你父亲还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甚至可以不计较这样的仇恨。难道还不能证明？难道你是武魂殿前任教皇之子？唐三，你的疑惑我已经帮你解答了。说出你的第2个条件吧。我想，不论是我在武魂殿，还是在天斗帝国的地位，都足以帮你完成任何心愿了。我的父母被武魂殿追杀，最后母亲惨死，父亲被逐出宗门，孑然一身。只要你肯为我报仇，毁掉整个武魂殿，臣服于你也没什么。你耍我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我怎么可能与你妥协？武魂殿将是我一生的仇人。唐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归顺，还是毁灭？我也再回答你一次，战！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7魂真身兽魂化。老师说过，这种特殊的武魂真身是武魂变异而来，既拥有兽武魂的兽化增幅，又有7魂的坚韧强势，乃是极品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天使武魂，好澎湃的神圣气息。天赋领域，如果在地面战斗，血清河的领域极有可能波及老怪物和妖无敌前辈。他什么时候会飞了？第1魂技，天使突击，玄玉手，杀神领域。只能胜不能输，否则天斗帝国便会被武魂殿掌控，而要从他手中活下去，只能智取。好一个杀神领域！
你的杀神领域虽与我的天使领域正好相互克制，可惜天赋领域真正觉醒，要在拥有第7魂技之后，通过武魂真身，领域的效果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什么？就让你见识一下天赋领域真正的威力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这才是真正的天使领域，魂力被净化消融的感觉又出现了。如果不能破开这个领域，我就会因为魂力消耗殆尽而败亡。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？唐三，这里是我的领域，我就是主宰。这就是你的真面目。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？唐三，这里是我的领域，我就是主宰。这才是真正的天使领域，魂力被净化消融的感觉又出现了。如果不能破开这个领域，我就会因为魂力消耗殆尽而败亡。坦白说，我真的很欣赏你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答案我已经给你了。第5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天使降临。第6魂技，虚无。不错，你的10万年魂技，连我的天使领域2次进化技能天使降临也无可奈何。不过还不够。第5魂技，神圣之剑。好强大的能量波动，恐怕这次用虚无也无法抵挡。如果用瞬移，在他的领域内无法制造效果，只能无敌金身。乱披风锤法竟能搅动我的天使领域。唐三，你的锤法虽然强悍，却需要不断蓄力。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抵挡几次。他竟后退1米，不可能，在我的领域内，哪怕他顺转，都只是原地踏步而已。
这是我将鬼影迷踪与乱披风锤法融合，在瞬移的帮助下独创的技能——乱披风之舞。我不相信你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躲开。49锤了，不能再让他继续挥舞下去了。第6魂技，天使咆哮。天使咆哮是精神攻击。乱披风之舞，9981锤！呀！好庞大的能量波动！它完成了。呀！终于破掉他的天使领域了，可惜耗尽了我的魂力。怎么可能？少主的领域，就算是我们想要挣脱，也非易事。3只是魂帝，怎么可能在少主的领域内重创少主？唐三，你带给我的惊喜真是一个接一个，我有些不舍得杀你了。你是第2个有资格做我一生对手的人。混蛋！谁让你出手的？少主，我……你们听着，唐三就算是死，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中。公平的对决，是我给他的最后尊重。是。没想到，你也有光明的一面。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与邪恶，而在现实世界中，胜利者永远都是正义的。光明的，体内竟然仍无法聚集魂力。看来我虽然破掉了血星河的天使领域，但天使领域也在被我破开的瞬间，将一部分进化能力注入到了我体内。唐三，就让我亲手结束你的生命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会永远都记得你。等等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虽然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，不过我还是会满足你的要求，就让你看看我的本来面目，相信你也能死而无憾。
灵魂抵御不了他的实体光斩。没事，我的小舞，我有8宝如意软甲。怎么回事？你竟然灵魂和本体合二为一了？不好，少主竟然落了下风。大意了，身体动不了。也是我奋不顾身的听见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你是我长发竖起的梦想，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，你会隆重登场，牵着我去看那岁月漫长。又让你受苦了，想必是你知道灵魂状态抵挡不了千日血的攻击，所以暂时与本体合二为一，帮我解围。你唐三已是强弩之末，一起杀了他们！日月生辉黄金冠。区区2个魂斗罗和1个魂宗，如此靓丽。罗三炮，放屁如打雷，轰天裂地罗三炮。好强的威压！如今少主身受重伤，已经濒临极限，绝不能再受损。快撤！这黄金巨龙的力量竟如此恐怖！自上次与黄金铁三角交手之后，
咱们中的2位魂圣升级为魂斗罗，大魂师升级为魂宗，看似微小的提升，却对武魂技的融合威力带来了质的飞跃。老师，去吧。这里交给老师们，我们快去保护雪夜大帝。是谁？独孤前辈，你总算来了！我一直守在父皇身边，就怕大哥再对他下手。毒发了，他最多还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。他中毒太深，我身上带的药物很难起作用。竟然是7种毒物形成的混毒，难怪连我也无法解除。这毒我能解，但需要时间。老怪物，以毒攻毒的方法能让他活多久？12个时辰绝无问题，但是这次再救不活他，他就必死无疑了。动手！院长，学院怎么样了？我们击溃敌人后，就赶紧来皇宫和你会合，正好看到七宝琉璃宗和唐门的人在与皇室魂师纠缠，我们就趁乱进来了。唐门的力量正是武魂殿算漏的地方。先回学院，只有得到雪夜大帝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发起反攻。皇宫防御严密，我们要赶快走，不然七宝琉璃宗和唐门的损失就要大了。宗主，你没事吧？舅爷爷，您来的正好，麻烦您率本门弟子掩护七宝琉璃宗撤退，直接去史莱克学院会合。好，好快，不愧是当今天下速度第1的魂师。小怪物，我这边好了，我们立刻突围，回学院。救出雪夜大帝，其他人格杀勿论。抓住他们！这些人里有部分是真正的皇室魂师，驱赶他们即可，不必死战。第3魂技，爆！围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！小三，走南门。我来挡住他们。让他们跑了！给我站住！武魂殿，
小怪物，怎么办？只有硬闯了。来吧！杀！日月生辉，黄金传。铁胆力快撑不住了，必须得破阵！
雪夜大帝呢？蛇叔叔，去调派所有我们的人封锁皇宫，绝不能让唐三他们带着雪夜大帝逃走。雪清河必须继承皇位。七宝琉璃宗是打算造反吗？造反的不是他们，而是太子雪清河。四皇子殿下，武魂殿贼人伪装成大哥，早在暗中毒害父皇。幸有七宝琉璃宗与唐门忠心相助，父皇才有了脱困的可能。这个四皇子，果然与之前伪装的纨绔形象截然不同。是武魂殿陛下，父皇，传令，即日起废太子雪清河，四皇子雪崩，暂替朕之政。我们竟然听信了贼人的差遣，差点害了陛下。父皇，必须立刻带陛下转至安全地。将士们，你们都是父皇选中的精英，我深信你们对皇室的忠诚。如今武魂殿贼人谋害父皇，欲篡位夺权，请立刻肃清奸细，还我天斗子民安宁。是。晚了，唐三他们已经跑了。什么？一招败，满盘皆输。宗主，四位长老辛苦了，我们的人损失如何？没什么重伤的。老犀牛他们玉堂弟子一个个皮糙肉厚，跟城墙似的挡在前面。唐宗主，感谢贵宗援手，才能让我们安全撤离。陛下情况如何？很糟糕，得尽快替陛下解毒，稳定天斗帝国的局面。
何竟然是冒充的？这个女人行事极为果决，自身实力也极为强悍。这一次，如果不是小五赋予我的10万年魂环起了作用，我就会败在她的6翼天使武魂之下。可是，在我教导她的时候，她还是皇室的天鹅武魂。难道她也是双生武魂？我曾听比比东说过，武魂殿有6块传承1000年的魂骨，都是近10万年级别。我推测千仞雪至少拥有其中1块，而这块魂骨赋予他的就是伪装技能。还有这样的技能，我从未听闻过。仅1块就有这样的威力，如果他拥有了6块，当这6块魂骨同时被使用时，就会形成上次你身上出现的那种魂骨铠甲，被称作天使神装，而且增幅效果会恐怖到无法想象。确实可以称之为神一般的存在。千仞雪的天赋极好，领悟力也绝不会差。他要是拥有了这6块魂骨，再辅佐比比东，我们岂不是？使用这6块魂骨对魂师的要求非常高，首先要拥有6翼天使武魂，其次还必须有极其强大的天赋。据说吸收最后1块魂骨时，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魂力100级。100级？在魂师的历史上，那只是传说。魂力达到90级以上，每增加1级都极其困难，95级以后更是艰难险阻。不知道99级冲击100级，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？如今血液中毒一身，必死无疑。只要我们对外宣布大帝已亡，再将他的死嫁祸到雪崩头上，少主顺利继位之后，再收拾那些人也不晚呢。你太小看唐三了，他和独孤博敢带走血液，就证明他们有治好血液的把握。传我命令，调集武魂殿全部人马，将天斗皇室的力量彻底毁灭。啊，少主，你在皇宫潜伏20年，难道就这样？当断则断，不然反受其乱。事成之后，我们立刻离开天斗城，今后还有的是机会。宗主，雪夜大帝的毒我已经帮他彻底解了，但是因为中毒时间太长，身体器官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，他只能活2年到5年了。这件事陛下知道吗？我没告诉他。现在他已经睡了，在我的药物调理下，大概明天他就能恢复正常。长老、老怪物，辛苦你们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唐宗主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根据我的判断，千仞雪应该不会强行与我们抗争，他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想办法刺杀陛下，登上皇位。但要面对我们这超过5000名魂师的威胁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？破坏，尽可能的对天斗城造成一些破坏，尤其是皇宫。天斗帝国元气大伤之下，今后武魂殿还有的是机会。不好！还是晚了。天使羽毛，是他将天斗皇室魂师利用完，转手就残忍杀掉。好狠的千仞雪！唐三，这次你赢了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失败了就失败了，
一切还可以从头再来。大事上，我们还处于绝对的优势。我并不是输给了唐三，而是输给了你。如果不是你操之过急，我又怎会冒险提前发动？姐姐，不，我还是叫你教皇大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一个亲人，那就是爷爷。从今以后，你管你的武魂殿，我管我的长老殿和斗罗殿。长老殿的所有长老，你都无权调配。你说什么？去见你的爷爷吧。如果他也同意你的说法，我没意见。小三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先回昊天宗一趟，将这边的情况传递过去，同时也将神将楼高送到昊天宗，请求大伯帮助他冶炼强大的暗器。然后呢？通过这次与千仞雪的战斗，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，我想留在昊天宗修炼一段时间，为昊天锤增加一些攻击力。你回昊天宗一趟是必要的，但我并不赞成你留在那里修炼。老师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听您的。建议我是有的，只是我却不想让你去冒险。老师，您曾经教导过我，面对越大的压力，激发自身潜力就越容易。如果不早些提升实力的话，将来我们如何与武魂殿抗衡？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这么说，好吧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建议就是要你到一个会面临致命危险，从而快速提升的地方。究竟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叫做海神岛。海神岛是一座魂兽岛屿。如果你能够通过考验并成功归来，那么你的实力在各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。但那里无疑是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地方。那里有人去过吗？武魂殿曾经派遣2000名魂师前往这座岛屿，试图收编那里的魂师，结果却铩羽而归，还折损了2名封号斗罗。此后，武魂殿再也不敢打那里的心思。爷爷，你去见过他了？其实他心里也很痛苦，毕竟当初错的并不是他，他对你的感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爷爷，难道您也不帮我了吗？是不能帮，虽然他激进了一些，但却并没有做错。他毕竟是武魂殿的教皇，更何况在武魂殿中，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我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小雪，你要记住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谁的实力更强，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，他会带领武魂殿走得更远。你要做的，
是好好帮他。不论怎么说，她毕竟都是你的母亲。爷爷，我再求您最后一件事，我要做武魂殿的裁决长老。裁决长老不能参与武魂殿任何行动，且必须击杀一切与武魂殿作对的最强对手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因为这次击败你的那个年轻人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干涉武魂殿事务。还有，我只有爷爷，没有母亲。即日起，册封四皇子雪崩为天斗帝国太子。天斗城渐渐恢复了平静，但天斗帝国和武魂殿之间的斗争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我该如何去守护这份平静？这次天斗宫变，全靠了唐门的力量才力挽狂澜。雪夜大帝对你们也赞赏有加。哎，小怪物，你那唐门可要算上我一份啊！给我挂个长老的名号就行。当然可以，我还能拦得住你吗？不过，你不是自由惯了，不愿意加入任何宗门吗？这不是你的宗门吗？难道你还会对我指指点点不成？哎，我是喜欢自由，但那已经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。现在我年纪也大了，就用你这唐门来养老吧。反正你只要管我吃喝就行了。啊，有什么打打杀杀的热闹事儿，叫上我。
老怪物，说的那么凄凉干什么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为你养老。哎，老师，您是让我到海参岛上去历练吗？老师，那7大宗门重选大会，我这一去，就怕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了。你以为凭我们现在的力量，就能阻止武魂殿完成此次重选大会吗？眼下只要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守望相助，就算是武魂殿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个时候选择暂时离开，提升自身实力，蓄力一击，才会最有力量。老师，我听您的，去海参岛历练。需要历练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你们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，他们都到了与你类似的瓶颈，而且你们在一起也能相互有个照应。七怪，如此艰难的历练，不是你们七怪一同行动，我又怎能放心呢？老师竟为我考虑了这么多。等你从昊天宗回来后，慕白他们几个应该也差不多到了。你们7个，才是我们未来与武魂殿抗衡的王牌。这一次前往海参岛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满载而归。三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此次外出修炼，也带上香香吧，他也需要好好提升实力。舅爷爷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香香一定会平安归来。啊，太好了！这胖子啊，记住，感情是不可强求的。哦，三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自己的真心打动香香的。我回昊天宗办完事之后，就尽快赶回来与大家会合。这几天唐门的事务就交给你处理了。哎，三哥，没问题。大伯，谢谢您能准许楼高前辈进入昊天宗。不，是你自己帮了自己。你离开这么短的时间，就完成了长老们的3个要求之一，在魂帝级别就拥有了10万年魂环。你忘了5位长老看到你那红色魂环时的样子了吗？大伯，楼高前辈今后就要麻烦您了，只有您的昊天锤才能配合他完成铸造。我知道了，你那唐门的事还要保密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说起来，当初确实是昊天宗对不起丹蜀4宗族，将来唐门如果能发展得好，对他们也算有个交代了。大伯，回去后我会先去看看父亲和母亲，然后
我会和伙伴们到一个有压力的地方去修炼，几年之内可能不会回来了。你要去什么地方修炼？海神岛，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？什么？你要去海神岛？您知道哪里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和你父亲还曾一起去过。小三，那可不是一个闹着玩的地方啊！因为你曾祖唐晨和千道流当年都曾在那里被打败过。曾祖，千道流，大伯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的曾祖唐晨是一位99级封号斗罗，当年他与武魂殿的大供奉，同时也是裁决长老的千道流，并称为魂师界的两岳。你曾祖的实力比千道流略胜一筹，但差距却很小。99级？那曾祖和千道流是被谁打败的？是海神岛上的海神斗罗波塞西。虽然他与千道流的实力层次相近，但是在海神岛，他可以调遣大海之力为己用，除非是有100级强者，否则谁也不可能战胜他。100级强者在大陆上还只是传说，难怪曾祖他们会失败了。小三，外人到海神岛，就算通过了他们的考验，也不能离开那里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们既然要去，就一定会通过考验，想办法平安归来的。好，好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果然信心十足，这是当初我和你父亲都不曾想到的。既然长老们已经正式承认了你的身份，那么也该将一些本门绝学传授给你了。谢谢大伯。第一魂技凤凰火线，小，注意沉香。第二魂技踏焰，第六魂技照顾发毛镜性长，久保有名。死胖子，闪开点！哼，明知道我速度快，还挡在我前面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这不是怕你受伤吗？你贸然冲过去，很可能会上当的。香香，胖子说的对，三哥的武魂以控制力为主，你的速度虽快，但如果撞入蛛网束缚，也就别想逃脱啦。我看他其实是爱表现。香香，我们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香香。
胖子这次是真的遇到克星了。看来大师的建议是正确的。大家在一起，每天都很开心，没有压力就没有修炼的动力。自从回来以后，坦白说，我一点修炼的心思都没有，只想陪着你。我也是。哟，小，你还肯回来呀你？竹青，给我再抱一抱啊！戴老大，你就不能轻点吗？活着回来就好。你小子破相了。哈，我终于比你帅了。哼，那你也不是最帅的，别忘了还有小三呢。小三？谁和他这个非人类比啊？真是。齐学长。大老大，过来，我问你啊。嚯，胖子，眼光不错，这是哪个？嘴下留情，这次兄弟可是认真的。你好，你这次认真是认真的吗？哎呀，走，戴老大，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。我和小奥有很多话要跟你讲呢。哎，小三和小五呢？啊？哎，十来个奇怪，就差小三和小五了。阿银，你也感受到了吗？爸爸，你妈妈很高兴你们回来了，她是在欢迎你们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哭什么？你应该高兴才对。爸爸，妈妈生长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，我相信她一定能够恢复的。我也深信这一点。小三，你知道吗？每天看着你妈妈的身体在不断生长，就是我最满足的了。这次回来，我还想请求你们答应我一件事。不久前，我和你妈妈都感应到了你出现了危险。小五他……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五复活的。哥，不过，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恐怕不能来看你们了，
这次回来，我还想请求你们答应我一件事。我和小舞的婚事。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，先和小舞订婚。他现在只能短时间控制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合体，等他完全恢复后，立刻结婚。请你们同意。好。小舞是个好孩子，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，我们同意，我们同意。得喜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爸妈，小三，今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舞。我会的。这是你们妈妈给你们的结婚礼物。我们等着小舞真正成为我们儿媳的那天。女人的头发，一生之中只能有一个男人为她梳起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么妈妈就将这把梳子送给你。哥，快叫声小舞姐来听听。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，我不反对。哼，休想！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。不一样的。哎，不和你说了，真是个木头。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梳梳头？我头发有些乱了。无论何时，你都是我妹妹，一直都是。我发誓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舞。小舞也发誓，永远也不离开哥，就算是死也不离开。我不在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，不然我会伤心的。空气中弥漫着眷恋，年华匆匆一瞥，微风在穿越时间，带我回到昨天，听懵懂少年的誓言，世界因你变天，
抗着世界。从前从前许下的永远永远，在未来盘旋啊，世界万千不及你的一切，牵你的手走漫长的岁月。小五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若奔跑就可以遇见，我想贪心一点，每一天都能看见你温柔的笑脸，听懵懂少年的誓言，直接因你变甜，多想我们好多年，沧海桑田，也轰轰烈烈对抗着世界。从前从前许下的永远永远，在未来盘旋啊，世界万千不及你的一切。牵你的手，走漫长的岁月。牵你的手，走漫长的岁月。嘿嘿，大师，见斗罗前辈。大师，见爷爷。大师，你召集我们什么事啊？你们分开这么多年，出发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个磨合，争取达到最佳配合状态。大师，您不会让剑斗罗前辈来磨练我们吧？他可是大陆第一攻击斗罗呀！你们应该感到幸运。剑爷爷，你可要手下留情啊！既然是对手，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沉香，你不用参加，过来。啊？剑斗罗实力太强，没有默契的配合很难与之对抗。为了避免误伤，我甚至禁止了旁人的观战。还没出手，剑斗罗就散发出锋锐的气息。等一下，剑斗罗前辈指导我们，怎么能缺了我呢？小三，三哥。老师，小三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要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开武魂！就有10万变魂环。
此剑名曰七杀。强攻！蓝银领域，杀神领域。该我们了。第3魂技，白虎金刚变；第6魂技，照顾发毛性性长。像，不错嘛。第1魂技，幽冥突刺，好快！出天的速度竟然不次于我。面对剑斗罗这样的巅峰封号斗罗，选择强攻不留余力，战术是对的。第3魂技，凤翼吹响。但是，再来！九宝有名，蓉蓉姐竟然能同时给5个人辅助。他的分心控制已经修炼到了5窍散之心境界，可以同时控制5种不同的增幅，施加在不同对象身上。他尚未出手，光凭气势就能将我们3人震开。真是！第5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胖子，第4魂技，凤凰哮天机。第6魂技，白虎破灭杀。啊，仙斗罗为什么不躲？紫金魔瞳。好大的压力！快回来！如果我还在刚才那个位置，现在一定被大卸8块了。化剑为翼，这是剑斗罗的武魂真身。墨白，第5魂技，白虎魔神变。这是慕白的第5魂技，与白虎金刚变效果类似，能够叠加提升。肉骨兔魂骨技能，瞬移，无敌机身。小子，大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蓉蓉的幻境智慧魂骨的能力，名为幻之空间，能建立起一张精神网络，并彼此心念相通，提升精神力20%，同时削弱敌人的精神力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技能都是虚幻的。看清楚了，我杀神领域的杀气充满了暴力与冰冷，可剑斗罗的杀气却浩然博大。也许这是杀神领域的另一条路线。九宝有名，5约攻，6约增，一起上！好强的威压，我们6人联合都抵挡不住。这是魂力达到95级以上，就会发生质变，每提升1次，武魂就会净化1次。到了这个境界后，
魂师就会与自己的武魂融为一体。当年武魂殿那个人，就是凭借着99级魂力与武魂的完全融合，连挡我父亲9个杀字，并震伤我父亲。即使我父亲当时已经突破到97级，仍不治身亡。所以，技巧固然重要，但魂力提升才是根本。你的曾祖唐晨是一位99级封号斗罗，当年他与武魂殿的大供奉，同时也是裁决长老的千道流，并称为魂师界的两岳。那个人，难道是千道流？正是。千道流，武魂殿还有一人，足以令整个昊天宗忌惮。原来父亲所说的人，并非比比东，而是千道流。陈新前辈的父亲，魂力已经高达97级，仍抵不过99级的千道流。2级之差，能力差距竟然这么大。除非双方魂技有着本质的差距，否则96级封号斗罗可以全面压制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，100级与99级之间的差距，但是魂力就超过100%。这就是顶级强者之间的差距。小怪物们都是天才，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，他们的自信也逐渐膨胀。他们必须认识到，自己与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又有多大呢？后生可畏啊！竟然逼得我使出第9魂技，才压制了他们。嘿嘿。香香，我升到59级了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还不是7怪里面最弱的一个。凭我的天分，以后肯定不是最弱的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比比，看看这次海神岛之行谁提升得快。嘿嘿，比就比，谁怕你啊？嘿嘿，我赢了。就亲你一下，要是你赢了，我就让你亲我一下。你臭流氓！胖子，你怎么老惹香香生气啊？啊？可能这就是欢喜冤家吧。你们闭关结束了，大家状态很不错。看来与剑斗罗一战之后，你们都有了新的体悟，很好。你们要记住这种感觉，压力就是动力，但也要谨记，过犹不及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小三，老师，宁宗主派人来请你入宫。陛下的呼吸节奏短促，很不稳定。唐宗主，雪崩有话要对你说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为何？唐宗主，当初为了自保，几次惹怒您就救我父皇于危难之中，且受我一拜，不然雪崩一生都无法心安。陛下。唐宗主，我希望雪崩能够拜你为师，未来还要请你多多照拂。
老师。唐门宗主唐三听风。唐三在。今封唐三为太子太师，见皇室成员无需参拜。帝国境内谏官大3级，赐异姓王爵，封号蓝皓。拜见蓝皓王。唐三谢陛下封赏。蓝皓王，打开看看吧。今后他就是你身份的象征。此物名为瀚海乾坤罩，算是一件魂导器吧。它妙用很多。蓝皓王回去后将魂力注入其中，自会明白。这如此镇国之宝，陛下既然赏赐于你，足见对你和唐门的重视，你就收下吧。多谢陛下。宝光氤氲，水纹鲜活，令人目眩神迷。这到底是怎样的宝物？若用精神力探查的话，这股浩瀚无边的精神波动，究竟是……瀚海之力的人。小五，别担心，刚刚慕白试着输入了魂力，这东西毫无变化，应该对三哥无害。这件宝物竟然令九宝琉璃塔已不进魔斑啊！蓝皓王回去后将魂力注入其中，自会明白。注入魂力。
三哥，你总算醒了，都过去1夜了。小三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很好。天斗帝国送的这件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。走，我演示给你们看。哦。如果说八宝如意软甲是神器，那这瀚海乾坤罩就是神器中的神器。这是他的第一个技能，名叫瀚海护身罩，能以隐身状态将我们保护在其中。不光能隐藏形体，更能隐藏气息，是它最大的一个妙用。第二个技能叫做乾坤定神罩，能够定住我精神力3倍以下的任何人，虽无法伤害到对手，却能为我们争取时间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叫瀚海狂涛的群体攻击技能，和一个叫乾坤破魔的单体攻击技能。具体的威力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。有了它，至少在野外，我们不需要留人巡逻了。出发吧！没事啊。一路保重。哎呀！老师走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一路顺风。慢走。走。他们一路西行，去抵达天斗帝国西水海域，再换乘船只前往海神岛。此间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哎呀，这路可是不太好走啊，那么远还要去海边上。香香，别哭了，我答应了爷爷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胖子，别气了，香香刚离开家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哎，我就是知道他难过才安慰他，他倒还嫌弃我。
一起，会选择逃避，无论如何这渐行渐近的距离，嬉笑中被隐去你脸上的痕迹，分不清是最流泪的流离，不过回首满地零落一片狼藉，扬起信念书写一片华丽崛起，没什么能够取代我们习惯一起，不放弃不放弃。漫长又短暂的四季，若我一定经历这5年揉碎的别离，所有的孤寂，如今的勇气，遥远的距离，都凝聚在青春的梦里。当我们重聚，疯狂被铭记，热泪盈眶的记忆，放弃不放弃。唐宗主，离最近的村庄还有5里路，您看今晚需要进村借宿吗？不对劲，耕地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也许都回家了呢。连农具都扔在了地里，的确古怪。三哥，我去看看。注意安全。一路灯火通明，却没有什么声响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住手！向下！钟肉、朱青，你们留下来，帮我照顾一下小五。好吧。瀚海乾坤罩第1技能，瀚海护身罩。小敖，你保护他们，一切小心。大老大，我们走。是狼道，没想到天斗帝国中竟然也有狼道。狼道是人类吗？他们是人类与魂兽疾风魔狼的结合体，半人半狼的怪物。风啸天的疾风双头狼武魂，就是疾风魔狼的变异增强体。所以，狼道既具有疾风魔狼的体魄和天赋能力，也具有一定的人类智慧。没错，他们生性嗜血，喜好劫掠人类作为食物，一旦遇袭，不死不休，极难对付。500名狼道就能战胜万人级别的正规军。我们很难正面对抗这么多狼道，怎么办？动手！
你们的对手在这里。哼！哎呦！第4魂技，白虎流星雨。三哥，香香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谢谢。香香，你带着村民快逃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大家快跟紧我！这些狼道只是下属，他们群体中一定还有一个首领。只要抓到这个首领，剩余的狼道就能破公子破了。狼道首领不在，我要相信他们。胖子，你从空中攻击，好！第1魂技，风火火势。可恶！真是没完没了！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哼！不住手吗？丞相，看来他就是狼道首领。
必须得先解决掉他才行。不行，香香还在他们手中。想要这个女人活着，就拿你们的命来换吧！不要！小三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答应你的条件。胖子，香香就交给你了。柔骨兔魂骨技能，无敌金身。按计划行事。什么？白虎破灭杀！紫极神光。夏夏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你们找死！这状态是狂热。怎么办？我来，你们快退后。瞬间全灭！我三哥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小三，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招式？三哥，你们看那是什么呀？是魂骨。戴老大，这块魂骨应该属于你。在我们七怪之中，就你还没有魂骨了。可是，还有小五。小五现在不需要魂骨。戴老大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块魂骨赋予的技能很可能是狂化，对你来说十分有用。三哥，我去看看那些村民怎么样了。我陪你。你们去吧，这里有我。这边。你在干什么呢？
位帮帮忙啊！我来了。香蕉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路上小心。马红俊，哦，这次如果没有你，我恐怕已经死了。谢谢你。你们找死！怎么办？我来。三哥，第4魂技，白虎流星雨。蓝银霸王枪。唐门暗器手法白技第4技1001夜。1001枚暗器以直线、斜线和弧线进行全方位攻击，除非能够瞬移，否则根本无法躲避。唐门历史上1001夜一旦施展，还从未有人能活。怎么会？戴老大，怎么样？你猜的不错。这块红骨叫做嗜血狂化之飓风右腿，它所赋予的技能嗜血，能让我瞬间进入狂化状态，攻击、防御和速度都提升100%。
但不能使用其他技能。但狂化状态下会让人失去神智，暂时先不要使用魂骨技能为好。等我们有机会再获得一块头部魂骨，你装备上后精神力得到提升，应该就能控制狂化状态了。三哥，马后军他……先把他扶到马车上。伤口太大了，必须要缝合才行。戴大哥，你帮我按住他，我怕他会疼得乱动。好。香香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没什么志向，只要能快乐的活着，不愁吃喝就行。死胖子，闪开点儿！明知道我速度快，还挡在我前面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过，如果是为了我在乎的人，我也能那样奋不顾身。夏夏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你醒了，太好了。香香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伤了。你干嘛要说对不起？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，全都是因为我太弱了，才会成为你们的拖累。没有啊，要不是你拼命跟狼道战斗，那些村民早就遇害了，是你拯救了他们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。何况你为了救我，都受了这么重的伤。我皮糙肉厚的不怕疼，你一个柔弱小姑娘，伤着就不好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哪有人受伤不疼的？哎呀，反正也没人心疼我。那你继续躺着吧。
胖子，你真是个傻子呀！没错，地地道道的大傻子。你们怎么都这么说我？我到底哪里惹香香生气了？胖子，你觉得香香要是不心疼你，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等你醒来吗？原来香香是这个意思啊！胖子，以后保护香香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三哥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绝不让香香损伤一根头发。香香，我在这里，看，我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想要尽快从虚弱状态中恢复过来，修炼自然是最简单的办法。奇怪，自从得到瀚海乾盔罩后，经常感觉4块魂骨在发热，尤其是我在使用魂技的时候。虽然并没有给我带来痛苦，但随着修炼的增加，4块魂骨却越来越烫了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海上风浪最近大得很，出去的时候反正不安全，我建议别出去了。瀚海城不愧是天斗帝国西陲第一大海滨城市。不过这大海一望无际，我们怎么去海参岛啊？我们得从港口租一条船，然后乘船出海，大约10天才能抵达海参岛。好，三哥放心，钱管够。走吧。看看，包子热乎乎的，香得很的。尝尝，新鲜的。哇，这些珍珠颜色好特别啊！粉色、淡蓝色、褐色、淡紫色，还有黑色。空气中有什么味道？怪怪的。各位是第一次来瀚海城吗？你们闻到的是大海的味道。我们瀚海城西边啊，就是美丽的大海，海风吹拂，自然会有咸咸的气味传过来。请问你们瀚海城大斗魂场在哪里？啊，就在城中心，很好找的。小三，你要去斗魂场比赛？临行前，老师曾跟我说过，
海魂师的战斗方式与普通魂师有很大区别。如果能够先在这瀚海城的大斗魂场内会海魂师，对我们登上海神岛显然有着莫大的好处。没问题，明天我们就先去大斗魂场看看。哎呀，一直赶路，很久没有松松筋骨了。胖子，比赛还真得你来。快，赶紧压住海波兄弟，比赛快开始了！欢迎各位来到瀚海大斗魂场2对2斗魂比赛。快，赶紧压住海波兄弟，比赛快开始了！全压海波兄弟，我也全压。等，还我在这儿啊！哎呀，我也全压海波兄弟。欢迎各位来到瀚海大斗魂场2对2斗魂比赛。瀚海大斗魂场果然与众不同。也不知道海魂师的战斗方式与我们区别有多大。三哥，你让我们来斗魂场会海魂师，怎么只安排胖子和香香去参加比赛啊？胖子一副显摆的样子。我们如果一起参加比赛，可能招来武魂殿的注意。胖子和香香参加的是50级比赛，在同一级别内，胖子绝对出类拔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能飞行，不会因为战场是水池吃大亏。三哥，你的心思还是那么缜密。经过抽签，我们今天的参赛者已经就绪。第1场。由凤香组合对阵海波兄弟。还凤香组合，胖子倒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你说话可要注意点，尤其是当着香香的面，不然胖子要和你拼命。放心吧，虽然我天天损他，但他是我兄弟。下面，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对阵双方。大家都知道，海波兄弟是一对双胞胎，已经4连胜，再胜1场就可以获得5连胜的附加积分。我断定这场比赛，他们必定会全力以赴。双胞胎，这2名魂师恐怕不太好对付。为什么呀？双胞胎配合默契，是最容易拥有武魂融合技的。再看看他们的对手，凤香组合。嘿，香香，这是你第1次参加斗魂比赛吧？别怕，一切有我呢。凤香组合第1次来我们瀚海大斗魂场参加比赛，在强大的海破兄弟面前，他们可要努力了。下面，请双方释放武魂。
他既然是火属性的武魂，是水克火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最后再说一遍比赛规则：参战魂师脱离斗魂池垂直范围，主动认输或者失去战斗能力判负。倒计时，3、2、1，斗魂开始。不要冲动，还有最佳魂环配置，不简单。第二魂技，浴火凤凰。第三魂技，惊涛骇浪。等的就是你们的攻击。天哪！他的火焰竟然不怕水！笨蛋，明明可以躲过，偏要硬碰硬。恐怕胖子是想在香香面前显摆。他的火焰温度仿佛粘在皮肤上，久久不退散。哎呦，真难受！耍酷的代价这么大。他的魂力消耗巨大，别给他喘息的机会。第五魂技，魔魂细雨。海波兄弟的第五魂技是专门用于对付海魂师天敌空中魂师的。胖子从一开始就魂力消耗巨大，他要撑不住。他们攻击这么猛，我没时间蓄力第五魂技。现在要干什么？香香，速度好快！原来他在帮我掩护，让我可以蓄力。第五魂技，凤凰流星雨。他的火焰一旦全部落入水中，手会沸腾，我们肯定待不下去。来吧！武魂融合技，禁止水龙卷。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好强的吸力！完了，胖子别说获胜，自保都是问题。尝尝这个。胖子，别逞强了，我们认输吧。火焰右臂魂骨技能，疯狂爆裂击！就这点能耐？
卷只是小了一半，还是没能破掉他们的武魂融合技。胖子恐怕要输了。不过奇怪，海破兄弟脸色怎么一直没有缓过来？你怎么样？不要崇拜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水流井竟然破了！嘿嘿，我还好心给大家来了个免费热水澡。啊！海破兄弟竟然输了，他们明明占上风啊！他是怎么赢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肯定，绝不是运气。我们下去看看吧。主持人呢？宣布比赛结果呀！他们都晕了，我们赢了。对。比赛结束，凤香组合获胜。等等，他们的伤只有我能治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兄弟取巧了。我们输的并不冤枉，那些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嘿嘿。论实力，我不如你们，有缘再见。行啊，胖子，这都能赢。也多亏香香及时助攻。我看主要是你们配合默契吧。蓉蓉你，哎，胖子，跟我说说，你今天是怎么获胜的？其实啊，我开始穿过他们那水幕的时候，趁着水幕和凤翼天翔的掩饰，用右臂魂骨轰出2股应有的火箭。难怪海破兄弟脸色火红，一直没缓过来，原来是火箭入体，伤及经脉所致。等他们发动武魂融合技，这火箭自然随之爆发出来。我最后是顶不住他们的武魂融合技，不过他们也坚持不了武魂融合技，我就这么赢啦。我看你硬碰硬，还骂你笨蛋，看来错怪你了。倒也不是，我是觉得那样比较帅才这么做的，打入那2股火箭只是顺手。那你以后可要多顺手几次啊！哎呀，今日一战，若不是我和香香都会飞行，恐怕必输无疑啊。如果在大海上遇到海魂兽袭击，我们几个不会飞行的，怎么办呢？看来我们有必要去趟拍卖场了。戴老大，你们送胖子回去休息。蓉蓉、小奥，我们几个去拍卖场看看如何？欢迎来到深海拍卖场。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成交。第1次竞价，第2次竞价，第3次竞价，成交。
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一件非常稀有的魂导器。它是每一位航海家梦寐以求的珍宝。接下来这件拍品，它是每一位航海家梦寐以求的珍宝。哇，魂导器不都是固定形状的吗？还能转化？虽然魂导器如何产生、如何制作早已失传，但我听说存在能够转化的魂导器，便于自身携带。龙渊艇乃上古流传之物，能承受100年魂兽级别的魂技攻击。本体通体透明，可以全方位观赏海洋奇景。它既能航海，也能潜行，自在穿梭，无惧风浪。听说海魂兽的实力比同级别的陆地魂兽还要恐怖几倍。如果瀚海乾坤罩在海中依旧能够保持隐身，再加上龙渊艇的效果，海魂师十分擅长利用优势，有了水作为媒介，他们能节省很多魂力。胖子说的很对啊，水的力量能够令海魂师的实力以几何倍数攀升。我们这次出海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哎，拍卖场有收获吗？不过你哇，还需要试验。我们明天就出发吧。香香，要辛苦你了，10天航程，请你保持每天至少6个小时的空中侦察。好。戴老大，朱青，一旦发生战斗，我们3人一组，我用蓝银皇辅助你们攻击。胖子，凤凰火焰能有效克制海水，你战斗时尽量节省魂力，争取最大的攻击输出。交给我吧。蓉蓉，优先对胖子进行增幅。小奥，飞行蘑菇肠要随时准备着。没问题。还有，我们部署水性，还需租一艘船，以便更快适应。听说这里是海上贸易的起点，也是终点。果然名不虚传。近海的盐碱地不宜农耕，港口就是瀚海城最大的利益来源。虽然海中不乏强大的魂兽，可也有着无尽的财富。哎，那艘怎么样？体型适中，铁甲包裹，看来防御能力不错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漂亮的小姐们和英俊的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海魔号，我是船长海德尔。海德尔船长，我们想租下这艘船。这是我绘制的海图，航向与目的地都标注好了。
很高兴为你们服务，请跟我来。除我之外，海魔号上还有1名大副和6名船员。团长，准备好了。起锚，扬帆，出发。真美啊！小五，你不要再吃零食了。海神岛，我们来了。没事儿，多吐几次就习惯了。从太阳的方位判断，航向并没有错，我们正在接近海神岛。尊敬的魂师先生，我们大约还有8天就能抵达目的地。船长，如果遇到了强大的魂兽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船身上涂有一种药物，魂兽很讨厌这种气味，一般不会靠近。但要是真的遇上了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毕竟，船再结实，也不可能挡住那些恐怖的家伙。不过，您可以放心，敢于远航的船长脑子里都有一幅海图。凭借这幅海图，我们大都能保证乘客们的安全。什么海图？强大海魂兽分布的海图。海魂兽和陆地魂兽相似，都有自己的地盘划分，所以我们只要避开这些区域，就不会触怒他们，惹来麻烦。看来，船长对于魂兽还是十分了解的。海上讨饭吃，总要多知道一些。您说是吗？
在这里看着你就足够了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与你分别的那5年，每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都会独自仰望星空。那时，我好希望你就在我身边。傻丫头，能一生一世在你身边，又何尝不是我的心愿呢？哥，其实我的灵魂现在能够坚持每天入体1次与你相会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可对我来说不够，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小我。但你辛苦得到的魂肌都会付诸东流，魂力也永远无法再冲上90级。我不要因为自己而让你付出这么多。这些我都不要，我要的是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傻丫头，为什么你可以为我献祭，我却不可以为你付出呢？为你付出，我心甘情愿。魂师先生，今天的早餐是黑面包、鱼汤、烟熏三文鱼和黑鱼子酱。您请慢用。我又吃饱了，该去甲板上活动一下了。小强，哦，嘿！各位贵宾，早餐的味道还好吗？哦，相当不错啊，尤其是那黑鱼子酱，真是粒粒饱满，非常鲜美。黑鱼子酱如果卖到内陆，可是价比黄金的。不过，更加美妙的感觉还在后面。怎么有点晕啊？就算你们都是魂师又怎么样？到了海上就是我们的天下。动手，把他们先捆起来，卸了4肢关节，掏空他们的魂导器。怎么还有一个没倒下？啊！因为他不会像我们这样伪装。哎呦，怎么可能？我的机敏文骨迷魂散足以让人沉睡3天3夜。你们，哼，就这点迷药，用解毒小腊肠就解决了。第1天出海时，我就注意到这些船员，个个行动矫捷，力量明显超过普通人，刻意隐藏魂力，又妄图谋财害命。想必你们就是海盗吧？识破了又怎么样？这里是大海，你们这些旱鸭子，统统得死！不自量力。第1魂技，缠绕。区区蓝野草，怎么会？10万年魂环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等等！
不会水，哪怕是魂帝掉进海里也完了。第3魂技，海蛇翻腾。不要！不要！界海行凶之人，大海终会对他们做出审判。不，饶命啊！都是紫珍珠海盗团支持我们的。紫珍珠海盗团，看来我们得好好谈他们。还没风平浪静，可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沈香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替你。不用了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任务，我能完成。别跟我客气，之前在斗魂场上，要不是你及时接住我，我肯定摔成几瓣了。我没做什么，那场比赛全靠你。你的战斗经验真的很丰富，居然能以火克水。那当然，我们史莱克七怪当年也是斗魂场上响当当的人物。嘿嘿，打遍天下无敌手啊！就知道吹牛。不过真羡慕你们，能和同伴一起经历那么多冒险。我以前也想到外面游历，可爷爷总是担心，不让我离家。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，所以以后的冒险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你要是能做我的人，那就更好了。小三，让海德尔继续掌舵，合适吗？我们对于海上航行不熟悉，只能让他继续带领我们去海神岛。这种唯利是图的海盗，为了保命，肯定会配合。以防万一，我们轮流值夜吧。今晚先交给我。那我先回房。
到海神岛，就发生了这么多变故。小三说今晚他指引，不过我们也要提高些警惕。小三留下海德尔，定有他的考虑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们也不能松懈。老弟，我是要当上海盗王的男人。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们给你陪葬。我们快回去！你做了什么？尽快抵达，我就保持全速直线航行。现在已经进入了魔晶海域。魔晶海域，这片海域下是深达1000米的海沟，在海沟中生活着一只10万年级别的海魂兽——深海魔晶。为什么不绕开？说，你别紧张。虽然魔晶是海中霸主，但生性懒惰，一般只会在海底潜伏，吞噬海中生物为生。而且他左眼是瞎的，只要靠着他左眼的方向航行，就不会触犯到他。海魔号此刻就在魔晶右眼方向。投放的火药弹已经激怒了魔晶，据说正是因为这阵魔晶太强大，所以海神才刺瞎了他的左眼。你疯了？连命都不要了吗？你们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我就要你们抵命！来啊，杀了我，我就可以去见我的儿子了。出事了！小心！
父亲的心情。但是，在你的海盗生涯中，你杀害过多少父亲的孩子？今天我不杀你，如果你有本事，就逃吧。魔镜就要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，飞进蘑菇城，快！是领域。直线。柔骨兔轮骨技能，无敌机身。躲不开了，齐位一体。无敌机身，三哥，我们和他拼了！杀神突击！
说，我新买的那个渔网啊，是。救命！根本就赢不了。小五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让你和大家逃出去。萨克，胖子小，快带他们走！刺激神光。虚无了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怎么回事？孽畜！2万年前的教训你忘了吗？难道你准备让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也瞎掉？闭嘴！
我的尊严吗？念你多年修为不易，我再饶你一命。滚！没想到那个家伙竟然真的完成了化龙的过程，可惜我的力量2万年了，希望这次的选择不要让我失望。知道了，说不定还会找我们麻烦。让我看，不如把他那条漂亮的腰带拿走，然后让他自生自灭算了。哥，我们虽然住在这紫珍珠岛上，但我们不是海盗，不能草菅人命。紫珍珠的人要是找麻烦，那就让他们找我好了。好，我不管你了。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点，别被紫珍珠那些人发现。好，知道了。你醒了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啊，我叫吉祥，是这紫珍珠岛上唯一的医生。昨天我看你昏迷在沙滩上，才将你救回来。至于昏迷前发生了什么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和伙伴们遭到了紫珍珠海盗团旗下海盗的袭击。我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大家至今生死未卜。哦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，但海盗也并不都是坏人，而且吉人自有天相。我相信你的伙伴们也一定好好活着。也许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吧。不管怎样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欠你一条命。好了，
你先休息吧。没想到吸收了深海魔金王的能量后，霸主魂骨又进化了。不过，能量吞噬过多，也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负担。我得尽快吸收完，去找大家。就算是最强大的海魂兽，恐怕也没有他这样的恢复能力。完成了，我的魂力也已突破到了67级。救命啊！地下神医！吉祥神医，快救救我弟弟啊！怎么办？我没有魂力，银针刺入的力度不够，不能完全封脉。让我来试试。你小子谁啊？滚开，别添乱！如果你想让你的同伴活下来，就请让开。让他试试吧。太好了！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虽然没有一丝魂力波动，但他每一针都又快又准。看来，那枚银针应该是他的武魂。快看！吉祥神医，谢谢你救了我弟弟。如果想谢我，那下次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些药物。一定一定。兄弟，刚才多有得罪了，以后有机会请你喝酒。刚才的事多谢了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说来惭愧，被人称作神医，却连血脉都封不住。我果然只是个蹩脚医生啊！那你愿不愿意和我学习刚才那封脉的方法？我学不了。你那方法需要魂力，而我是先天灵魂力，不论拥有怎样的武魂，都绝对无法通过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魂力。如果我能让你提升魂力的话，你说什么？
你说什么？我可以教你一种修炼功法，也许能让你成为魂师，但是我不能私自传授。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我愿意。好，老师，以后你就是唐门之人了。唐门。给，直接吃了它。万年参王，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它可以帮你筑基。之前从冰火两仪眼采摘的这株万年参王，和水晶血龙参、万年九品参王相比，虽然价值差得远，但对于吉祥来说，正好适用。坐下，一手丹田，感受我在你体内运行的魂力，记住运行路线。老师，你看，很好，你很有天赋。不过，想要有所成就，仍需勤奋修炼。我会的，谢谢您。吉祥，紫珍珠海盗团团长，为人如何？我和他们团长还算熟，他人很好，经常周济贫穷的渔村。哦，那你知道海德尔吗？他跟紫珍珠海盗团什么关系？哦，我知道，他当初带了不少魂师加入紫珍珠海盗团，因此在团里一向嚣张。是吗？如果我想雇佣他们，帮我搜寻失散的伙伴，你能介绍认识吗？没问题。明天一早我就带您去。老师，紫珍珠海盗团有3000多人，其中大概200名魂师，最强大的就是团长紫珍珠，68级的魂帝，有40多艘船，在附近海域极有名。哦，吉祥医生，吉祥医生好，吉祥医生好，吉祥医生，吉祥医生，晚上一起喝酒啊！那就是团长住所。老师，你蓉蓉，小三，你没事太好了，我们一直担心你。小五呢？谁将你们绑在这里？老师，让一让，老师，小五，三哥，别误会，受死吧！什么人？是个女人。敢到我紫珍珠海盗团撒野，找死！放了小五，否则你活不过今天。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杀我。第4魂技，回蛇入海。不能伤了小五，要尽快摆脱他。第5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戴老大，他怎么突然就到了这边？好，停！老师，不要杀他！你敢动我们团长，我们就跟你拼命！
伤害我的伙伴，该杀！三哥，紫珍珠团长没有伤害我们。胖子，他们怎么了？我们都受了寒毒，他把我们绑在外面，是为了借日光驱散寒毒。他是在救我们。我呸！救个屁！老娘就是要折磨你们，继续打，谁怕谁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分开后，我们一直漂泊在海上。后来，竟然又遇到一只万年魂兽。校长，这是水里，肉肉，快抓住我的手！白虎烈光波！小心，他的攻击有毒！柔柔小心！复制镜像场，疯狂流星雨，火焰右臂之魂骨技能，疯狂爆裂击。嘿，这股寒意，再老大，笑！别过来！勉强斩杀他后，我们都中了他的寒毒，连我的凤凰火焰都无法化解。后来是紫珍珠团长救了我们。胖子，他们遇到的那只万年魂兽和我们团长的武魂一样，名为海葵蛇，但团长也无法直接解毒，只能靠区寒毒，还需要依靠日光。石首烈阳蛇是蛇类霸主，外加其秉性纯阳，它的内丹克制海葵蛇的寒毒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既然是误会，是不是可以放了我们团长？看在你救了他们的份上，你把小舞交给我，我就不杀你。哼，
我凭什么把小五交给你？她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什么？就算她是你未婚妻又怎样？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肯定没有好好保护她。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再比一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把小五还给你；如果我赢了，小五就留在我海盗团。我不会拿小五做赌注。这样吧，我退一步，现在把你放，然后我不用武魂技能，你随意。一炷香内，如果我再次抓住你，就算我赢，从此你要认我为老大。反之我输，任你处置，如何？做梦！不用魂技你也想抓我？好，老娘和你赌了。开始吧。嘿。兄弟们，好样的！赢了，请你们痛快喝酒吃肉。唐门暗器手法白解，天女散花。天女散花作为唐门暗器基础手法，虽强度不够，却能很好控制力度，刚好封住你们的马穴。哦，在我的岛上，不信还躲不了你。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。蓝银领域已经锁定了你，你逃不掉的。魂宗，想抓我，还嫩了一点儿。哼，真的吗？这下，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？到海边了，他是陆地魂师，只要我藏入海中，他绝对找不到我。看来有意外收获。哼，如你所愿。他怎么会清楚知道我的路线？四级神光。你耍赖！我没说不能用魂骨技能，认输吧。去死吧！第六魂技，幽灵蛇域。小子，你输了。
时间就要到了。赢定了！等等，你们几个要任凭处置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小三，紫珍珠人呢？没抓到团长，输了。年轻人，自不量力也有度啊！整片大海都是我们的，你能有多大能耐？去！放我出去！团长是团长的声音。唐三，你个混蛋，卑鄙无耻的小人！有本事放老娘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这里面的小人是紫珍珠团长。这是我瀚海乾坤罩的第2技能——乾坤定神罩，能缩小困在其中的东西。你输了，输了就输了，认了。以后你就是我老大了。老大！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老大，我们岛物产丰富，你需要什么服务，尽管提呀。小三，你徒弟还不赖。这次我能够活下来，多亏了他。等你们身体好起来，我们就前往海神岛。啊，你们要去海神岛？其实我就是从海神岛来的。吉祥，你之前说你是从海神岛来这里的。想留在海神岛上，必须通过海神大人的考验。我先天灵魂力根本不可能通过，所以父母将我送到这里，拜托紫珍珠团长照顾。老师，你们还是别去了。海神岛是海魂师供奉海神的圣地，很多外来的海魂师都死在考验中，更别说陆地魂师。就算通过，也必须留下来侍奉海神大人，终生无法离开。海神大人，海神，海神大人掌管大海中的一切，得他庇佑，海魂师才能掌控来自大海的强大力量。所以在所有海魂师心中，海神大人都是唯一且绝对的信仰。这个世界真的有神？有，海神大人是真正存在的，很多海魂师都曾亲眼见过海神大人显灵。海神的考验就是显灵吗？不，海神大人是以预言形式指示大供奉主持考验的。那这考验还是来自人的考验。
这个我无法描述。只有真正进行考验的人，才能明白。这，大供奉是海神的使者，统领着最强大的海魂师们，其实力不可想象。大供奉，就是大伯说的海神斗罗波塞西吧？他可以调遣大海之力为己用，除非是有100级强者，否则谁也不可能战胜他。连身为99级封号斗罗的曾祖唐晨都败在他手下，我们遇上他又有几分胜算？但是，吉祥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通过海神的考验是一种历练，如何凭借实力离开海神岛，也是一种历练。我相信你所说的海神真实存在。当一个人的力量达到无人能及的高度时，他完全可以被称为神。这位海神很可能就是一位突破了极限的海魂师，能充分调动世间所有力量，无人能抗衡。作为一名魂师，这也是我们的目标。说得好，老大，我送你们一程。哇，紫珍珠号果然名不虚传，比海魔号快多了。当然，这可是我的座驾。哦，不过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，再靠近就会触犯海神大人的威严。我也得考虑兄弟们。我明白。老大，海神岛附近有很多强大的海魂兽，更有数百只魔魂大白鲨聚集，船只接近肯定会遇袭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魔魂大白鲨。魔魂大白鲨是最具攻击性的海魂兽，哪怕只有1000年级别，也能和普通的万年海魂兽抗衡。而魔魂大白鲨族群中的王者，正是海神曾经的坐骑，10万年级别的护岛神兽。护岛神兽的体型虽没有深海魔鲸那么大，速度却是魔鲸远无法相比的。在它的攻击面前，无人能逃脱。那我们怎么过去啊？魔魂大白鲨有时会集体外出捕猎，但没人能摸清它们的习性。不知他们今天会不会正好外出？我们不能全凭运气，不过可以试试这个。老大，如果你们真的遇到了魔魂大白鲨，千万不要伤害任何一头，否则定会陷入所有魔魂大白鲨的围攻。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啊！紫珍珠团长，那天的赌约你不用当真，
这几日多谢你的款待，我已经将唐门绝学传授给了吉祥，以后还要麻烦你多照顾他。放心吧，老师。成为一名真正的魂师。老大，愿赌服输。我既然认你做老大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老大。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吉祥，他们会活着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起锚，赶跑！这是什么？啊？哦？啊！不好，前面有万年海魂兽。虽速度惊人，却不能与万年海魂兽相拼，只能利用瀚海乾坤罩的隐身功能，尽量避免战斗。瀚海乾坤罩第一技能：瀚海护身罩。没想到，瀚海乾坤罩竟然能避水，龙岩亭没法前进了。
我们从海底走过去。那就是魔魂大白鲨。还以为他看到我们了。瀚海乾坤罩，连我们的气息都能完全隐藏。瀚海乾坤罩似乎在吸收大海的能量。更奇妙的是，它并非我的魂骨，吸收的能量却也充实着我自身。这到底是？看，是海神岛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海天一色，鸥鸟竞翔。小五，这里真的很美。等我们做完必须要做的事，接上爸妈来这里终老，好吗？嗯。有人。何人闯岛？我们仰慕海神岛的威名，希望能加入。你们是陆地魂师吧？这也能看出来。据吉祥说，海神岛上的魂师由低到高分为白衣、黄衣、紫衣、黑衣、红衣，由海神考验的难度决定。看来，哪怕仅是低等的黄衣魂师，实力也不简单。海神岛不欢迎你们，赶快离开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哎，海神岛不是可以通过考验加入吗？为何前辈却拒人千里之外？海神大人对陆地魂师的考验，不是你们能通过的。年轻人若是莽撞，会断送自己的性命。您说的对，但如果失去了勇气，我们也不配身为魂师。一旦接受了考验，就不能中途退出，哪怕因此丧命。你们真的想好了？我们要接受考验。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跟我来吧。没想到，即使在海神岛上，蓝银草也能随处生长。蓝银领域，居然有一股奇异的能量在保护这片森林，阻止我探查。年轻人，这里是海神岛，所有的一切都受到海神大人的庇佑。仅仅黄衣魂师就能察觉我的精神力，那在他之上的紫衣、黑衣，还有大供奉波塞西，又会有何等恐怖的实力？欢迎来到海中海。
水潭竟然像大海一样。海马圣柱，乃是海神岛7圣柱之一。海神大人通过7圣柱来传播旨意。你们将在这里得到考验的题目。这是封号斗罗的气息。启禀海马大人，有外来的陆地魂师前来接受考验。陆地魂师想要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。你们只有穿过海中海，来到海马圣柱面前，才有接受考验的资格。难道在接受海神的考验之前，我们还必须接受一名封号斗罗的考验吗？陆地魂师的考验本就与海魂师不同，海马大人是按照海神大人的旨意而行。那就让我先来领教。第3魂技，白虎金刚变。第2魂技，白虎烈光波。慕白，慕白，原来戴老大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护体，是要从海底走过去。这海中海并不深，以他的实力，短时间内在大海中行走绝无问题。凭借第3魂技突破我的考验，还如此年轻，在陆地魂师中，你也算是魂帝这个级别的佼佼者了。好，你有资格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。多谢。既然多数的海魂兽已经被戴老大给解决掉了，那这些海浪攻击已不足为惧。我们一起过去吧。九宝转出有琉璃，耳欲速。7宝琉璃塔，昊天锤，极品凤凰武魂，还有食物系、民工系和纯米系魂师。如此年少天才，
难道通过海中海，你们都有资格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来自武魂殿的话，就请回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前辈，我们并非来自武魂殿。蓉蓉出身于七宝琉璃宗，小三出身于昊天宗，我和竹青出身于星罗帝国皇室，香香是敏之一族的弟子，而小奥和胖子是自由魂师。既然你们出身不同，又来自天南海北，那为什么能够聚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学生。据我所知，陆地上绝大部分实力不俗的魂师都出自武魂殿，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史莱克学院。你们要编，也要编个像样的名字吧。虽然很微弱，但海神大人的力量怎么会出现在他身上？我不能违背海神大人的旨意。各位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关于海神大人的考验，现在开始吧。啊，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吧！哼，或许是这瀚海乾坤罩里有让他们忌惮的力量也说不定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能进行考验了。咱们谁先来？前辈，请开始海神大人对我的考验吧。跟我来。6考，竟然比我当初还多了2考。前辈，什么是黑级6考？海神大人会根据考核者的实力和潜力，赐予不同的等级考核，从低到高分别是白级1考、黄级1考、紫级1至3考、黑级4至6考和红级顶级考核。通过白、黄、紫级的考核，就能成为海神岛相应等级的护岛魂师。而黑级对应海神岛7圣柱守护者的实力地位，红级则对应大供奉继承人。恭喜你啊，老大！不过，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通过，必死无疑。前辈，何出此言？近100年来，黑级考核一共出现了31次，但只有7人通过。那7人成了海神岛7圣柱的守护者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黑级考验对陆地魂师是1年完成一项，对海神岛魂师却是10年完成一项。即便如此，我的黑级4考还是历时将近40年，数字令我命悬一线。而我们7人中，只有海龙斗罗1人通过了黑级6考。如果超时或试图逃避考验，那么你们额头上的海神封印就会爆裂。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前辈，即便会死，
我们也绝不放弃。请海神大人赐予我们考验吧。请海神大人赐予我们考验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的命运就让海神大人来判定吧。黄级一考难度不大，更没有生命危险，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啊。小将，没关系。一天之内出现了4个黑级考核，简直是百年一遇。原来我的天赋、潜力都差得太远了。竹青是黑级5考，小奥和胖子是黑级6考。啊！这是顶级奇考啊！光炎海神大供奉继承人。前辈，这红色顶级考核，乃是海神岛大供奉的继承人考核，一旦出现，就代表一定会成功。所以小姐注定是海神岛未来的主事者。蓉蓉都已经是顶级7考了，真无法想象小三会得到什么样的考验。前辈，请。拥有海神大人力量的年轻人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前辈，这金色是什么考核？我好像需要完成9项考验才算通过。我不知道。那他呢？为什么他会出现顶级艺考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不用难为他了，你所要承受的，并不是顶级9考，而是海神9考。而他的顶级1考是跟随在你身边，完成9考。参见大供奉，属下未能完成好海神大人的旨意，请大供奉责罚。哇，他就是海神斗罗波塞西。这不怪你。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海神继承人出现的情况。海神继承人？难怪海神大人的力量会出现在他身上。年轻人，可以告诉我你的来历吗？晚辈唐三，家曾祖名讳为唐晨。你是唐晨的曾孙？是的。 没想到，我要等的人竟然是他的曾孙。唐三，从现在开始，在海神岛上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承受你的礼数，包括我在内。欧亚，传我命令，这8人在完成考验之前，都是本岛贵宾，任何人不得怠慢。 除了不可帮助他们完成考验，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是。记住，你的海神9考，每年至少要完成1样，否则将会前功尽弃。如果我失败了，结果也是死吗？啊！ 唐三，你的考核关系到海神岛的存亡。如果你失败了，那后果要比死亡可怕得多。所以唐三，你记住，永远不要出现失败的念头。我的考核关系到整座海神岛，
究竟是为什么？太强大了，仅仅是他刚才绽放的那一丝气息，都让我觉得自己像要被压爆。各位贵宾，天色不早了，今日就请随我入住海马城，明日再开始考验吧。麻烦前辈了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海马城。海神岛一共有7圣主7城市，每座城大约有1000人，都是海神大人最忠诚的信徒。听闻，海神岛一共只有3000多位海魂师，您这海马城就有1000多，那其他城市呢？并非如此，所谓的3000位海魂师，只是通过考验被选为守护海神大人的3500名海神战士。各位贵宾，请随我入城。这么凶，还让他当街晒太阳？谁让你去惹他的？哦，香香，这。前面那座建筑是我的城主府，各位贵宾，请。哦，哎呀，累了一天，终于能坐下了。哎，嘿嘿嘿，你干嘛？各位就暂时在此休息，我还需回圣主修炼。好，多谢前辈。
各位贵宾，晚饭已准备好。太好了！好，真不错啊！没想到来了这里之后会这么顺利。小三，这还是托了你的福啊！我们确实成功的进入了海神岛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不如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第一考验。我的只有黄级一考，跟你们差得太远了。黄级一考，在海马圣柱接受海幻兽的考验，期限1个月。想想没关系，就算你只有一考，但后面你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接受考核嘛。你看，第一考核：穿越海神之光，前往海神岛核心禁地，登上禁地前108级台阶，中途可退出，时限1年。我是穿越双倍海神之光，需要登上333级台阶。啊，不是双倍吗？怎么三哥的台阶数将近我们的3倍？我也不知道。除了香香和小三，我们的第一考验都是穿越海神之光。原来我跟你们的也不一样，我要登上136级台阶才行。这就是顶级考核和黑级考核的区别吧？没事，我陪你。香香，送给你。这第一考验虽说是登台阶，但应该是要穿过海神岛禁地一种特殊防御。看来我们每通过一级台阶，都要承受莫大的压力。我突然想到个问题：如果海神之光会带给我们压力，那么这压力应该也能激发我们的潜力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正式开始修炼，如何？只要先让我吃饱，什么都可以修炼。香香呢？你们看到香香没？香香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，我们找遍整个府邸都没有找到。我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不用找了，我们出发吧。他会有危险吗？会，但我相信他。海马斗罗吩咐：各位贵宾，如果已准备好，就由我带领你们前去考验地点。欢迎来到海神山。这就是禁地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海神岛的禁地，供奉海神大人的海神殿。我们正面的就是上岛阶梯，也是你们需要通过考验的地方，一共1001级。各位贵宾，
海神之光虽然是各位所有考验中唯一一件不算危险的，但也请各位小心，切忌太过勉强。同时，也请小心环形海。原来这个特殊防御名为海神之光。多谢您的指点。走。想入非非，蘑菇城。戴老大，我们先试试。周围弥漫着威严肃穆的气氛，每靠近一步，这种压抑的气氛越浓。戴老大，我们先试试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撞上了一堵充满弹性的墙壁，我的冲力有多少，直接被反弹而回。我也一样。看来，从阶梯的位置开始，就是海神之光真正笼罩的范围了。戴老大，你用少量魂力朝斜上方发射一道白虎烈光波试试。第二魂技，白虎烈光波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海神之光是一个霸道的防护罩，能够反弹任何攻击，并且只反弹给发动攻击的人。小三说的对，否则刚才我这斜射而出的白虎烈光波，应该是反弹到斜上方空中才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岂不是不能使用任何技能？哎呦，这考验真变态！那我们要怎么才能上去啊？我们的考验这么难，那香香的考验？白沉香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，请于海中海内接受海幻兽的考验。我已准备好。那就开始吧。总有办法的，我们再试试，顶着压力慢慢攀登。走吧。好强大的阻力！我仿佛是个被不断挤压的气球，即将被弹出去，而且魂力开始快速消耗，压力在增强。
力如潮水般奔涌而至，到这第5级台阶，恐怕30级的魂师魂力已经耗尽了。小三，咱们比比看。第1魂技白虎护身杖，小三，继续。坚持的，我比你多3块魂骨。第5魂技，白虎魔神变。厉害！我不能停。你休息下吧。没关系，我看看小三能坚持到什么程度。小心，力竭了就别逞强。还好，骨骼张牙，桑香式的噼啪声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小三的蓝银领域增幅一出，步伐竟然还能加快。49、50，魂力的恢复已经赶不上消耗了。三哥，小心！三哥，小心！原来这就是寸步难行。小五，别靠近海神之光，会伤到你的。恐怕小三的魂力快要枯竭了。在海神之光范围内，瞬移技能完全失效，无敌金身也只能抵御攻击，没办法在这种压力下更进一步了。我没事，要完成这个考验，还得不断尝试才行。大家也都去试试。小三，海神之光的压力完全是由正面而来，我们几个还能用魂力抵御，可小五该怎么办？只要小五尽可能贴近我，我就能用魂力保护他。那样你的魂力会消耗得更快。
而且小五的身体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，所以我必须尽快变得更强。你有办法了？老师曾说过，压力越大，激发自身潜力就越容易。魂师在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，是最好的提升时机。海神之光，就是我们修炼最好的催化剂。占据优势，必须在暗处一击而中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成功了！大家都在努力通过测试，我也不能再落后下去。我不行了，30级台阶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蓉蓉，你还好吗？我的身体太弱了，就算用9宝琉璃塔增幅，也没法提高强韧程度。负责系魂师穿越这海神之光也太吃亏了，而且你要攀登的阶梯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多，136级台阶。大家别太勉强，先保护好自己。这样的考核，真的是我们能够完成的吗？魂力修炼速度明显增加，身体的虚弱感一扫而空，跟当初瀑布炼体后状态一模一样。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中坚持越久，魂力修炼速度就会越快。只是，如果不能及时和小五沟通他的身体状况，穿行海神之光时，很容易对他造成损伤。这次，只能唤醒他的灵魂了。小五，哥，小五，
我们已经来到海神岛了。之前经历的一切，你能感受到吗？哎，你生气了？怎么了？小五，小五，他的攀登速度竟然比我第一次进入海神之光时更快，难道小五的实力已经超过我了吗？当心！戴老大就是倒在了第38级台阶。这是小五第一次攀登，也没有使用任何技能。他身体所能承受的压力，竟然比戴老大更多。是相思断肠红，原来如此。传说中相思断肠红能助人修炼金刚不坏之体，看来小五吸收了他的药效，魂力和身体的承受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。怎么样？身体还没有达到极限，但灵魂却有些经受不住了。如果你只是带着我的肉体，前60级台阶不需要考虑我的承受能力，我还有可能承受的更多。赶快回到我的体内吧，灵魂千万不能受损。就算受损了又怎样？你就会担心我，那你自己呢？唐三，你给我记住，下次要是再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还只顾着我的灵魂，而不顾及自己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生气，我……哥，以后每天让我出来陪你一起修炼。刚才的压力对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有锻炼，以后应该能够附体更长时间啊！我先回去了，不要忘了我的话，否则我就……三哥做到这种地步，我也不可以退缩，不然以后还拿什么本事去保护香香？他竟然恢复得这么快！不好，水流阻碍了我的速度，身体没办法保持平衡。要抵抗水流的阻力移动，就得不断消耗魂力和气息。可这样一来，很快就会力竭窒息而亡。如果借水势相牵，蓄力一击，还有制胜的机会。
就是现在！第3魂技飞行，第1魂技幻影。什么？他的速度竟远在我之上。明明我最害怕的就是拖累别人，却总是连累你，我真的没有。香香，别哭，我没事，我可是说过会一直保护你的。你别死！你别死！他的伤不是早就好了吗？难道……我早该发现，我无法在海里呼吸，但胖子却能和我对话，这才是海幻兽布下的真正考验。一个幻境，我不是输给了海幻兽，我是输给了自己的软弱和畏惧。幻觉景象经因考核者的心意而变化。海幻兽的幻境好比玉曲奇，面对困境，白沉香不自觉地唤出他心中最具安全感的存在。而现在，他看破了幻境，心智得以成长，局势也就转变了。香香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
我越是羡慕你们的天赋，就越是止步不前。可是我忽视了，你们其实比任何人都要努力。那么我需要做的，也只有更努力了。我知道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你都一定会来保护我，就像之前那样。但是这次，我必须自己战斗了。香香。让你见识一下免之一族的速度。黄级医考本身不难，只要突破内心的桎梏，便能通过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白沉香竟能凭借智慧，发挥个人优势，弥补纯敏系的不足。这也是唐三他们的影响吗？他的魂力太难了，我才爬到31级，朱青到了32级，我勉强到27级，蓉蓉到20级就不行了。如果没有魂技，简直寸步难行啊！小奥和蓉蓉身体素质有限，就算有武魂和魂技的增幅，穿越海神之光，还是要比我们费劲。而且蓉蓉要完成136级台阶，只有1年的时间，恐怕……这个考验有漏洞。刚才我发现可以用领域辅助相互攀登。你是说，如果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
就能帮助他完成考验。小奥的香肠、你的九宝琉璃塔和我的领域，都可以对大家进行增幅。戴老大本身就有3个增幅技能，加以辅助，应该可以马上完成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去！嘿嘿，别急，你不能第一个完成考验，具体顺序我还要仔细想想。还要考虑顺序？完成的人越多，我们不就越轻松吗？我就是不希望我们提前放松。黑级考验极为恐怖，海魂师需要10年才能完成1关，我们却只有1年。但海神不可能给我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在第一考验中，存在能帮助我们通过后续考验的奥秘，你们应该也有感觉。和海神之光的强压对抗，身体抗压能力不断增加，魂力运转比平时更快，修炼效率也会提升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将完成的时间拖到最后1天，让海神之光的好处最大化，才有通过后续考验的可能。这么快就能找到海神之光的真正奥秘，不愧是海神大人选中的人。不过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你。凡是黑级以上考核者，在第1次达到瓶颈时，都可以获得1枚神赐魂环，不需要猎杀魂兽。神赐魂环会赋予你们最需要的魂器，以及承受范围内最高等级的魂环。直接赋予魂环，这是人力能做到的吗？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，仔细感受，用你最大的毅力承受洗礼。我会守在这里，直到你吸收完成。越级吸收魂环的痛苦，非常人所能忍也。何况是一向玩世不恭的胖子。遇见香香之后，胖子真的变了很多，他一定行的。
亚于4万年魂兽形成的魂环。多谢前辈。下一个人到达瓶颈时，我会再出现。趁热打铁，我们继续修炼吧。攀登时，先用尽全力，忍受不住就退下，同时感受身体的松弛，这样一张一弛的修炼效果，应该是最好的。要是香香也能看见我这么帅气的一面就好了。难道原来深海水母才是真正的海幻兽？沉香，黄级1考已完成，奖励魂力提升1级。27天完成考验，作为陆地魂师，你还不错。已经快1个月了。在海幻兽的七彩迷雾中，时间的流逝已被模糊。去和你的同伴们会合吧。可能一辈子都追不上你们的脚步，但是，胖子，想想就交给你了。要不是你及时接住我肯定摔成几瓣。所以以后的冒险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即便会死，我们也绝不放弃。那你们的命运，就让海神大人来判定吧。但是，我的命运由我自己决定。小三的方法果然有效，才1个月，大家都能爬到50级以上了。还是蓉蓉厉害，从原来的20级到现在的53级，可谓进步神速。小三你就别谦虚了，你都爬到80级了，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香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哎，你的脸怎么红啊？和你没关系。香香，恭喜你完成考验。我们决定在海神之光内修炼到最后期限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攀登试试？我可以吗？但我没接到与你们一样的考验啊。这不代表你不能尝试。海神之光虽会带来极大压力，但对魂力提升有着莫大的好处。你可不要放弃这次机缘。好。唐三啊，唐三，希望你能尽快成长，不要辜负海神大人的垂青。要知道，
你的对手可不会停在原地等你变强。其身若光，其心似箭，天时后羿，考验降临。在海神之光中修炼，魂力果然提升得快。才2个月，我的魂力就突破了69级。不过，这70级，修炼2个月，我的魂力终于达到了50级。虽然跟大家还差得很远，但我一定不会放松修炼的。小三，小三，三哥，我突破了。你已达到70级瓶颈，现在我将神赐魂环赐予你。上次我拼到极限得到一个4万年魂环，真不知道三哥的极限在哪里。可惜，天赋领域真正觉醒，要在拥有第7魂技之后。第7魂环的品质，对于天赋领域的威能至关重要。而神赐魂环等级的关键，在于接收者的承受能力。我定要拼尽全力，逼出身体的极限来。不愧是海神大人选的人，一上来就释放全力，直接在更高的起点接受考验。不但会减少不必要的魂力消耗，而且在魂骨的作用下，身体的坚韧度和修复能力都有所提升。相信小三。一次次的面临崩溃，却又能一次次的坚持下来，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？为了小五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成功了，他没事。入定一段时间后，他自会醒来。小三的极限已经突破，我们的极限又在哪里？
来这边，来，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基础暗器的产量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若楼高能早日研制出那些绝世暗器，那唐门的发展就能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。那边慢点儿，这边还高点儿。哎，小心点儿。老犀牛，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们干活是轻点儿。你是不是存心要把这唐门掀翻了？我们干的可都是力气活，没法安静。再说了，人家老猩猩和老白鸟都没意见，怎么就你那么多事？多事？你这3天1小阵，5天1大阵，我们要他还保不保？我修筑工事不也是为了唐门？你就不能多担待些吗？好了好了，老犀牛老山羊，你俩这3天1小吵，5天1大吵，整个唐门都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老犀牛，你找个时间加固下药堂的整体设施嘛。开玩笑，包在我身上。行了，老犀牛，可赶紧给我安排上啊！没问题。已经100天了，三哥怎么还不醒来啊？哦，哦，三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三哥，头发怎么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会选择逃避，无魂融化这渐行渐近的距离，嬉笑中被隐去你脸上的痕迹，奋不顾身的是流泪的流离，我们回首满地零落一片狼藉，扬起信念书写一片华丽崛起，没什么能够取代我们七块一体，不抛弃不放弃，漫长又短暂的四季。这5年揉碎的别离，所有的孤寂，如新的勇气，遥远的距离，都编织在青春的梦里。当我们重聚，疯狂被铭记，热泪盈眶的记忆，不抛弃不放弃。怎么回事？魂力被这金丝抽走了。这是蓝银领域与八柱魂骨进化后的融合技能——吞噬金丝。它会抽取你们的魂力与生命力，生命力赋予领域内的植物，而魂力通过八柱魂骨过滤，为我所用。你这技能也太强大了吧！小三，在蓝银真身的作用下，你蓝银领域的威力似乎强大了不少。森罗万象是蓝银领域的进化技能，附带同化与压制效果，可以同化周围一切植物，为我所用。同时，领域内魂师的武魂属性与魂力释放都会被压制10%。一般这种越级吸收魂环，魂力都会提升的吧？三哥，你现在的魂力是多少？差不多74级半的样子。早上送来的食物在那边，小三刚醒，今天就休息一下吧。
天使九考，无数代斗罗殿殿主等待的九考终于出现了。爷爷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只需要8道光幕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斗罗殿殿主，而你面前却有9道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应该告诉你的时候，我自会告诉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完成来自天使的9个考验。天使9考了，千道流，你很聪明。为了不让我吞噬你们天使一族的后裔，你选择了我的女儿。那又如何？千道流，你还是小看了我。好徒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讨一份债。放肆！不是禽兽！自从我吞噬了你儿子的身体与灵魂，改变修炼之法进入罗刹秘境后，你就已经看不透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毁了你们的天使根基。你的坚持与努力，已经不是皇级所能限制。海神大人破格将你的考验等级升为子级。小将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父皇，在七宗重选之后，
武魂殿会进一步确立他们在魂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届时，我们将要迎来一个很可怕的对手。父皇，虽然武魂殿在魂师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，但整体实力还无法和帝国相比。即便武魂殿想要蚕食我们，也得耗费很长时间。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暗中积蓄力量的机会。暗中积蓄力量？你是指唐门？老师曾说过，唐门铸造的暗器足以威慑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手。尽管目前宗门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但只要帝国不遗余力地提供资源支持他们，就能产出大批量武器。不错，一旦魂师数量相差悬殊，武器将会在战场上起到决定性作用。要大规模使用唐门暗器，仅仅扶植宗门还远远不够。更重要的是，为他们建立一支机括化的精锐部队。雪崩，这也是你建功立勋、收复人心的契机，务必要好好把握。等到蓝浩王他们归来之时，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本与武魂殿正面交锋。各位长老，我看武堂弟子只进行了常规训练，但唐门以暗器见长，何不直接训练一支使用暗器的精锐部队呢？眼下，天斗帝国皇室魂师在大师的训练下正日益强大，但还缺乏核心力量，而武魂殿已经掌握了大陆上50%的魂师力量，我们必须要出奇制胜才行。而唐门的暗器部队就是我们的王牌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最近基础训练量虽然加大了，但弟子们的实力提升仍十分缓慢。如果走暗器这条路，短期内肯定能取得明显的突破。我们七宝琉璃宗正是因为有唐门暗器的加持，才能自保无虞。而武堂弟子本就善攻击，再配上暗器，实力必然会大增。殿下的提议着实精妙。淬上剧毒的暗器，威力会更惊人。而这毒就交给老夫吧。独孤前辈，如此甚好。小怪物不在，我这唐门的名誉长老总不能一直白吃白喝，也得出点力才行啊。多谢殿下一番指点，我们之后一定好好商议此事。那我就等着各位长老的好消息了。今后唐门发展的一切所需，我们天斗帝国定会全力支持。多谢殿下。自从那天一连出现7个黑级以上的考验之后，前来考核的魂师再没有得到过紫级以上的考验了。不知道那群年轻人现在怎样了？
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不知道他们能按时通过考验吗？海神第一考，我们来了。海神第一考考验的是魂力，我们任何一个人独自攀登几乎都不可能完成。 所以要靠配合才行。小敖，你第一个上，之后戴老大第二，竹青第三，胖子第四，蓉蓉第五，我最后一个。小敖，开始吧。我和蓉蓉将全力辅助你。第一魂技，白虎护身杖；第五魂技，白虎魔神变。 开始吧。到达100级台阶后，压力会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。小敖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上！来吧，我绝不认输！1月力，3月魂，4月玉，6月增。压力减轻了。 吞噬金丝，小敖，魂力输入有限，你快抓紧时间。小三的吞噬金丝，竟还能将他自己的魂力反输给小敖，压力再次减轻了。这世界弱肉强食，可我偏偏要死而复
奥斯卡，黑旗6考第1考，穿越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。该我们了。无论前方有多艰难，我绝不低头。戴沐白，黑旗6考第1考，穿越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。朱竹清，黑旗5考第1考，穿越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。马红俊，黑旗6考第1考，穿越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。朱竹清的魂力也晋升到了70级，现在7人已过74。作为我的继承人，宁荣荣，你的实力究竟如何呢？不愧是三哥，还能为蓉蓉增幅魂力。但蓉蓉吃了复制镜像肠，就不能用9宝琉璃塔为小三增幅，只能凭借着戴老大的魂技效果护住自己。他的身体快承受不住压力了。好痛苦！
蓉蓉还活着，七宝琉璃宗的光芒就不会消失。宁风这一生只有蓉蓉一个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。我已经拥有能够保护蓉蓉的力量。过去无法改变，就算用尽一生，我也要重振那道光芒。所有魂环年限级别提升500年。我所有的魂环年限级别都提升了500年。魂环越强，在使用该魂技时，相应消耗的魂力就会越少，支持的时间也会增强。不愧是顶级考核才会拥有的奖励。这群年轻人竟比想象中的还要出色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过，只剩下2个多时辰，海神大人的继承人，你能否如期完成考验呢？三哥，在你没有通关之前，9宝琉璃塔的光芒绝不会熄灭。小三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三哥，加油，加油！为了小五，我不会失败的。杀神领域虽然破开压力容易一些，但没有恢复魂力的能力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千万使用。眼下只能先用蓝银领域冲上极限距离。通过考验后，我们都不会再受到任何压力。我们一起上去，陪小三他们登顶吧。好。好。已经220级了，在蓉蓉的辅助下，我的魂力还处在巅峰状态，但是依然有些乏力了。怎么回事？身体被挤压得好痛苦，魂力也呈几何倍数在消耗。我当年的顶级8考需要通过228级台阶，但从222级台阶开始，那最后6级台阶却如同地狱一般恐怖。唐三，你后面要攀登的路还要更加艰险万分。小三，这是我的第5魂技，超越极限茉莉场，能瞬间增强魂力30%，持续3分钟。但使用者服下1根便会虚弱3天，伤及元气，同时1个月最多只能使用1次。蓝银领域进化技能，森罗万象。
竟能在一瞬间凭借领域之力，将海神山上所有的植物囊括其中。海神山上的植物常年覆盖在海神之光中，本身所蕴含的能量较比普通植物多。当千万株植物同时将1/10的能量汇聚时，这股能量相当庞大。唐三，你可要把握好机会。320级，小，这超越极限茉莉肠是用来拼命的，吃的多了，身体极易崩溃。小三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为了小五，我不能停。3个为了保护小五，已经奋不顾身了。还剩最后10级台阶了。可恶，身体动不了了，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小五，第4魂器，无敌金身，虚无暴杀8段摔。小五这是要做什么？在无敌金身的作用下，小三自然没事，而小五自身处于虚无状态，不受外界压力影响。8段摔又只作用在小三身上，所以不会受到海神之光的反弹。还剩最后2级。哥，就算我的顶级艺考失败了，只能死亡，我也要让你完成第一考。这次真的说再见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冰冷又充满杀戮的气息，简直是一片白色地狱。
这是杀神领域的进化技能——修罗地狱。杀阵！杀气在修罗地狱中会变成实体，哪怕是海神之光，也会被绝对毁灭。小王，不能！如果你死了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那一次献祭，令我抱憾终身。我说过要保护你的，傻瓜。三哥的伤口正快速愈合。唐三穿越双倍海神之光，考验通过。面临危境而不放弃伙伴，面临绝境却壮士断腕。果决、坚毅而不失睿智。第一考结束。海神亲和度增加5%。小五不离不弃，为了爱人能牺牲自己。海神一考完成，奖励开始叠加。太好了！你们真棒！三哥，小三，小五，刚才说的叠加奖励是什么？待唐三彻底完成海神9考后，答案自会揭晓。恭喜你们通过第一考，但更加艰难的考核还在后面，永远不要忘记团队的重要性。是。朱竹清、宁荣荣，我现在赐予你们一枚神赐魂环。前辈，我能否请教您2个问题？这神赐魂环究竟是您的力量，还是海神的力量？当然是海神大人的力量，这是神迹。每当出现一名黑级考核者时，海神大人才会赐予一个神赐魂环的机会。多谢前辈。另外，请问，海神亲和度是什么？这个我无法为你解答。不过，并非你完成了海神9考就能拥有100%的海神亲和度，而100%的亲和度是海神岛所有人的期待。100%，我能做到吗？继续努力吧，我相信你会成功。第一考总算结束了，累死了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吧。
竹青、柔柔，恭喜！哎，快说说你们的第7魂技是什么？我的第7魂技为九宝真身，除了令我所有魂技增幅80%以外，在九宝真身状态下施展所有增幅技能，魂力消耗减半，而且我的分心控制更加自如。不愧是顶级武魂，武魂真身的效果果然变态啊！小奥还有神4魂环的名额，他的武魂真身一定会带来惊喜。不过，我的第7魂技却用不了。我的第7魂技狸猫真身可以用。第2考开始了。第2考核突破环形海封锁，在不杀死任何一只海魂兽的前提下，突破环形海封锁，抵达对岸。我的多了一个限制，不得使用任何魂环技能，魂环全都被封印了。哎呦，简单啊！简单。你们忘了3哥的瀚海乾坤罩吗？不能用魂技，那我们再来一次隐身偷渡就是了。对呀，我想到了。但瀚海乾坤罩被一股特殊的能量限制，无法召唤出来。第2考只会比第1考难，不如我先去试试，看看这环形海中的魂兽有多强。不行，现在情况不明，不能贸然行事。我们可以先等等，毕竟还有1年的时间。可我们还有时间等吗？我们已经在海神岛待了1年，不知道大陆上现在怎么样啊？对呀，尤其是那7大宗门重选大会。看来老夫还是赶上了。老头子，没事。自从上3宗被灭后，象甲宗成了当今实力最大的宗门。此次重选，新上3宗之位，对象甲宗来说恐怕是易如反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张强，我马上回来。你给我下来！给我下来！他还怪可爱的。
蓉蓉，我成功了，我终于也有武魂真身了。蓉蓉，这几天辛苦你一直守护着我。你拼尽全力，还不是为了以后能好好保护我？之前戴老大为了竹青拼命吸收神赐魂环，我很是触动。他曾对我说，为了竹青，哪怕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。要是以后无法通过家族考核，就算自己死，也要救他出来。是啊，从小到大，我心里都只装着一个人。但跟小妖你比起来，我还有点差距。哎呦，这俩人还相互吹捧上了，哎呦，这实在太不要脸了。你真的和小妖说过？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你，我的心开始变得自私，想要和你一起度过未来的每一天，所以，我开始拼命修炼。人家为了爱人肯付出那么多，你还说人家不要脸？香蕉，为了你，我也可以付出一切的。香蕉。教皇冕下，此次7大宗门重选大会，前期一共筛选出了10大宗门。以象甲宗、圣龙宗、黑虎宗、封建宗、火爆宗、炎灵宗和雀风宗为首，现已全部进入武魂城，等待您的敕命。很好，传令，3日之后，7大宗门重选大会正式开始。
我们也休整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开始第2考了。先要弄清楚环形海中有哪些海魂兽。哇！你们留在岸上，我下去看看。小三。我的辅助被减弱了。不对劲，海水中有一种特殊能量阻碍着我，甚至加剧了魂力消耗。剑形与海魂兽。太不公平了！本来在海中，三哥就没有攻击优势，这个考验还不允许杀死任何海魂兽。三哥要怎么办呢？我才进入环形海20米，海中考验绝不止这群剑形鱼，我要速战速决。这些剑仙鱼不足为惧，真正消耗我魂力的是这片环形海。哼，不陪你们玩了。昊天九诀，震字诀。看来他们不敢再攻击了。怎么回事？四周有奇异的波动。瞬移了这么点距离，小三，小三。小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这海水限制太大，我原本能顺100米，却被限制成5米，而且最后那只海魂兽速度实在惊人，
我连他的模样都没看清。我们勉强看到了，那是一条白色的鲨鱼，从出现到消失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你就被它轰了出来。白色鲨鱼，庞大的体积丝毫没有影响它的灵活性，倒是很像紫珍珠和吉祥之前说的魔魂大白鲨。方才你有蓉蓉的全力增幅，却仍被他一击震飞，恐怕他的身份不是普通的魔魂大白鲨。难道是护岛神兽，魔魂大白鲨之王？但他负责镇守海神岛外围，怎么来到这环形海呢？既然海神岛内有数个内陆海，岛下应该有通道连接着外海。不过他似乎不打算伤害我们，只是阻止我们渡海。要是他发动致命攻击，我们绝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有魔魂大白鲨之王坐镇环形海，第二考难度的确很大。不过我们只需突破封锁，并不是战胜它。或许这也是增强实战能力的好机会。三哥，你不会是想让我们和他战斗吧？在拥有大量制约的海水中，面对一头10万年魂兽，而它并不会真的伤害我们，还有比这更好的陪练吗？对呀，和第一考一样，这是个绝佳的修炼机会。看来我们有机会学会游泳了。火凤凰沾了水，可要变成落汤鸡啊！小心！手骨兔，小心！变成人了，化形？不对，魂兽化形也不能瞬间完成。难道这是他的特有技能？手骨兔，小心！没有灵魂，灵魂在你这儿。紫极魔瞳，他的精神力和他的本体一样，充满了强横的攻击性。卑鄙的人类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他不会伤害我们吗？不知道，先护住小三再说。九宝有名：1月力，2月速，3月魂。第7魂技。灵猫真身。第7魂技。白虎真身。第6魂技，凤凰穿云击。
上。白虎破灭杀！第5魂技，幽冥影相连，幽冥斩。杀神领域！成了，有杀神领域和九宝琉璃塔的加持，风暴斗罗也难抵挡。你们闹够了吗？好可怕的力量，明明是在陆地上，却能令人产生窒息的感觉。出剑！招！快退！白虎护身杖！小大老大，我的精神力竟然被限制了，无法瞬移。柔骨兔魂骨技能，无敌金身。这位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智慧绝不逊于人类，他是要逼我硬拼。无敌金身！灼杀之牙！哪怕是杀神领域和蓝银领域，也无法破开这层封锁。一旦无敌金身次数耗尽，我就会……哥，快放我出来！这是他的最强一击，你一个人扛不住的。我知道，小虎，但是我绝不忍再看到你有任何损伤。海神大人，我错了，尊敬的海神大人，请您原谅我的亵渎。看来他并非叩拜我，而是在拜这黄金3叉潜烙印。别以为有海神大人的庇护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敢
敢拿我们10万年魂兽的魂环魂骨，还奴役他的身体。等你接受完所有考验，我还是会找你算账的。你误会了。这气息，你还能活？你也是10万年魂兽，应该明白献祭是什么意思吧？机缘巧合，我才活了下来。献祭？10万年魂兽怎么能向一个人类献祭？他是我的爱人，是我可以用性命去保护的人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也太莽撞了。喂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给他开口的机会了吗？还有你，记得我上次说的话吗？再这样只顾着保护我，不顾及自己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是我不想让你和我一同承受，只是当时那情况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不为例。那个，之前也怪我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们道歉。不过，第2考我是不会放水的，你们自己努力吧。等等，我还有个疑问，你明明还是10万年魂兽的形态，为什么能化身为人呢？听说过美人鱼吗？我们鱼类海魂兽修炼10万年之后，到陆地上就能变成人类，但实力会被削弱30%，超过1个时辰不回水里，身体会逐渐虚弱，甚至死亡。我回海里等你们。对了，我叫小白，以前海神大人都叫我小白白的。我走了。小白，还小白白。他虽然战斗力很强，性格却单纯直率。他在水中的战斗力比在陆地上更强，我们绝不能懈怠。胖子，继续冲击70级。我们其他人要不断下水，展开实战训练。三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有个10万年魂兽当陪练，这种好事可不容易找，自然是恢复一下魂力，马上行动。没错，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。等七宗重选之后，武魂殿会变得更加棘手。教皇冕下驾到！参见教皇冕下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各位肩负着魂师界未来的希望，新一代7大宗门将从你们之中诞生，教皇殿也将见证你们的辉煌。我宣布，7大宗门重选大会现在开幕。7宗重选大会第1轮，象甲宗对雀峰宗，请双方队伍入场。这次上3宗的位置，我象甲宗要定了。
唐门暗器部队的建设方案就正式通过了。没问题。老山羊，你明天就开始带领弟子们进行暗器训练吧。趁着这次机会，咱们也把唐门的服装统一一下，这样对外也好树立起唐门的高大形象。这个提议好呀！天天干力气活，这衣服3天2头换，弟子们早就嚷着换新衣裳了。哎，那服装的事，老白鸟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老白鸟，到时候给我们立堂每人多发2套备用啊！知道了，就你们立堂事儿多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唐门暗器部队这个名字很奇怪啊？你这么一说，是有点不够大气敞亮。我想到一个名字，老白鸟，咱们不会想到一块儿去了吧？哎，你俩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就叫唐家军。唐家军，响亮霸气，我喜欢。我也双手赞成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操办起来。等宗主他们回来，就能看到一支训练有素的唐家军了。追过来，不要放松警惕，注意一下四周。在下面，走。你这些招式对我没用的，让你尝尝放沙拉掉山的滋味。其实小舞不算完全复活了，是吧？凭借水晶血龙身，小舞重新获得了肉身。等我到达封号斗罗级别，再用上古灵兽内丹助他魂体合一，就能彻底复活他了。
石首烈阳蛇的内丹，不行，他的灵魂太虚弱了，不能用这个。什么？上古灵兽内丹也有属性的区别，这内丹是至阳的火属性，过于暴力，合体过程中，万一小五的灵魂顶不住内丹能量，就会魂飞魄散。但之前指点我的2位10万年魂兽从未提及过。上古灵兽内丹很难找，他们可能也没有其他办法，才建议你兵行险招。也就是说，必须找到属性温和的能量，才能稳妥的复活小五吗？温和的能量也有，海神之光就是了。等你拥有9个魂环之后，通过海神之光反灌自己的魂环给他，复活几率100%。海神之光，的确有可能。通过第一考试，海神之光把小五的灵魂融入本体内，甚至差点切断与我之间的联系。那还只是模仿海神大人能力的护照，真正的海神之光，是你那黄金3叉戟烙印散发的光芒。等你的海神亲和度提升到30%，你就明白该怎么施展了。惨了，说漏嘴了。海神大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海神大人，我下次再也不说漏嘴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海神大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海神大人。小白，我们都认识3个月了，你就不能温柔点？姐姐，我已经很温柔了，不然早把你屁股打成8瓣。哎呀！行啊，胖子，这么快就突破70级了？哼，咱可是凤凰的传人，可惜这里没有合适的魂兽成为我的第7魂环。三哥，这不是你那颗石首烈阳蛇的内丹吗？石首烈阳蛇乃是上古灵兽中的蛇类之首，属至阳之火，和你的凤凰火焰相同。这内丹相当于储存了石首烈阳蛇的绝大部分能力，也有类似魂环的效果。我不能收，这太珍贵了，哪怕小五用不上，你也可以留着呀。胖子，你叫我什么？三哥呀。那还废什么话？这东西就是给你留的，你服下它，然后用凤凰火焰消化，自然会化为你的第7魂环。不过石首烈阳蛇的火焰极为霸道，我也是侥幸才击败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
尸首烈阳蛇内丹在最开始的时候最危险，你们的魂力不适合出手。蓉蓉，为我增幅魂力，给胖子属性增幅。小奥、香肠，快！九宝有名，3约魂，6约增。尸首烈阳蛇内丹的火属性太过暴力，幸好胖子的凤凰火焰已经在体内形成防护盾，始终抵挡着对经脉的冲撞。胖子，我会护住你的经脉，集中凤凰火焰，消融尸首烈阳蛇内丹。好。原来这就是小三不让我们出手的原因。我们之中，没有人能承受凤凰火焰的持续灼烧。胖子，你的魂力已经全面压制尸首烈阳蛇内丹，接下来只要完全吸收它的能量，就能突破。再坚持一下。放心吧，我撑得住。夏夏，等我！胖子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你能做到的，一定能。我瘦了，我真的瘦了，三哥！胖子，注意情绪，可别把你的火放出来了。胖子，虽然比不上我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你比以前帅了不少。哎，别叫我胖子，我现在是标准的帅哥一个。你这上衣，长老，我是来提亲的，我喜欢香香很久了，希望您能答应。
我可只有香香这么一个宝贝孙女。我对香香是真心的，我从来没见过香香这么好的女孩。虽然她看起来高傲，但其实内心温暖，善解人意。相识以来，她一直默默支持我，鼓励我，让我……年轻人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们马上就要去海神岛了，那里可是万分凶险。长老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为了自己，也为能保护香香，还请长老答应我。你对香香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但这感情之事不可强求，这件事最终还得看香香意愿。长老放心，我一定会用真心打动香香。此次海神岛之行，我定会护香香周全。香香，你看我瘦了，也有了第7魂环，你可以接受我了吗？谁要接受你了？你先抓紧时间修炼，等你们通过考核，我会考虑给你个机会的。真的？舅爷爷要是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很开心。趁早放弃吧，你们通不过的。哦，许个愿望吧。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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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距离第2考就只剩3天了，我们还从未赢过小白，这又怎样才能通关呢？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底牌没亮。我们这样。这下4宗全是武魂殿一手扶植起来的宗门，圣龙宗和黑虎宗也早在暗地里向武魂殿投诚。武魂殿还好意思说7大宗门重选大会公平公正啊，真是恬不知耻！宗主的猜测果然没错，只是没想到武魂殿如今连面子也不装了，其野心实在可怕。现在只差上3宗之手了，一旦新的7大宗门全部被武魂殿拉拢，大陆上至少一半的魂师力量就都落入了武魂殿手中。哼，象甲宗与武魂殿狼狈为奸，想必呼延震这家伙早就串通好了，要拿下这上3宗之首的位子。魂技，压杀！第6魂技，滇灭！象甲宗获胜。
7大宗门重选大会圆满结束，获胜的7个宗门已经站在了我们面前，他们分别是上3宗、象甲宗、圣龙宗、黑虎宗以及下4宗、封建宗、火爆宗、炎灵宗、雀风宗。恭喜7大宗门！没有人可以阻挡武魂殿的脚步，让我们一起开启武魂殿的新时代吧！武魂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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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魂殿。唐三那小子不是建了个唐门吗？喊着要跟武魂殿作对，这会儿怎么不敢来了？唐爷，面对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鲨之王，你们能顺利通关吗？走。第7魂技，凤凰真身。杀神突击！哼，狡猾的人类，竟想用这种办法通关，没门儿！魔杀领域，好强大的能量，快要坚持不住了。虽然胖子的凤凰火焰
要比小白的能量纯粹，但小白的强大实力足以抵消属性差距。再这样下去，小奥与胖子都要坚持不住。胖子，火凤凰领域。 面对10万年魂兽，不留点底牌怎么能行？胖子的领域可以将海水同化为火属性，正是海魂兽的克星。这是领域的力量，以前怎么没见他用过？这家伙竟敢在我的地盘用领域跟我抗衡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绝望光波，不好，精神攻击！身体好像动不了了。 小白的精神力很强，一旦笼罩就会被短暂封印。你们会怎样破防呢？刺激神光！哼，雕虫小技啊！不对，这是高强度浓缩式精神攻击。好你个唐三！ 既然用这种伤敌1000、自损800的攻击，那就先解决你！我的精神力根本不足以伤到小白，最多只会让他晕眩1、2秒。但就这1、2秒，我也有可能突破封锁。大爷，魔杀领域进化技能。 化金，小，终于把你这招逼出来了，胖子，小奥休息。 蓉蓉，为我增幅。嘿，呀，嘿，戴老大，主星发动。幽冥白虎。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我们的杀手锏。戴老大与朱青。 在施展了五魂真身后融合而成的幽冥白虎，连我都未曾见过它的真正威力，一直留到现在，就是为了通关准备的。魔杀之牙。 家伙！10号天锤，99归一。趁现在。
香香，我们通过了，恭喜你们！你跟这些狡猾的家伙，最好祈祷后面的考验不要牵涉到我，否则定要你们好看。小白，对不起，不得已伤到了你。消消气，先吃了这些吧。谢谢你，小白。他们这是在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吗？不理你们这些无聊的人了，我走了。你们后面的考验也绝不会轻松，自己小心吧。巧妙地整合伙伴能力，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，突破10万年魔魂大白鲨之王的防线。唐3海神第2考通过，海神亲和度提升5%，总亲和度10%。小五陪伴通过海神第2考，奖励开始叠加。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、朱竹清，海神第2考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。宁荣荣，海神第2考通过，魂力提升1级，所有魂环年限级别提升500年。